我穿越异世喜当爹，并觉醒了最强拼爹系统。根据原主的记忆，这个身体的原主人也叫秦小炳，是浔阳城秦家的家主，有着元丹境巅峰的修为。他还有个儿子叫秦子，曾经是个天才，但是最近几年得了一种怪病，修为倒退，受尽嘲讽。可尽管如此，秦少炳依旧对儿子百般疼。2天前，为了帮儿子寻找制皮药，不惜闯入禁地，最终导致元丹苟延残喘的秦少炳，由于失去了修为，刚回去就被家族罢黜了家主之位，身体的重创加上人情恶，让那个秦少炳含恨而死。然后他就穿越过来了。哎，老秦，咱们的命运有些相似啊。老爷，不好了，少爷出事了。什么事？老爷，少爷历练归来，受到了秦猛的挑衅，然后他就把秦猛给打了。秦子少爷不久前还是淬体境，历练几天归来，竟然击败了真元境4重的秦猛，简直不可思议。这逆子，我这刚穿越还没站稳呢，麻烦就来了。秦猛是谁？那是新任家主秦狂的儿子，打了秦猛，秦狂不得来找茬。烧饼，家主让你去演武场见他。想不到来得这么快。老爷，小心啊！不可能的，我不相信，父亲怎么可能飞掉？君子，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不是很嚣张吗？怎么趴在地上不动了？不过说来也巧，儿子刚刚摆脱了废物的身份，老爹又变成废物，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了。不许你说我爹！在本座面前，岂容你放肆？这小杂种竟然又突破了，这才几天啊，竟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莫非是得了什么宝物？不如找个机会将这小杂种干掉。家主，烧饼到了。当看到自己的便宜儿子嘴角流血，满身的灰尘，烧饼顿时怒火中烧，以大欺小，你是真不要脸。哼，那是对他的惩罚，在家族内寻衅滋事，本就该受到惩罚，这是公事公办。如今公事办完了，咱们也该聊一下私事了。你想怎么样？呵呵，简单，要么让你儿子跪下给我儿子磕头道歉，要么你和我打一场。爹，不要冲动，您别和他打，我可以给秦猛道歉的。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可以，没什么大不了。我和你爹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做决定。秦烧饼，我在问你呢，你怎么选？这个问题对烧饼来说确实很难抉择。如果选择战斗，那么他今天肯定要被秦狂羞辱，甚至打死。可如果让儿子给人吓唬，卖子偷生，这会让他心中有愧，永远无法抬起头来。丁最强拼爹系统为您服务，请问是否绑定？金手指到账了，绑定。系统，你有什么功能？具体怎么使用？本系统为最强拼爹系统，专为富甲而生。只要你儿子惹到强大的敌人，你就能直接获得战胜别人的实力，并且永不跌落。意思是只要我儿子不断惹事，我就能一直变强。请注意措辞，本系统的原则是父爱如山，不让孩子受委屈，而不是所谓的变强。我懂，我都懂。检测到您的儿子惹到了元丹境9重强者情况，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元丹境9重，并且是完美的。怎么样，想好了吗？我可没时间等你。既然你咄咄逼人，那便战吧。明天中午生死台见。您为什么这么冲动啊？您难道看不出来吗？他明显是想要趁机除掉您啊！是我对不起您，都是因为我，是我把您害成这样啊！别怕，一切有爹在。为了让好大儿大胆惹祸，烧饼必须撒下毒箭，只为了从系统那里获得无敌修为。爹，您为什么要答应他上生死台？您的修为没有废掉。烧饼没有说话，直到儿子的好奇心达到顶点才开口道。小子，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吗？应该不止九阳王朝这么大吧？九阳王朝屁都不是。你知道你娘现在在哪里吗？那她不是生我时难产去世了吗？并不是，你娘其实还活着，她只是被她家族的人带走了。娘的家族？是啊，你娘的家族那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九阳王朝在他们眼中弹指可灭。弹指间灭掉九阳王朝，那得是什么级别的势力？爹，您以前应该很强吧？为什么现在会？我被封印了。当年他们带走你娘时，是准备杀掉我们父子的，但你娘以死相逼，他们才没杀我们。不过，为了防止我日后报复，他们封印了我的修为。但是苍天有眼呐，这次我去绝地给你寻药，竟然无意间触发上古阵法，击碎了封印。爹，那您的实力恢复了？封印破了，我的实力会迅速恢复到曾经的境界。您曾经是什么境界？说了你也不懂，我只能告诉你，修炼不止9境，你以后要更加努力，切不可放过任何资源，出事了有爹给你兜底。
知道了，爹。为了救回娘，我会努力的。这戒指很不错，这次外出得到的。是的。看来这戒指里多半有老爷爷，儿子应该是答应了保密。爹，其实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爹并不介意的。那我回去修炼了。经过这次忽悠，儿子应该敢对天对地对空气了吧？师傅，我父亲是不是发现您了？是啊，一眼就被他看穿了呢。没想到这小小的九阳王朝，竟然还蛰伏着你爹这样恐怖的怪物。那我爹和您全盛时期比起来，谁更强？不能比，不能比的。爹，您真的要在生死台上击杀那秦烧饼吗？这样会不会惹来非议？非议肯定是有的，他毕竟是前任家主，很多族人还是向着他的。不过不杀了他，我心难安。万一到时候有人阻止呢？我已经联系了几位长老维持秩序，谁也别想捣乱。不愧是爹，高啊！秦烧饼应该不会贪生怕死不敢来了吧？大清早犬吠什么？急着去投胎吗？这种自相残杀的戏码，在浔阳城已经很久没发生了吧？你们说他们会不会同归于尽？同归于尽？怎么可能？你没听说吗？秦家前任家主秦烧饼元丹破碎，已经修为尽失了。既然双方均已到场，我来宣布规则。生死台一旦上台，生死有命，任何人不得干预。我秦家之人，谁若是敢干预，便是叛族之罪；而其他人若是出手，便是和我秦家为敌。双雄之战，他们究竟会死谁手？今天就让你带着废物的身份含恨而终。谁是废物还不一定。好可怕的力量，他不是修为尽死了吗？我听说元丹破碎的人可以强行留住一口元气，最后一战。你元丹已碎，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撑多久。收拾你需要很久吗？我不相信，我不甘心啊！有什么话留着跟阎王说吧。大长老，这是什么意思？秦狂已经无力再战，这场战斗就到此为止吧。大长老还记得自己刚才说的话吗？这秦家大长老胜券在握的时候说不能干预，结果看到自己人要输了，直接出手。就这副德行，这样的嘴脸，也配当秦家的大长老啊！看来这秦家越来越不行了。一道道议论之声犹如无形的耳光，狠狠扇在大长老的脸上。突然，他灵机一闪道：“秦烧饼，生死之战，你竟敢作弊，该当何罪？”我怎么作弊了？你明明元丹已碎，如今却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肯定用了什么邪功。照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应该以废人之身乖乖的被你这儿打死？你目无尊长。你也配提尊长二字？无非是一条老狗，倚老卖老，在这里殷殷狂吠。秦家所有人听令，将这个数典忘祖的秦家叛徒就地诛杀，以正家规。遵命。生死台1对1打不过，要选择围攻了。面对家族的叛徒，不需要讲什么规矩，不惜一切代价诛杀就是了。既然想死，我便成全你们。什么一击秒杀数位强者，这等实力不像是最后一战。莫非秦烧饼元丹破碎是假的？随着烧饼大胜，家族中剩余的墙头草们纷纷下跪，请家主重掌秦家。大家都起来吧，秦家是你们的，与我无关。家主，之前秦狂要杀我，你们可都是冷眼旁观的。我死了便是死了，活着便要为秦家做牛做马，无私奉献。我秦烧饼今日立下天道誓言，从此以后我和秦家恩断义绝，斩断与其所有的羁绊。这秦家折损如此之多的强者，又没了领头羊，我看离灭亡之日不远了。爹，我们现在去哪里？以为父的实力，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的？两位请留步。穆管家，你这是何意？秦家主，城主大人有请。我已经不是秦家的家主了。没关系，只是个称呼而已。除了您，浔阳城里谁也没资格被称为秦家主。城主请我们有事吗？城主大人听闻秦家主要离开浔阳城了，想为秦家主饯行，也不枉这些年的交情。既然城主大人有此心意，那我们父子就却之不恭了。为了从系统那里获得无敌修为，我不惜为儿子吃下圣母片，只为了得罪修为高深的穆城主。听闻秦兄要离开浔阳城了，
所以我特意备了点薄酒，为秦兄接风洗尘。多谢。见过秦伯父，这是千云吗？哈哈，小女一直深居闺中，很少出去走动，难得秦兄还记得。穆兄谬赞了。随我来吧，咱们边吃边聊。儿子，把这个吃下。这是什么？好东西。我上个月得到一瓶稀有的美酒，今日咱们一起品尝。秦兄，以你的聪明才智，应该也猜到了，今天我其实还有要事相商。要不让千云带秦子在城主府转转吧，我们就在这里谈。千云，你带秦公子到花园走走吧。是，父亲。不知秦兄有没有兴趣为皇室效力？此话怎讲？东方3000里外的泗水城，前段时间城主暴毙，如今泗水城无主。若是你感兴趣，我可以向上级主城的城主府举荐你。你若是成为了泗水城主，我们两城相邻，又有些私交，以后也好有个照应。容我考虑考虑。金公子，不要。千云，成了。金公子，不要啊，不要。穆小姐，冷，我控制不住自己。住手！住手！千云，别怕，爹来了。小小年纪竟如此放浪，今天若不杀你，我就枉为人父。我没死。秦少本，你儿子做出这等禽兽之事，你说怎么办？穆兄息怒，我看事情并不简单，我儿明显是被人下药了。你该不会说是我下的药吧？以穆兄对女儿的疼爱，断然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而且我也相信穆兄的人品，要不然我也不敢带着儿子来城主府。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有什么别有用心之辈，想要挑拨离间吧。毕竟这样做对你和我都没有任何好处。而我儿子就算再糊涂，也知道在城主府内做这种事不可能成功，他不会自寻死路，所以只可能是有人给我儿子下药，想要挑拨你我二人的关系。穆兄要小心了，我怀疑城主府内有奸细。秦兄，对了，今日发生这样的事，也无心其他了，就早些歇息吧。至于刚才我们谈的事情，秦兄若是有意，明天早上可以告诉我；若是无意，就当我没说。爹，我没有。回房间说吧。小子，今天这件事你学到了什么？我知道，出门在外要谨慎，到别人家里更要谨慎。明白了。可是之前在酒宴上，你可是跟饿死鬼投胎一样，啥都吃。您是说药物放在菜里，可是你们不是也吃了吗？我们没事，单独是你有事，你就没想过为什么？莫非是因为我修为最低，那药对你们无效，只对我有效？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你并不是在餐桌上中的毒，而是早就中毒了。我进入城主府后就吃了一颗药丸，还是您给我的。以您的实力，如果这药丸有问题，您也不可能无法察觉了。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我是故意的呢？什么？您为什么这么做？你觉得我不可能害你，可偏偏我今天对你下药了，所以无论何时都要保持谨慎，不要轻信任何人，自己好好想想吧。哎，当年要是也有人教我这些，我又何至于落到如今这副田地？丁，检测到你的儿子惹到了纯阳境2重强者，您的修为将提升到纯阳境2重，并且同境无敌。晴子大清早就去穆千云那里道歉了，十分的诚恳。而穆千云经过父亲一夜的安慰和解释，也原谅了晴子，毕竟是被奸人下了药，而且阻止及时，也并没有酿成什么大错。双方握手言和之后，秦川父子离开了城主府，朝着明浩城而去。爹，您既然这么强，我们为什么不飞着去？傻小子，爹的实力恢复也需要一个过程，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快。啊，那您现在是什么修为？半步纯阳境。那我们去主城会不会有危险？危险倒是不至于，爹的实力虽然恢复的不算太快，但是如果付出点代价，瞬间提升到涅槃境、通天境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记住，任何时候不要惹事，但是也不要怕事，爹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有个无敌的老爹就是好。这下儿子肯定该惹祸了，进城随便管点闲事，我的修为又是突飞猛进。好纯粹的气场，好纯粹的自信，莫非他在这一届真的绝对无敌？小子，这是万宝商会的金口，这次你去买房吧，也算历练你一下。好的，爹。死人了，死人了！龙蛇帮的少帮主和一个无名少年抢夺一个宅院，大打出手，被打死了。丁，纯阳境2重的龙蛇帮帮主想将你儿子碎尸万段，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圣人子。您的修为将提升到纯阳境2重，并且同境无敌。经这一闹，原本拥挤不堪的交易大厅顿时变得空空荡荡，就连员工们也都战战兢兢。要不是想着万宝商会背景深厚，龙蛇帮不敢乱来，
他们早就跑了。而一旁的晴子此刻犹如一个高雅的贵族，她很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比她的老爹烧饼还要稳，因为烧饼本人起码还知道自己并不是真的无敌。而在晴子眼中，她老爹就是无敌的，就连他那深不可测的师傅都这么说，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我爹就在外面，今天谁能把我怎么样？就算是皇帝老子来，也得客客气气的。这个神秘少年能轻易将同龄的龙蛇帮少主打死，说明其本身背景也不差，这种人绝对不能得罪。秦公子，您今天确实有些冲动了。虽然这龙蛇帮少主恶意竞价，但也罪不至死啊。难道你没看到是他先动的手？的确如此，但是没有但是。既然是他主动挑衅，又率先动手，我为何不能杀他？莫非因为他是所谓的龙蛇帮少主，我秦某人就要忍气吞声，逼他一头？这少年的背景绝对比龙蛇帮要大，而且还不止大了1星半点。是谁杀了我儿子？滚出来！小杂种，就是你杀了我儿子？是又如何？看样子你似乎有恃无恐，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我相信你敢，但你没那个实力。黄口小儿不知死活，今天就算你有天大的背景，老子也要将你抬走。给我死！放心，我会将你剁成肉酱，然后拿去喂狗。这种事我做过很多次，绝对怎么样？怎么可能？阁下，你想怎样？你刚才要杀我儿子，还问我想怎么样？儿啊，是爹无能，待爹再修炼个2年半，定为你报仇雪恨。你敢信？这个又惹我，真是让背后的烧饼笑开了花。再赶走龙蛇帮，万宝商会立马上前巴结。听闻前辈正在挑选宅院，我这里倒是有一栋豪华别墅。什么价位？这是我们万宝商会专门给纯阳境的强者准备的，免费赠送。难怪万宝商会背景深厚，一出手就是一套豪华别墅，不知收获了多少强者人情。那秦某就却之不恭了。前辈，相关手续已经办好了，这庭院从此便属于您了。至于和庭院配套的侍女和仆人，商会很快也会派过来。当然，如果您用着不放心，也可以自己去奴隶市场买几个仆人回来。那我们自己去买仆人吧。如果您没有其他吩咐，那小人就告退了。去吧。啊，这庭院好奢华，比我们在秦家住的宅院好太多了。没出息，不就是个纯阳境武者居住的庭院吗？等以后你就会知道，真正的超级存在都是住在仙宫神殿里的。父亲果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面对任何场面都能面不改色。家里如今一个仆人都没有，用万宝商会的仆人始终不放心，特别是你身上有秘密，虽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暴露了终究对你不利，所以你还是自己去买几个仆人回来吧。之前买房子都搞砸了，现在买仆人还让我去，父亲对我这么信任的吗？爹，放心吧，我一定买几个听话的仆人回来。城主府使者求见秦前辈。白逸晨见过秦前辈。原来是少城主驾了，有失远迎。秦前辈客气了，其实晚辈此次前来，主要是想问您有没有兴趣加入城卫军。城主府愿给出第5统领之位，这是在招揽我。前辈言重了，都是为皇室效力，也算不上是招揽。那我要是不想为皇室效力呢？我爹说，如果前辈实在不愿加入城主府，那就将这柄纯阳灵剑送给前辈，也算交个朋友。这是单给我的，还是所有来到明浩城的纯阳境都有？都有。闻言，烧饼顿时明白了，今天这把剑不收白不收，这算是城主府对纯阳境强者的一种贿赂，也算是一种敲打，一种警告。意思是你来到了明浩城，不加入城主府也可以，但是不要惹事，否则别怪我城主府先礼后兵。待少城主走后，烧饼换了一身装扮，在坑儿子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请问您是想买还是想传？买，自然是买情报；传，自然是传谣言。传。您要传什么？照这本书来。我们是根据谣言的影响力、目标人物的身份、传播的范围综合收费的。了解。您这次委托的谣言，我们收费10万灵石。没问题，我希望你们3天之内将这些谣言传遍整个明浩城。嫌疑儿子还没回来呢。您的儿子惹到了纯阳境4重强者，您的修为将提升到纯阳境4重，并且同境界无敌。没想到儿子已经学会独立惹事了。爹，救命啊！小杂种，打了我们家小姐还想跑？今天别说喊你爹，喊你爷爷都没用。
阁下是谁？为何要阻止我杀这小杂种？我是他爹。前辈，其实这都是误会。既然是误会，那你回去吧。没想到这位强者如此大度，比我区区元丹境的修为，羞辱纯阳境强者，那不是厕所里打灯找死吗？前辈，我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大人，您虽然是纯阳境强者，但您儿子这次打晕了陈家的掌上明珠，事情很大，我劝你们赶紧离开明浩城吧。就是你打了我女儿吧？过来领死！年轻人之间的冲突，老一辈出手恐怕不太好。既然如此，那你和我打一场，这样便不算以大欺小了。要是你败了，你会不会又喊出你哥、你父亲，或者你七大姑八大姨？系统，如果我儿子惹事，我打了老的，然后来了更老的，我的修为还会提升吗？停！本系统只负责解决儿子惹到的强者，所谓更老的，明显是冲着你来的，系统概不负责。我陈胜不屑为之，你若是能胜我，今天之事到此为止。那就来吧。有意思，竟然让我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再来，如你所愿。今天就算平手吧，下次再找你切磋。若不是怕你七大姑八大姨来干我指定不能让着你。师傅，那人竟然能和我爹同境一战。呵呵，你爹在让他呢，你爹太强了，强得离谱。同境之下，我想不出谁能胜他。他能越级挑战吗？岂止是越级啊！如果只是九阳王朝这种小地方，你爹哪怕越3级，依旧无敌。听说了吗？2天前在天空战斗的是陈家三爷陈胜和一位名为秦烧饼的强者。他们为什么大战？嘿嘿，根据最新消息，似乎是因为秦烧饼的儿子秦子弄晕了陈家小公主。这么猛？这秦子难道不知道小公主是整个陈家的掌上明珠吗？据说就连城主大人也都对这个外侄女疼爱有加，难道他就不怕对方报复？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整个明浩城都在传，这秦子天赋绝伦，17岁就突破了元丹境，论天赋比明浩城4大公子还要更胜一筹。什么这么厉害？该不会是谣言吧？呵呵，哪来那么多谣言？事实都摆在这里了，难道承认别人优秀就那么难吗？捧杀，这分明是捧杀，将我吹成明浩城第1天才，这不是给我树敌吗？这明浩城天才那么多，不说其他人，就说明浩城4大公子，他们会怎么想？气死我了！是谁在造谣陷害我？我诅咒他生儿子呗！这便宜儿子发起狠来，连自己都骂。淡定，遇到一点小事就这样暴跳如雷，如何成大器？爹，对不起，是我激动了。区明浩城第1天才，当仁不让又如何？我秦烧饼的儿子，别说明浩城第1，就算说是九阳王朝第1，又有何不可？爹，我明白了，我不会让您失望。既然有人说我是明浩城第1，那我就是明浩城第1。谁不服，那就打到服。这一刻，他周身热血沸腾，豪气顿生。师傅说我是旷世神体，我父亲又是无敌强者。既然如此，我还怕什么？明浩城4大公子算什么？王朝天才又算什么？我秦子要做那盖世天骄。话音刚落，一股强横的光柱从他身上冲天而起。这便宜儿子，莫非是喝了我的鸡汤后觉醒了某种体质？而此时，戒指里的小姐姐早已是崇拜的五体投。我用了这么多办法，甚至连珍藏的圣药都用了，都没能让小子的神体觉醒。而这位大人只说了几句话，就做到了。原来想要神体觉醒，最重要的不是圣药，而是激起小子的武道信念，那种无敌的信念。帮主，好消息啊！什么情况？这2天有人在传说秦子是明浩城第1天才，天赋碾压4大公子。帮主，你怎么不笑？你脑子被驴踢了吗？那秦子被人捧杀，你觉得他们第1个会怀疑谁？小头目瞬间反应过来，似乎是他们龙蛇帮的嫌疑最大。妈的，快备车！老子要尽快撤离明浩城，免得那煞星杀过来。就这样，这个在明浩城小有名气的帮派，全体成员乔装打扮，连夜撤离了明浩城。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一个几百人的帮派，一夜之间完全消失，这在明浩城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爹，您听说了吗？那龙蛇帮一夜间人间蒸发了。听说了。捧杀我的事指定是他们干的，所以畏罪潜逃了。想不到这龙蛇帮竟然如此下流，打不过我就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害你。今天是明浩城1年1度的炼丹大会，各大家族纷纷现身抢夺机缘。烧饼的
五品炼药师庞奇亲自到场观战，有缘者有机会被收为亲传弟子。各位年轻人，尽情展示你们的实力吧！话音刚落，所有参赛者犹如黑压压的蚂蚁群四散而去，各自抢夺炼丹炉。这丹炉是我的了。嘿，现在是我的了。由于丹炉的数量供不应求，于是这些人开始大肆出手。城主大人，他们私自斗殴，违反规则。面对质疑，城主却并没有做出回应。还不明白吗？这并不是简单的炼丹大会，它不仅要考验我们的炼丹术，还有我们的武道实力。所以你去死吧！小子，这丹炉我李家看上了，速速滚开！你们找死！还有谁？你就是秦子？没错，就是我。原来真的是你！在下高峰，早就听闻秦兄乃名号城第一天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承让了。高峰一愣，他以为此人会慌张的解释，说自己并不是，然后他再继续捧杀，但是想不到对方说承让。好，不愧是名号城第一天才，在下倒是想要领教一番，不知阁下是否方便？不方便。秦兄莫非是瞧不起在下？是啊，莫非你还当自己是个人物？狂妄！我可是高家之人。高家是名号城三大家族之一，我自然知道，但我还真不认识。你找死！宋中基专为宋中而生，雕虫小技，大铁锅，肉类克星。下辈子做人不要太嚣张。那是高峰吗？似乎是高家的嫡系子弟呀，这下事情闹大了。秦子，你好大的胆子，敢公然打伤我高家子弟，是当我高家无人吗？哼，就你们这种货色，不管来多少，我一只手全部收拾掉。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自负的资格。你们在做什么？少主，此人就是秦子，竟然仗着几分虚名，公然挑衅我高家，简直不知死活。所以呢？所以我们准备……那青年准备说他们要群殴此人，但是话到嘴边又噎住了。有些事可以做，但是说出来就不光彩了。既然懂了，那就滚回去，好好参加比赛，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是。庞奇大师，城主大人，我高家的年轻人不懂规矩，还请两位大人见谅。高家还算有个懂分寸的人。你打伤了我高家的人，总该有个交代。炼丹大会之后，你自己跟我解释吧。他自己跳出来挑衅，我打了也就打了，没什么好解释的。我给你解释的机会，你放弃了。哈哈，你觉得这是机会吗？自然，也许你会觉得我狂妄，但世间本就分出了高低贵贱。就暂时而言，我高家在名号城的确有资格俯视大多数人。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我不喜欢跟人解释。如果你非要听，我会用拳头跟你解释。你我年龄有差距，我本不该如此欺你，但若小事不肯低头，便是原罪。1个月后我来找你，我不管你用拳头解释，还是用刀剑解释，说服不了我，那就死。哟，小穷酸，胆子越来越大了呀，都敢和高渐离顶嘴。女胖子，你这小穷酸怎么说话呢？本小姐叫陈碧玲，陈碧玲。再一口一个穷酸，信不信我还把你弄晕？你敢？大师，这是白某的侄女，名为陈碧玲，从小精神力强大，应该是炼丹的好料子。的确有些不凡之处，但是什么？虽然不凡，却也存在一些缺陷，能不能成为炼丹师还不好说。缺陷严重吧？不好说。炼丹天赋这种东西，玄之又玄，有些地方可以看出端倪，但也无法断定。就好比神仙难断寸语，所以一切随缘吧。既然大家都已占据丹炉，老夫来宣布一下比赛规则。炼丹分为萃取、融合、聚变、锁灵4个步骤，你们尽力而为，不要求全部做完。比如有人只做出了萃取步骤，但是他萃取的草药汁液毫无杂质，同样能获得高分。而有人虽然炼制出了丹药，但是聚变步骤出错，药性失控导致药力流失，则会获得低分。每人身边都有一张半品丹方，你们照着丹方炼丹即可。几乎瞬间，所有人眼中露出认真之色，犹如出征的壮士，踌躇满志，希望自己可以在大会上表现出色，然后被庞奇大师看中，从此一飞冲天。可到了真正实施时，他们才发现想象和现实犹如天堑。不好！怎么会这样？紧接着爆炸声接连响起，不多时，1000座炼丹炉空了一半左右。小穷酸，你竟然还没走，不会是不懂装备，想要浑水摸鱼吧？
彼此。本小姐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炼丹师，各种草药和药理早已滚瓜烂熟。吹牛谁不会？你竟然说本小姐吹牛，敢不敢比一场啊？谁输了谁就当众向对方认错。有何不敢？你们看，陈家小公主的丹药已经成型了，她那颗丹药的色泽正在迅速变化，犹如油脂在沸腾。看来这次的冠军多半是她了。至于那个琴子，多半是个笑话。我完成了。好家伙，被啪啪打脸了。别急，说不定是赶时间炼出的废丹。有道理。我也完成了。既然你们都练好了，那就给老夫看看吧。陈碧玲的丹药单身毫无杂质，说明在萃取时做得很好，而看药性也和单方没有偏差，说明融合与聚变控制得很好。至于最后一步的缩灵，倒是略显稚嫩，但是也可让丹药的药力保持2个月，不错。至于这颗狗屁不通，药效失控，已经变成了毒丹。不可能，我这就是按照你的单方炼制的，不可能出错。炼丹一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连失败都不敢承认，恐怕难成大器。你凭什么说我失败了？你有证据吗？凭什么？就凭老夫是五品炼丹师，是王朝炼丹协会的副会长。莫非以老夫的身份，会存心来刁难你一个刚刚会炼丹的年轻人？师傅，我这丹药真的没问题吗？不可能有问题。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以他的身份，完全没必要这样刁难我。这老东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这个小姑娘体质有些特殊，那老东西应该是在打她的主意。你说女胖子？如果为师没看错的话，她应该是很罕见的差女体质，适合双修。啊，您之前没跟我说？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难道我要跟你说这个少女适合双修，快去把她办了吗？别说我不屑让你做这种事，就算我想让你做，你爹也不会同意，他绝不会允许他的儿子为了区区一个差女体质，就干出这种跌份的事。你急不可耐地毁掉我的丹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大家自然更愿意相信你。但是我不服，老夫做事何须让你心服口服？你若再敢放肆，老夫不介意将你当场斩杀。琴子，我错了。我操！死丫头，太胡来了！庞奇大师刚刚还在和那琴子对峙，这丫头闹这么一出，不是在打庞奇大师的脸吗？你也觉得是老夫判断错了？大师，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对我如此疼爱，但是我炼制的丹药的确比他差了点。我年纪还小，也不懂什么道理，但是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不好承认的。那个谁，本小姐已经愿赌服输了，你自求多福吧。大师，我这侄女从小疏于管教，喜欢胡闹，请您不要放在心上。老夫岂会跟一个毛丫头置气？真是好一个大师，凭自身职位以大欺小，看来这炼丹大会毫无公道可言。公道。纵然你现在展现出的天赋还不错，但是天才始终只是天才，不等于强者。实力平平却不知敬畏，若是不给你点教训，如何杀住这股歪风邪气？接令废你修为！一言不合就要废掉我儿子的修为，庞奇大师真是好大的官威呀！接令废你修为！难怪如此肆无忌惮，原来是有位涅槃境的爹撑腰。不过在老夫面前，一个毫无名气的涅槃境似乎也没什么骄傲的资本。骄傲不敢，但是为自己的儿子讨点公道还是绰绰有余的。老夫倒是要看看你有没有狂妄的资本。焚天手，立即婚之纪念。这可是我的全力一击，怎么可能被轻松化解？井底之蛙。秦兄，还请手下留情。罢了，之前出道时，城主府送了我一柄纯阳灵剑，今天我就卖你这个面子。多谢秦兄。白晨脸色有些窘迫，因为他之前让儿子拜访烧饼是抱着敲打的意思，而如今对方表现出来的实力比他更加强大，不由得让他面红耳赤。而庞奇大师死死盯着烧饼，却一句话都没说。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但是你很明智，没有放狠话。既然你今天认怂了，那我也不介意放你一马。这样吧，你给我儿子道个歉，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你不要太过分。比起某些颠倒黑白，并且一言不合就要废掉受害者的人来说，我算是很厚道了。你如此对待老夫，你可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管你什么身份，在我面前，你只是半个死人。若不识好歹，彻底让你别死人。老夫知错了。挺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修仙世界也要讲武德，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小聪明，好自为之。庞奇老哥，想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好可怕的建议！
庞奇大师刚刚被废掉，如今他的贵人到来，恐怕少不了一番恶战。还人老弟，许久不见，老弟的剑意越发纯粹了，恐怕修为也突破到涅槃境6重了吧？多亏老哥当年的赠丹之恩，否则老弟我现在只是经脉痉挛的废人一个。这是什么情况？莫非是有人在大会上捣乱？没有，只是今天修炼出了点岔子，伤到了根基，还请老弟带我回帝都炼丹协会。以炼丹协会的人力和物力，应该能解决老夫的麻烦。他很谨慎，对于烧饼的事情只字不提，因为他摸不清烧饼的底细。对方已经放他一条生路，要是现在反水，如果怀仁老弟也带了，他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么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动身吧。各位，今日有急事，老夫就先走一步了，来日再会。秦兄，之前的事还请秦兄不要放在心上。不知者无罪。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父子还是会住在明浩城，还请白城主多多关照。秦兄若有需要，尽管吩咐。既然如此，我们父子就先回去了，希望没给白城主造成什么麻烦。庞奇大师虽然在我这里出了事，但是我好歹也是一座主城的城主，还是白家的人，他们想要迁怒我也没那么容易。是那个白家宗社。据他所知，九阳王朝皇室下面有4大王府、5方军团、3公9卿，而白家是世袭的9卿之一，自开国以来就存在了，强者辈出，底蕴深厚。秦大人，之前我们万宝商会眼拙了，竟然将您当成纯阳境武者，失礼了。哪里，我们什么也没做，就得到这样一座宅子，倒是我们父子受之有愧。大人谦虚了，强者就应该得到与实力相匹配的待遇。这是一本上品涅槃武学，名为烈日焚天剑，是万宝商会总部给大人的见面礼。这种武学，你们该不会印了很多本吧？大人哪里的话，我万宝商会送出的礼物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最基本的诚意。不错，那秦某就接下万宝商会这个人情了。大人果然敞亮，从今以后您将是万宝商会的贵宾，这是我们万宝商会的至尊贵宾卡，拿着这张卡，在万宝商会的所有消费都免费，当然不包括拍卖会。有劳了。东西已经送到，那老九就先告辞了，大人不用送。爹，这万宝商会还真大方啊，收买人心这方面，估计皇室都没法和他们比。一点蝇头小利而已，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不愧是我爹，上品武学和至尊贵宾卡都瞧不上眼。我的上品武学啊！陈家家主陈广接待弟弟陈胜，侄女陈碧丽前来拜访秦前辈。进来吧。前辈，之前我弟弟和侄女不懂分寸得罪了您，今日我带他们来赔罪。我之前眼拙了，还请前辈别放在心上。当初对战时本以为他放水，没想到是放了海。之前是我顶撞了秦子少爷，请前辈责罚。无妨，小孩子之间的打闹而已，我从未放在心上。大人的胸襟和气度真是让人佩服。不过大人不追究，却不代表我们可以不识好歹，所以我们带来了一株罕见的5品灵药，可以让秦子少爷的修为迅速提升。小子，收下吧。既然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陈家主，我想和陈小姐单独聊聊，可以吗？你想干什么？没有人比我更懂年轻人，有情况肯定有情况。碧玲啊，家族的兴衰就靠你了。既然秦公子想和你聊聊，你就和他聊聊吧。我们先走了。你之前为什么要帮我？我只是愿赌服输，你该不会以为我是为了帮你吧？你若是不出声，那么你不仅会赢得炼丹大会的冠军，还会得到庞奇大师的青睐。但你出声了，不仅什么都得不到，还会得罪庞奇大师，怎么想都不划算。没错，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愿赌服输。你想啊，这庞奇老头如果真的是想收一个弟子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选你啊。但是他不仅不选你，反而不惜作弊也要选我。老话说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那老头目的肯定不单纯。你是说？你猜的不错，那老头肯定是想贪图本小姐的美色。那老头贼眉鼠眼的，一看就是老色鬼。更何况他的成名丹方可是丰乳丹，正经人谁会想出这样的丹方？想不到那老头子还有这样的杰作，当真是佩服。高家高渐离前来应战，高家高渐离前来应战。自从1月前那场大战过后，整个明浩城都无人敢得罪我，这高渐离竟然还敢来应战，倒是有些魄力。小子，走吧。晚辈高渐离拜见前辈。老实说，你今天出现在这里，倒是让我很惊讶。莫非你不怕死？怕，但我不得不来。身为武道之人，心中不能有缺陷。若是心中有缺陷，以后恐怕难有寸进。所以我来了。烧饼缓缓点头，对此子很是满意。去吧，小子，全力一战。好的，爹。下一刻，两人站在了一起，巨大的对后导致一击定胜负吧。
正有此意。哇，输了！这一刻，高渐离的表情似乎有自嘲，又似乎有几分落寞。然后他悄无声息地淡出了众人的视野中。4大公子之一的高渐离就这样败了，有些不可思议啊！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但仔细想想也没啥奇怪的。秦子可是涅槃境强者的儿子。确实，高家虽然是名号城顶级家族，但是跟涅槃境强者比起来，还是弱了几分。看来之前那个传闻多半是真的，这秦子的天赋已经超越了4大公子。老爹，怎么样？他虽然很强，但是我更强，是吗？少主，你明明已经胜券在握了，怎么会败呢？你觉得我敢赢吗？我之前跟那秦子说，弱小是不肯低头便是原罪，这句话没错。不过现在轮到我低头了。秦兄，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机缘。说来听听。2天前，明浩城下辖的一个区域发现了一座强者的墓葬。根据墓葬外围的阵法和封印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一个涅槃境的强者留下的墓葬。你让我去盗墓？不，这样的墓葬对我们来说作用并不是太大，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却是很好的历练，并且这也是年轻人们交流和竞争的机会。意思是，这个墓葬你已经告诉了很多人，会有很多年轻人过去。让秦兄见笑了，这个消息我的确卖给了很多涅槃级的势力，得到了一笔不错的收益。不过这也不仅是为了我的一己私利，九阳王朝很鼓励这种行为，毕竟年轻一辈越强，九阳王朝的整体实力就会越强。白兄，九阳王朝有什么外敌吗？倒也不算什么外敌，只不过上一次的7国天才战，九阳王朝拿了倒数第1。原来如此，这是那个墓葬的地图，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带秦子过去，当然也可以让他随城主府的人过去。我还有其他事就不去了，麻烦你们照看一下那小子。既然秦兄如此信任我，那我也保证绝不会让他有事的。待白晨离开后，烧饼又换上了坑儿子套装，可谓是黑袍一穿，父子无关，斗篷一戴，谁都不爱。做父亲在心中有时电话打不通。这次算是来对了，想起之前的一幕，我现在还有些热血沸腾啊！是啊，谁能想到那么强势霸道的封家少主，竟然被人骂得面红耳赤？我看那秦子多半要凉。封家作为顶级涅槃世家，向来强势，岂容他挑衅？可惜了，这么会骂人的家伙，我还是第一次见。只要不死，喷子界必有他一席之地。这一切让躲在暗处的烧饼开心到不行，像是没有感情。根据黑市上的情报得知，儿子得罪了封家少主，名为封啸，他的父亲是封家家主，名为封苍，修为已经达到了涅槃境6重。但封家的最强者是封啸的爷爷，名为封兰，修为已经达到了涅槃境9重。只是封兰对自己的孙子并不待见，因为封啸的母亲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歌姬。祖孙不和呀，可惜了。系统，我的修为如果达到涅槃境6重，能抗衡涅槃境9重吗？宿主的修为一旦提升，就是铜境无敌。一般来说，就算跨越2、3个小境界战斗也没问题。当然，本系统只保证你铜境无敌。就在此时，2道极光从秘境中喷射而出。秦子，我封啸是要将你碎尸万段。那我现在就灭了你！眼看秦子步步紧逼，老者眼中闪过一丝狠辣之色。血遁术。下一刻，他的周身爆发出一道赤红的血光，速度暴增了5倍不止。师傅，我们还追不追？算了吧，为师的灵魂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再追下去恐怕不利。怎么回事？那封啸呢？他跑了。真的？真的。只要秦子没死就行，也算完成了对秦兄的承诺。至于他有没有杀人，就让秦兄操心吧。秦子，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是禁术，副作用很大。从元丹境提升到纯阳境巅峰，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禁术啊？秦兄，你到底是谁？陆伯，那秦子不会追来了吧？不用担心，我甩掉他后又改变了飞行方向，他应该追不到我们了。陆伯，您说我们回去之后，家族会不会派涅槃境强者追杀那秦子？应该不会，你和秦子的战斗是同辈的战斗，败了也就败了。但如果家族前辈出手，那就有些丢人了。那如果秦子杀了我们封家的人呢？少主，你。陆伯，你也保护我好几年了，最后再为我做点事吧，也算你为我封家尽忠了。光杀他一个恐怕不够啊。是谁？你是谁？你想做什么？我可是封家的少主，你要想清楚后果。别怕，我是来帮你的。怎么帮？你说呢？丁，涅槃境6重的封苍对你儿子产生了杀意，本着父爱无疆，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涅槃境6重。算时间，估计明天封家的强者就要找上门去了。虽然儿子实力不怎么样，但凭借气运之子的身份活下去应该不难。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涅槃境强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下名号城主白禅，不知几位如何称呼？我是封家当代家主封仓，这4位是我封家的长老。不知封家主驾临名号城，有何贵干？自然是报仇。你们名号城的秦子杀了我儿封孝，此仇不共戴天，我必要让其死无全尸。那臭小子竟然真的杀了封孝，如今秦兄不在城中，该怎么办呢？罢了，今日我就做一次天使投资人。岂有此理！这秦子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请5位先到城主府用茶，我亲自去将那秦子抓来。不用，封家主不必多言，名号城出了这样的害群之马，我身为城主，责无旁贷。好吧，那你动作快些。白叔，发生了什么事？你杀了封孝，封家出动5位涅槃境强者来名号城杀你了。可是我没杀封孝啊，那天被他跑掉了。不管你杀没杀都不重要了，反正他们现在要杀你，赶紧逃吧！你爹不在，这名号城没人能挡住他们。我走了，他们不会找您的麻烦吧？我是白家的人，还是皇室钦定的主城城主，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那就好。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啊？你快跑！自不量力！想抓他先过我这关。我虽不敢杀了你，但凭你还拦不住我。白叔，快跑吧，不要辜负了白城主。各位长老，随我追，天涯海角也要灭杀他。这下看你还能往哪里跑？你们封家为何如此虎虎相逼？我都说了，封孝不是我杀的。我封家杀人需要证据吗？我说是你，那就是你。师傅，怎么办？小子，为师如今的力量也无法对抗他们，所以只能冒一次险了。您是说黑风渊？没错，你是神体，天生有大气运，而我见多识广，懂得地势和阵法，进入黑风渊，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被吓傻了吗？我这就送你超脱。家主，莫要动气，那小畜生落入黑风渊，不可能活着出来。事无绝对，我听说少数人掉入绝地后面，死了反而会获得不小的机缘。太祖宗今日日夜看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何方宵小，滚出来！你是谁？我吗？秦子他爹。我和你拼了！涅槃金神，你怎么会传说中的功法？你还不配知道？听说了吗？秦子一人杀了5位涅槃境强者。怎么可能？秦子用的秘法也才纯阳境，怎么可能杀得了5位涅槃境强者？我听说那秦子是将封仓他们引到了黑风渊，利用黑风渊击杀了他们。虽然风来与送的不和，可这次他儿子也死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秦兄，是我没用，没能保护好秦子。这不是你的错，反倒是连累你受伤。小伤而已，不碍事。只是秦子现在还生死未卜。别担心，天老子命大的，应该只是不敢回来。等我回明浩城的消息传出，他自然就回来了。秦兄，那封家你真的把握吗？封家大一点的蚂蚁罢了。看来是我多虑了。爹，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你天生具有大气，任何时候都能化险为夷。这样突破纯阳境，在黑风渊得到了一点小机缘。您涅槃境9层的风兰是你儿子产生杀的，本着父爱有责，母亲必须死。您的修为将提升到涅槃，您同意不？秦家父子上来临死。封家好大的阵仗，今天驾临名号，又是为什么？你儿子秦子食人诡计伤了我封家家主和4位长老，你可知道？5位涅槃境强者杀不了你小辈，反而被小辈杀掉了。封家觉得很光彩，所以大义凛然的前来问罪。大大，你是要和封家为敌吗？封家算什么？你找死！众长老听命杀了他。什么涅槃境身？你怎么可能修成涅槃金身？井底之蛙，不配知道。仗着有几分本事就如此嚣张，今日你必死！狂龙怒罡，坤字诀，打断示范。你小子不讲武德！还没完。坤之极灭。
烧饼斩杀风兰的消息传播了出去，在九阳王朝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可谓是一战惊天下。诸多势力涌向明浩城，带着厚重的礼物，想要和烧饼交好。曾经的手下败将庞奇大师也来到了这里。前辈之前多有得罪，这是一件通天灵宝，还请前辈不计前嫌。修为恢复了，多亏了前辈当初手下留情。你真的悔过了，以后不再与我为敌。我发誓，今后绝不会与前辈为敌。如果今后你再遇到秦子这样的年轻人，你还会以势压人吗？如果有利益的话，应该还是会。你不是改过自新了吗？大人，对您来说，我的确改过自新了。但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您是强者，我向您低头是天经地义。但是对于弱者，我并没有低头的必要。好一个不当伪君子，只当真小人！我原谅你了，回去吧。爹，还有人来吗？应该会吧。七武宗大长老贾天河前来拜访秦前辈，来者是客，进来吧。这就是秦子吧？小小年纪就突破了纯阳境，真是后生可畏呀。他不过是侥幸罢了。前辈，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邀请你加入七武宗，你意下如何？加入七武宗对我有什么好处？您如果加入，不仅可以获得大量修行资源，还可成为十全长老。相对于十全长老，我更希望做一个吃闲饭的长老。好，那老夫就做主，让你成为七武宗唯一的荣誉长老。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让我儿子秦子直接成为荣耀弟子，享受一切荣耀弟子应有的待遇。没问题，我同意加入七武宗。那就先走一步了，您收拾妥当，随时来七武宗即可。爹，您为什么要加入七武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去七武宗更有利于你的成长。你不出新手村，我怎么获得无敌修为？爹对我太好了，为了让我成长，竟不惜委身小小的宗门之中。秦长老，不好了，秦子闯祸了。什么情况？秦子他将吴长老的孙子吴秀打断了几根肋骨，似乎丹田都不保了。他们为什么打架？好像是吴秀的跟班想刁难一对刚加入宗门的兄妹，被秦子教训了。吴秀听说后过来找秦子要一个说法，然后就被暴揍了一顿。他们在哪里？带我过去吧。这次真是下手重了，没想到只是简简单单修炼了2年半，我的实力就这么强了。我的秀儿，这件事你怎么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毁人丹田，断人前途，道歉就行了。那您要怎么样？一报还一报。吴长老，身为长老，对宗门弟子出手不太好吧？别说风凉话，如果废的是你儿子，你难道会不报仇？有道理，这种事搁在谁身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不过我看吴秀的伤势也不是无法恢复，没必要弄得你死我活。你有办法？给我3天时间，应该没问题。好，那我就静候佳音。秦长老，秦子师兄，这件事是由我们兄妹引起的，给你们添麻烦了。抬起头来，这少女若是没有那个胎记的话，应该是个大美女，这不就是英雄救美的套路吗？少女很丑的时候，众人嫌弃，然后真命天子站出来，成为她生命中唯一的光。后来丑姑娘觉醒什么血脉，或者得到了大机缘，摇身一变，变成了绝世大美女，从而对天命之子死心塌地。秦长老，我是不是吓到您了？怎么会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水清柔，我哥哥叫水清寒。好好修炼，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秦子。你们相遇也是有缘，今后他们有困难，你能帮就帮吧。爹，您去做什么？去给你擦屁股。秦子师兄，那我们先走了。再见。师傅，我爹为什么让我关照他们啊？我刚刚回忆了一下，看那少女脸上的胎记纹路，她应该是拥有9阴煞体，在没有觉醒之前，阴煞之气乱窜会造成毁容，但是觉醒之后将变得十分美丽，而且修炼天赋十分恐怖。我爹当真是恐怖如斯。3天马上就要过去，这秦烧饼该不会要失约吧？有办法了吗？居然是5品复生丹，我先走一步，晚上找你喝酒。秦兄，多亏了你，我孙儿的丹田才能恢复，这份恩情我记下了。哪来的恩情啊？本就是秦子将他打伤的。一码归一码，他之前被打伤，那是他纵容属下欺凌弱小的代价，是他活该。而你现在救了他，这就是恩情。吴老哥，我七武宗底蕴如何？和其他势力比起来又当如何？我七武宗的涅槃境界强者大概有100多位，通天境的、明面上的加上隐藏的也有20几位，甚至有几位通天境后期的老总。不过其他5大宗门也是如此。那皇室呢？
皇室很可怕，如果论底蕴，他们甚至比6大宗门加起来还要可怕。这么强？那可不，当年杨家以一己之力，将早已存在的6大宗门以及其他世家势力统统打服了。在得知谁最强后，烧饼开始盘算如何坑儿子。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吴长老开头：下个月天目山强者仪器开启，王朝等诸多势力的天骄人物都会前去，到时候让秦子也去搏一搏吧。一定去。接下来的日子里，烧饼奔走在各大势力之间，为儿子挖坑，一切准备就绪。他叫来了晴子。小子，临走前我跟你商量个事。爹，您说。我有个老朋友，他的孙女这次也要去天目山遗迹。如果那小姑娘遇到危险，我希望你能帮就帮。好吧，您那位老朋友的孙女是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南王府楚云郡主。我记住了。大哥，这次的雇主是不是不太聪明？给了钱却只让做样子。管他呢，有钱不赚王八蛋。待会进入遗迹后，迅速对楚云郡主进行攻击。遗迹开启了，郡主，我们走吧。刹那间，各大势力纷纷进入其中。晴子，我们也走吧。好的，大师兄。欢迎来到老夫的洞府，我的毕生财富和船厂都在这9重天梯之上。涅槃境以下的武者，谁能登上9重天梯，就能得到老夫留下的一切。咒语是涅槃境以下，若是涅槃境武者上去，必死无疑。好了，你们自便吧。我缺日刀宗前来一试。是缺日刀宗的荣耀弟子，听说这梅川裤头实力超绝，他出手了，会不会直接就？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梅川裤头便倒飞出去。好家伙，原来是3秒男。下一秒，众人都跃跃欲试，有人刚上去就被震飞出去，也有在第3、4阶天梯之上苦苦支撑。2位师弟，我们也去试试吧。你们去吧，我就算了。好吧，那我和巫师弟去。兄弟们，动手！流氓，没时间解释了，走。老大被截胡了，还追不追？不追怎么拿剩余的尾款？我操！有人绑架了楚云郡主，谁敢绑架我皇室之人？好大的胆子！本来已经踏上了第8台阶的东王府世子杨红，直接跳了下来，脸色阴沉的扫视周围。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这等事情？这绝对是有备而来，趁大家都在争夺传承，场面混乱下出手。我看此人平平无奇，也没啥名气，有人知道他是谁吗？他叫晴子，是七武宗的弟子。不管是不是秦子做的，此事断断不能承认。我是七武宗少宗主赵云生，是那个小小之辈在造谣，敢站出来吗？我与他当面对质。你这是在恐吓证人吗？我记得你们之前明明有3人，现在只有2人了。那个消失的人就是那个秦子吧？一派胡言！我七武宗这次来到天目山历练的，就我和巫师弟，哪来的第3人？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你们七武宗的秦子都脱不开嫌疑。怎么强行给我七武宗泼脏水吗？想要颠倒黑白，你恐怕还没这个资格。有没有？试过才知道。怕你不成？你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要杀你，我是在救你。笑话！九阳王朝内谁敢杀我？嘿！我都说了有人要杀你，把这个女人交出来，我们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否则想杀她，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区区纯阳境也想逞英雄，既然如此，我们顺手杀你一个也不多。焚天掌，绿光宝塔，龙爪手，地狱红莲。可恶，被他们跑了。别担心，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气息追过去。追踪魔虫，老大，这玩意儿价格可是很昂贵的，租用一次就要100万灵石啊！你怎么舍得用这个？这可不是我买的，是那位雇主买的。他说目标人物身份不简单，也许有逃命的手段，于是加了个保险。这雇主指定是不太聪明。别拼了，快追！是谁在念叨我？你怎么样了？受了点轻伤，问题不大。你到底是谁？我叫秦子，我爹是七武宗的荣誉长老秦烧饼。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呢？是我爹让我保护你的。我也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让你保护我？我爹说他和你爷爷是忘年之交。你爹和我爷爷是怎么认识的呢？你在怀疑我？没有啊。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我爹何等身份，能与老南王交友，已经是放低了身段。如今念着故人之情，关心一下老南王的后人，竟被怀疑是想要高攀南王府。有没有你心里清楚？你如果怀疑我，自己离开便是，我绝不阻拦。走就走，你以为我稀罕和你待在一起啊？放心吧，我回去后会派人送上谢礼的。至于是救命之恩还是不杀之恩，只有你自己清楚。小美人，河道里闹别扭了吗？我帮你嘎了他，你跟着我可好？
愣着干什么？快走！真是个多管闲事的小子。吞噬之剑。御天剑甲。听到身后剧烈的爆炸声，他彻底相信自己错怪了晴子。一定要坚持住，我这就回去搬救兵。你是谁？烧饼没有说话，一个闪身将其击晕。南王大人，何必如此啊？本王女儿被绑走了，你说呢？南王大人，此时恐怕是有人栽赃嫁祸，我齐武宗的弟子断然不可能做出这种荒唐之事。那你让那秦子出来，与本王当面对质即可，是真是假，本王自有分寸。秦子目前并不在宗门内，去了天目山还没回来，对吧？南王大人误会了，秦子并未去天目山，而是去别处历练了，具体去了何处，我们也不知。我听闻你们齐武宗上次去天目山的有3人，就姑且按你们说的只有2人吧。本王想见一见这2人。赵云生和乌岑出来一下，南王大人要见你们。见过南王大人。晴子到底有没有去过天目山？没有。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回大人，晴子没有去天目山。你呢？回答我，有还是没有？没有。再说。突然暴增无数倍的压力，压垮了乌岑心中的防线，让他在一瞬间失去了理智。有。贾大长老，现在你准备怎么解释？我们需要向你解释吗？赵盘龙，你女儿和秦子一起失踪了，你就气势汹汹来问我们要解释，似乎有些可笑了。你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女儿绑架了秦子？放肆！我女儿何等身份，绑架她有什么用？那请问，秦子绑架你女儿又有什么用呢？南王大人，我知道皇室是王朝的主宰，但是您这样胡搅蛮缠，是不是太过了？莫非真觉得这几万王府铁骑能踏平齐武宗？齐武宗这是在向皇室示威吗？既然如此，那我就向皇室宗祠上报此事了。我倒要看看谁才是王朝的主宰。我们走。南王请留步。你是谁？秦子他爹。是你。什么？秦长老突破通天境了？还是第3重？开挂也不带这么晚的吧？你该死！南王何必动怒？如今不是问罪的时候，而是要尽快找到他们，否则这2个孩子可能有危险。你什么意思？我确定秦子应该是和楚云郡主在一起的，但应该不是绑架，而是他们一起遭遇了危险。此话怎讲？其实，在秦子去天目山之前，我曾叮嘱过他，若是楚云郡主遇险，能救则救。笑话！我南王府和你素不相识，也从未有过来往，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女儿？我和南王府的确没有什么来往，但是我和令尊当年可交情不浅。如果严格说起来，你还得叫我一声师叔。放肆！你敢羞辱本王？你不信也罢，反正我也没指望你信。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撒谎呢？我为什么要证明呢？莫非你以为我这样说是为了攀附你南王府？我前些年修炼出了岔子，在弹丸之地的浔阳城蛰伏多年，那么艰难的日子，我都没想过攀你们这门亲戚。现在我修为恢复，什么都不欠，难道还会厚着脸皮来找你们认亲？我也不妨告诉你，我交好的是杨雄老哥，你们这些南王府的后辈，我可不认。就算你现在叫我一声师叔，我也未必肯答应你。这一套小连招下来，彻底给南王整不自信了。莫非他真的是我爹的忘年之交？经过一番苦苦挣扎，杨屠决定嘴硬一把，不管真假就是不认。无稽之谈，休想骗我！你可以不在意你女儿，但是我在意我儿子。如今我要去寻他，你可别拦着。既然招他入宗门，就要相信他。想走没那么容易，一起上，拦住！就凭你们拦得住吗？你们找死！魔龙现世。全是废物！金刚镇魔拳。你又能强到哪去？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云儿，你终于回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那秦子绑架了你？不是，是有人想要杀我，晴子救了我。眼看气氛烘托到这里，烧饼明知故问道：“那秦子呢？他还没回来吗？”我在遗迹里遇到杀手，秦子发现后带着我逃走，但逃了2年半后还是被追上了。最终他独自挡住5个涅槃境的杀手，让我先走。我还以为他已经逃回来了。云儿，你被追杀也是3天前的事情了，那么这3天你在哪里？我逃脱那几个刺客的追杀后，又遇到了一个神秘的黑袍人劫杀，被他打晕了。直到刚刚我才醒过来，救我的是一位散修剑客，但他并没有留名。我听到您发兵齐武宗的消息，于是赶紧过来阻止。这都是个误会啊！秦子不是坏人，他是我的恩人。
好家伙，这晴子不是仇人，反而是恩人，难道真的平白无故多了一位师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说罢，他便呼啸而去。秦爷爷，您放心吧，我会说服我父王一起寻找晴子的。抱歉，我的一点私事给宗门添麻烦了。你是七武宗的长老，你的事自然也是我们的事。多谢了。需要宗门帮忙找晴子吗？不用，我在那小子身上留了一些东西，要找到他还是不难的。我先走一步。宗主平日里沉默寡言，很少对谁笑，莫非？总算是挺过来了。你还是太冲动了，要是当时不与他们硬碰硬，何至于吃这个亏？这不是扛过来了吗？而且还更上一层楼了，再过些日子就能突破涅槃境了。这次也就运气好而已，但凡伤的再重一点，你不一定能挺过来，不能总抱着侥幸心理。知道了，知道了。走吧，我们得回去了，这么久没回去，你爹该担心了。好。想不到老夫运气这么好，刚脱困就遇到这么鲜美的血食。不好，快走！你是谁？我鲜美的血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只要乖乖的被我吃掉就好了。你做梦！畜生可行，平底锅。给我泡！地狱红莲。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怎么会？呵呵，在老夫面前还想跑？师傅，怎么办？拼了！万剑姐，小娃娃，好狠的招数，直接要了爷爷的命啊！不过这样也好，你斩杀了老夫的身体，老夫正好换一具躯体，这可是万年难遇的神体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如果出了事，我爹不会放过你的。死到临头还敢威胁老夫，那你倒是说说你爹是哪位强者，看看我听过没有？我爹的大名你自然没听说过，不过你若敢对我动手，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就算你成为了武帝，也难逃一死。且不说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爹，就算你真的有，他若是敢出现在老夫面前，老夫一只手就灭了他，是吗？你小子还真会挑地方，什么地方不好去，非要到一座封印魔头的地方闭关。我也不知道，我瞧着就是个普通的山洞，于是进去疗伤，谁知道我让你走了吗？神魂炉，你才通天境3重，怎么可能凝聚出神魂炉？这不可能。爹，这是什么神通啊？这不是神通，就是通天境的普通手段而已。你达到了通天境也会有的。晴子信以为真的点点头，他并不知道老爹口中的普通手段，大部分通天境强者一辈子都无法获得。或许这洞府里面另有玄机，进去看看吧。这会不会有危险？为父在这里，你害怕什么？爹，好大的门啊！好险，差点在儿子跟前颜面扫地。爹，怎么样了？这里面有一桩大机缘，当然爹拿去也没什么作用，还是留着，等你以后自己来取吧。我爹刚才将手放在石门之上，肯定是利用了神奇手段，洞悉了里面的情况，此地必有重宝。走吧，你爹让你以后再来，说明你现在还进不去，进去了也没用。好吧。那就是晴子师兄，我以前都没注意，他竟然这么帅。是呀，能拖住5位涅槃境强者，并且成功逃走，这种战绩堪称彪悍。你们说，他和赵云生师兄谁更强呢？赵师兄一直都是宗门第一天骄，但是现在的话真不好说。哎，赵师兄来了！赵师兄，现在很多人都在猜测你和晴子师兄谁更强呢？你怎么看？又没打过，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们都是同门师兄弟，谁强谁弱又有什么关系？赵师兄说的是，不过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还是有必要弄清楚的。后面的路还长，就算真有强弱，那也只是一时的，何必这么当真呢？现在强大的如果骄傲自负，也可能被人超越；现在弱小的如果刻苦修炼，也可以迎头赶上。所以啊，与其关心这些，不如好好修炼吧。赵师兄好有风度啊！众人不知道，前脚还让人倍感亲切的师兄，眨眼间便阴沉起来。我是宗主赵盘龙的儿子，从小就肩负着使命，要做七武宗第一天骄，甚至第一强者。晴子，你休想赢我！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他对亲爱的晴子师弟渐渐产生了某种敌意。尽管他知道不该这样，但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就像无法控制喜怒哀乐。他的内心是很奇怪的，他知道只要晴子输给了他，低他一头，那么他就依旧会把晴子当亲爱的师弟看待。
西武宗1年1度的死亡峡谷考核来临，这次比试让赵云生彻底对晴子动了杀心。死亡峡谷一共分为23层，越是深入，里面的机关和傀儡战士就越强大。一般来说，能闯过13关就已经算不错了。而宗门最强的一批弟子，平均也只能闯到15关，但赵云生去年闯到了17关。老子今年终于打入了第10关。与此同时，各大天才人物的成绩都被公布。乌岑18关，吴秀17关，陆冲17关，左旋18关。赵云生师兄出来了，21关。赵云生师兄居然达到了21关。我听说20关就是涅槃境1重的战力，21关相当于涅槃境2重嘛。纯阳境和涅槃境中间那道巨大的鸿沟，他竟然跨过去了，简直恐怖如斯。看来这次的第1还是赵师兄了。众人兴奋的议论让赵云生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晴子师弟应该是闯得比较艰难，毕竟是第1次，也许是在第19关卡住了。等他出来，我要怎么安慰他呢？可以说他年龄还小，不用着急。快看，晴子师兄出来了！我的老天鹅，晴子居然闯过了23关。晴子师弟，恭喜啊，通过了23关。据说宗门会有特殊奖励呢。是吗？我都不知道呢。刚才在修炼一种武学，进入了忘我的状态，稀里糊涂就通关了。是吗？秦师弟还真是刻苦呢，难怪能通关。师兄也应该向你学习。客气了，师弟。我刚才战斗的时候，突然有了一点感悟，我先回去闭关了。赵云生前脚刚起，往日里奉承他的师弟师妹们便将晴子围了起来，大张旗鼓的献殷勤。我怎么可能输？我不甘心。好了，该适可而止了。爷爷，输了就输了，没什么大不了。这世界之大，比你强的人多了去了。不说别的，光是这九阳王朝之内，就有几个年轻怪胎是你很难战胜的。我想你心中也有数。既然如此，又何必执着于别人比你强呢？其他的我不管，我也没想过当王朝第1，但是在这七武宗，我必须成为第1。那你倒是成为第1啊！一句话直接让赵云生哑口无言，羞愧难当。这晴子的天赋的确比你高，而且还不止高了一点。如果不出意外，你这辈子都无法超越她，甚至只能活在她的阴影之下。现在你有2个选择，要么放弃和她争锋的心态，今后安心辅佐她，跟随她振兴宗门；要么除掉她。只有这2个选择吗？有2条路。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因为我和你爹足够强，所以你才有2条路可选。如果你只是毫无背景的普通弟子，你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再不甘心你也只能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最终恐怕还会被斩杀掉。可是这种同门相残的事情，若是败露，恐怕我们这一脉会成为过街老鼠。而且秦烧饼长老似乎也不是省油的灯。你以为我是要杀掉他吗？杀人这样的手法太低劣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说的除掉他，是从天赋上除掉他，让他再也没有和你争锋的资格。这是什么？这是6品丹药大恶丹，一旦服下，就会潜移默化地瓦解人的天赋，最终让人沦为废材。而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是慢性的，会在2-3年内慢慢发挥作用，并且服用之后会完全融入身体，根本查不出丝毫痕迹。你只要将这丹药泡在茶水中，给晴子喝下，就算解决了这个大患。去吧，找个机会请晴子喝茶。知道了。第2天，晴子收到一个意外之喜，因为她通过了23关。几位太上长老商议后，决定破格让她进一次涅槃池。涅槃池是七武宗的宝地，纯阳境武者进入里面可以得到巨大的好处，只要天赋不是太差，必定能突破涅槃境。哼，那光柱好粗啊！是晴子师兄突破涅槃境了。小绿，怎么了，赵师兄？你去请晴子师兄来喝茶，就说是我祝贺他突破涅槃境。哼，赵师兄，你找我？恭喜师弟突破涅槃境。说起来，你是我们七武宗这一代弟子中第1个突破涅槃境的，可喜可贺啊！侥幸罢了。要不是宗门慷慨，让我进了涅槃池，不知道还要多久呢。我不久前在一处山谷找到了一棵罕见的茶树，你尝尝。就在晴子准备动口时，却想到了第4级父亲给他的教导，于是立马停了下来。晴子师弟，怎么了？没事没事，突然想起一点事情，有点走神了。你怎么不喝啊？莫非是嫌弃师兄的茶叶太差了，难以下咽？哪里，那你怎么不喝？莫非是怀疑我给你下毒？赵师兄在天目山那边就极力维护我，即便是面对南王的质问，依旧顶着压力为我开脱，他值得我赌一次。赵师兄的为人，我还信不过吗？这茶怎么样？好喝吗？不错，最初有点苦，但紧接着开始甘甜，最终化作淡淡的芬芳，回味无穷。哈哈，既然你这么喜欢，剩下的茶叶我也送给你了，就当庆贺你突破涅槃境。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让你拿着就拿着。那就谢谢师兄了。足足交谈2年半后，晴子愉悦的离开了。
留下赵云生一个人站在悬崖边。许久后，他笑了，这种笑带着某种解脱，更有深深的自嘲。年纪不大，胆子挺大的。他终究是没能忍心，特别是当晴子喝下那杯茶的时候，他心中无比的庆幸，甚至后怕不已。幸亏他没有下毒，这愚蠢的师弟明明产生了怀疑，却还是选择了信任他，连命都敢拿出来赌，这样的信任又岂能辜负？爷爷说的没错，我不该执着于七武宗第一。相比于整个世界，七武宗算什么？甚至九阳王朝又算得了什么呢？世界这么大，我也该去看看了。几天后，赵云生所在的山峰，一道金色的光柱冲天而起，他也突破了涅槃境。然后他当着所有宗门高层的面，请求离开宗门远游历练。第二天，很多人都来送别，不仅是弟子们，就连长老，甚至那深不可测的太上长老都出现了几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宗主赵盘龙，也千叮万嘱，将很多保命的宝物和丹药交给儿子。赵师兄，是我对不起你，要不是我，你也不用。你就自恋吧，你以为是你把我逼走的？真是异想天开！你是涅槃境，我现在也是涅槃境，能怕了你？你师兄我是想出去闯荡了，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仅此而已。说罢，他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别想了，儿子，这样是最好的结果。水清柔意外捡到大恶丹，不死后竟觉醒了九阴煞体，并被太上长老收为亲传弟子，地位也水涨船高。但他的哥哥却成为了过街老鼠，不少弟子嘲讽他靠女人吃饭。外门弟子水清寒拜见祖师。不必多礼，你既然修炼了我的传承，叫一声师傅更合适。我这辈分恐怕不合适吧？我说合适就合适。徒儿拜见师傅。这具身体终究太弱了，还无法承载我强大的神魂，如果强行进入，定会崩坏。看来夺舍的时间还得拖延一阵。师傅，您怎么了？没事，就是被那孽徒关得太久了，修为跌落，有些撑不住了。可恶，我一定要杀了那个欺师灭祖的叛徒，为您讨回公道。别想那么多，你如今的实力，想杀他还差得远呢。不如先修炼到至圣境，将为师从这不见天日的地方解救出去。遵命。通天境6重的魔头，是时候关门放儿子了。只是可怜了水清寒还在吃对方的大饼。爹，您带我来这里做什么？下面有一个被困住的魔头，你敢下去戏耍他们？有您在，我当然敢。你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羞辱他、挑衅他，甚至可以朝他撒尿，不要有负罪感，因为这是一个曾经掀起腥风血雨的魔头，不知残害了多少生灵。我知道了。也就放个屁的功夫，远处便传来一声恼羞成怒的咆哮声，这咆哮中蕴含着浓浓的不可思议、不知所措以及尊严的崩溃。爹，您的儿子惹上了通天境6重的大魔头，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至通天境6重，并且同境无敌。小子，你如此羞辱老父，当真该死！儿子，你做了什么？将对方气得半死。我刚下来，他就蛊惑我，跟我讲故事，说他是宗门的祖师爷，被孽徒背叛关在了这里，说的跟真的一样。我看他这么会编故事，于是将计就计，说自己也被师妹背叛，身败名裂，然后他就要收我为徒，我也假装答应了。随后就在他等待我跪下拜师，甚至已经开始得意的时候，我一泡尿滋在了他脸上。这老家伙当场就愣住了，我先问他味道甜不甜，然后继续嘲讽他，最终他就这样了。好家伙，这道小连招隔谁他也受不了啊！你们到底是谁？我是谁？你这样的蝼蚁还没资格知道。区区通天境6重就敢如此狂妄，当真是无知无畏。若是在老夫巅峰时期，你这种蝼蚁，老夫一脚能踩死一大片。这么说，你以前很强了。既然如此，那我们打个赌。什么赌？我帮你恢复修为，如果你恢复到巅峰，能打败我，那么我自然无话可说。如果到时候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那你就当我的奴仆。既然你要自寻死路，那老夫和你赌这一把。你需要什么？这样吧，你给我寻来一些补充精气神的灵丹妙药，还有零食，越多越好。等着吧。爹，难道您就这样相信他了？要是他到时候不守信呢？还能如何？杀了便是。既然您也不相信他，为什么还要帮他恢复修为？哎，生活太无聊，找点乐子玩玩不是挺好吗？你问问你师傅还有没有多余的丹方，我再去注册几张，换点资源。有的。前辈，您之前放在这里的3张丹方卖疯了，如今已经是炼丹师协会最富有的大师。不错，这次把这个6品丹方也挂在炼丹师协会吧。前辈，这些丹方你是在哪弄来的？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大墓里搞来的。看来我也得展开行动了。我风雷谷100年一结果的春雷谷成子，特意邀请王朝各路天骄前往风雷谷参加春雷大会。秦长老，那今年就由您带秦子和水清寒前去吧。好的。快看，那是什么？好酒，好酒，好大的鸟啊！年轻人，里面有事吗？老伯的坐骑有些罕见，不知是何等异兽。这贝兰货啊，它叫滚滚，据说是传说中的食且兽。老伯好福气。
是啊，我是修了8辈子的福气，才得到这样一只完美的坐骑。在下七武宗长老秦少炳，不知老伯如何称呼？我呀，无名之辈，不说也罢。这2个娃娃倒是不错，好好教导，或许成就不俗。老伯谬赞了，我们准备前往风雷谷参加一个盛事，老伯要不要去看看？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这老家伙就不掺和了。滚滚走得慢，我们这2只丧家之犬，走到哪里算哪里，哪天走不动了，也就躺下了。年轻人，有缘再见吧。爹，这老头儿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能有多厉害？南华剑宗、北水剑宗、血日刀宗、炎阳山、西王府、南王府等诸多势力纷纷现身风雷谷，联合下了一盘大棋。钱长老，久仰大名，真是闻名不如一见啊！客气了。你们七武宗怎么只来了3个人？你们的请帖上可是只写了这2个弟子的名字，其他人怎么好意思了？啊，我们糊涂了，是我们没有考虑周到，实在是这2个小家伙名声在外，我们风雷宗的前辈们都想见见，所以请帖上疏忽了。我还以为是你们的春雷果不够分，所以少请一点人呢。让秦兄见笑了。秦爷爷，原来是楚云呐。那个，上次是我太激动了，谢谢秦子救了楚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我回去之后想了很久，我爷爷的确有那么一位忘年之交，是我误会您了，师叔。现在不觉得我贪图你们南王府的荣华富贵了？在您面前，区南王府哪里敢谈什么荣华富贵啊？你有这个觉悟，我很高兴。不过过去的都过去了，如今杨雄老哥已经不在了，我也不想和你们南王府有什么交情，好聚好散吧。师叔，我知道我之前的所作所为让您失望了，但是您和家父是忘年之交，而且秦子又救了楚云的命，我们2家的关系就摆在这里，就算您不承认，我也认定您了。大皇子驾到！老九柳青山代表风雷谷上下恭迎大皇子和在座的各位。今天前来的都是九阳王朝年轻一辈的翘楚，为此我们为所有的人都准备了一颗春雷果。如果大家还想要更多的春雷果，则可以说出自己对于武道之路的见解，从而启发其他人，而让大家得到启发最多的人将获得奖励。在下马桶盖子发表一点浅见，我认为修炼最重要的是修心，一颗强大的道心可以横渡苦海，最终登临巅峰。小女子柳如霜见过大皇子。面对贴脸开大的美女，杨齐天却选择了无视，反倒是水清寒引起了他的注意，这让柳如霜很是不忿。你就是七武宗太上长老新收的弟子水清柔吧？有事吗？清柔妹妹既然是七武宗太上长老的高徒，肯定对武道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吧？为何不上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不行的，我修为太弱了，对修炼也没有多少感悟。轻柔妹妹谦虚了，能被七武宗的太上长老看中，岂能没点真才实学？虽然很多人都说你被收徒是因为觉醒了神秘的体质，但我是不信的，又不是差你体质，怎么可能凭着体质上位呢？你给老子闭嘴！你是谁？七武宗亲子。原来是七武宗的首席弟子啊，难怪气焰如此嚣张。但是这里可不是七武宗，不管是在哪里，总要讲讲道理吧。实力就是道理。真巧，这玩意我随身携带。这就是你欺侮他人的资本吗？记住了，不管是在哪里，我秦子的师妹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你真以为刚才那就是我的全部实力？我管你有多少实力，今天不给师妹道歉，我撵得你稀巴了。秦子师兄，算了吧。师妹别怕，有我在，没人可以欺负你。够了，此事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凭什么？不凭什么，就凭这是我说的。你说的？那么请问你又算什么玩意儿？有何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大胆区黄口小儿，竟敢挑衅皇子，蔑视皇威，是要找死不成？原来这就是你啊，一个只会躲在老太监身后耍威风的废物，庶子找死！就凭你！冒犯皇威，当诛！在我面前就想杀我儿子，这位屌丝好大的官威呀！你确定要与皇室为敌吗？一个不孝子死了，还能再生一个，而一步走错，就永远无法回头了。你不要自侮。你有取死之道。咱家怕你不成，今日便收拾了你，我看七武宗敢说什么。群龙乱舞。带他回去吧，年轻人的纷争败了就是败了，没什么好说的。我儿秦子做的也不算过分。这能咋
终于死了。他看似什么都没做，其实已经完成了父皇交给他的2个任务，而弄死这个吃里扒外的老白眼狼就是其中之一。唯独失算的是，他好像真的爱上了那个七武宗的少女。算了，为了家族的千年大计，我还是暂时将儿女情长抛到一边吧。等皇兄大功告成，我也就圆满了。师叔，这下恐怕麻烦了。杀人者人恒杀之，辱人者人恒辱之。这大皇子要羞辱我儿子，被我儿子正面击败，没什么好说的。而这老阉人要杀我儿子，我杀了他也天经地义。师叔，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啊！连我都在讲道理，别人还能不讲吗？这句话让其他人一头雾水，只有晴子秒懂，大概就是我这么强都在讲道理，其他人难道还敢胡搅蛮缠？莫非是找死？钱长老，这件事终究是出在我们风雷谷，我们也不能置身事外。若是皇室真的要对七武宗宣战，我们或许会施以援手。这柳青山是柳如霜的父亲，怎么还反倒帮我们呢？莫非这就是宗门大义？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商儿，你觉得杨齐天怎么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草包一个。那秦子呢？还不错，这性格我挺喜欢的，比较有担当。实力虽然弱了点，但毕竟年纪小。只是没想到这秦子竟然这么轻易就打败了杨齐天，倒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说起来，秦长老才是关键。若是他不出手，光是小辈之间的纷争，皇室是没有足够的理由出手的。而秦长老杀了寒雕寺，2件事情加在一起，皇室就有理由出手了。爷爷那边真的可以说服其他宗门的太上长老吗？对我们来说，这是测试皇室底蕴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只是风雷谷出手，他们自然会有所顾虑，但是6大宗门一起出手，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因为皇室也不可能同时对6大宗门出手，而这种试探皇室底蕴的机会，他们怎么会放过呢？可是皇室要是早有防备，故意藏拙怎么办？应该不会，这2000多年来，主脉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也想不到，最近200多年，主脉会因为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突然派人过来监视他们，而且还渗透了6大宗门。如果不考虑主脉的因素，他们就没必要藏拙了，因为示弱的老虎会被豺狼群起而攻，到时候他们就连在这片枯败之地都无法立足。这么快就回来了，收获怎么样？秦子有没有技惊四座，大出风头？不仅出风头了，还闯大祸了。很快，宗门开启了最高会议，然后里面爆发出了好几道恐怖的气息，甚至有骂骂咧咧的声音传出，剑拔弩张。但最终，在赵芙蓉强硬态度下，七武宗决定力保烧饼父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烧饼却出奇的淡定，因为他一直没等来系统的提示音。看来这次的春雷大会有猫腻，而那大皇子杨齐天应该是故意败的。那魏雕寺也许是皇室本就想要除掉的，他们要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清除卧底，所以接下来看戏就行了。说到看戏，最近怎么不见水清寒那小子了？莫非是对老魔头起了戒心，出去避风头了？轻柔，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哥哥已经离开七武宗了，不要难过，因为我很开心。其实我一直渴望独自去冒险，去更广大的天地去闯一闯，但之前一直放心不下你。现在好了，你成为了太上长老的弟子，有太上长老护着你，我也不需要担心什么了。好好修炼，不要给我丢脸。你虽然觉醒了强大的体质，但是哥哥我现在可是很厉害的，将来还会更厉害，厉害到超乎你的想象。最后告诉你师父，说碧云峰右侧的第4个无名小山头中有一个天坑，里面潜藏着一个可怕的老魔头，疑似宗门叛徒。今天有点累了，还是明天再告诉师父这件事吧。水清寒这小子过河拆桥，先发制人出卖了可怜的老魔头。不出意外，这老魔头明天就要被宗门收拾掉了。我得抓紧时间，连夜带秦子去薅羊毛。没想到倾尽毕生之力培养的载体，却在临属之际飞走了，我不甘心啊！小杂种，又是你！最近有点上火，你多担待。你低能，说好的帮我恢复功力，莫非是要反悔？哼，说话要讲证据，小心我告你诽谤。很好，很好啊！话音落下，大魔头贪婪的吞噬丹药和灵草，刹那间便恢复至阴天之形。老夫自由了，老夫终于自由了！老东西，你终究还是锁不住我。老头儿，你疯了吧？自由了又怎么样？以后还不是得做我的仆人，鞍前马后伺候着。真是天真，你该不会以为我会遵守那个约定吧？明神几，地几定乾坤。老爹救我！老杂毛，你没吃饭吗？是令。听说你想不遵守约定，是又如何？你来的正好，老夫将你们父子一起斩杀，然后获得自由。你可以试试三花镜。随着莲花显现，烧饼的气息直接暴增了3倍不止，顿时将老魔头吓破了胆。我操！你怎么会这么强？说吧，你想怎么死？我别杀我，我愿意做你儿子的贴身奴仆。
之前给你机会你不要，现在晚了。这都是你逼我的。哼，我想要你3更死，阎王也不敢留你到5更。我不甘心呐！老魔头死后，烧饼布置了一下环境，制造出老魔头逃走的假象。第二天，赵福龙召集人马来到了天坑之中，结果却发现对方已经逃走，于是此事不了了之。2个小时半后，七武宗来了足足20几位太上长老，每一位都是通天境巅峰的存在。你就是烧饼？正是。你知道我等为何而来吗？应该是帮七武宗抵抗皇室的压力。哼，你还知道啊？此事因你们父子而起，我们这些老骨头是为了你们才跑这一趟。怎么，现在你们父子连一点敬意都没有吗？此话怎讲？见了前辈，为何不跪？我这身本事并非七武宗所教，而我加入七武宗的时候，也和宗门约定过，我们父子见任何人都不用跪。赵襄，是这样吗？的确有这么个约定。就算有，那是你们七武宗内部的约定，我们千里迢迢赶来为他擦屁股，已经是屈尊降贵了，让他行个跪拜之礼，不过分吧？干！好一个大义凛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点道理3岁小孩都知道。莫非你们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来？自己心里没点数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我爹真的给你们下跪，你们恐怕也受不起。放肆！区小辈竟然如此不知礼数，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今日老夫就好好管教一下你。实力一般，口气倒是很大，管教我儿子，恐怕还轮不到你吧。此人怎么会这么强？秦长老，你的实力恢复了一点点，恢复。故弄玄虚罢了，别以为得了几种大机缘就天下无敌了。无论你们信不信都没关系，秦某也并非固步自封之人，也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你们毕竟来者是客，刚才的事我就不追究了。你们与皇室之间的博弈，我不参与，你们看着办。我之前帮你们推动计划，现在你们帮我善后，我们两不相欠。此话一出，这些6大宗门的掌权者脸色微变，纷纷忌惮地看向烧饼，意识到眼前之人不简单。圣旨到，七武宗太上长老出来接旨。我们走吧。七武宗太上长老出来接旨，终于肯出来了。不知皇室有何旨意？七武宗长老秦烧饼杀死内务府总管韩雕嗣，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其罪当诛。今日必须当众处死他，并且由你们亲自执行。什么？要杀秦长老，还要太上长老亲自执行？这不是杀人诛心吗？皇室这次的旨意有些过分了。今天我们若是接了这个旨意，让七武宗的弟子们怎么看我们？让那些想要加入七武宗的年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看那是你们的事，与咱家无关。圣旨就是这样，你们只能照办。皇室今天是不给我们七武宗活路吗？有路走就不错了，还挑3拣4，莫非你还想和皇室谈条件？今天这事还真得谈谈。螳臂挡车，七武宗，我劝你不要自误。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那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什么后果？灭宗。好一个灭宗！皇室不愧是皇室，任何时候都睥睨天下，为所欲为。怎么，你们也要帮七武宗违抗皇室的旨意？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是皇室这次的做法太过分了，让人想袖手旁观都不行。是啊，今日七武宗被皇室压迫，若是我北雪剑宗沉默了，他日皇室对我北雪剑宗出手，谁又能帮我们？正是如此，我们与七武宗共进退。在几十位通天境巅峰的威慑下，皇室的千军万马顿时显得苍白无力，但为首的老者并没有慌张。好啊，那今天老夫就看看你们能顽固到几时。恭迎老祖宗出手。恭迎老祖宗驾临。当看到这道身影后，6大宗门的太上长老们纷纷露出忌惮之色，但与此同时，心中也默默地笑了。看来皇室确实衰败了，当初的至圣9重强者，如今竟只是至圣2重。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皇室还没有找到抵抗枯败之地侵蚀的办法。所谓的枯败之地，里面有一股无形的负面能量，会潜移默化地侵蚀至圣境的强者，让至圣境强者不断衰败。那2个年轻人呢？什么年轻人？不要紧张，我这次来不是兴师问罪的，皇宫那些小家伙胡闹，我这活了2000多年的老家伙，不至于和他们一起胡闹。死了一个以大欺小又技不如人的阉人而已，竟然搞出这样的阵仗，我都替他们脸红。好家伙，这到底是谁家的老祖？2位小友可吼出来一件。看在我这把老骨头跑一趟的份上，也该可怜可怜我吧。
这秦烧饼是何等人物，竟让至圣境强者如此恭敬？秦小友，幸会，这就是秦子吧？果然一表人才，天纵之姿。这是老夫的修炼手札，还请不要嫌弃。收下了，小子，不知老哥有何贵干？老朽常年闭关，近期出关，就听见了小友的传闻，心中好奇，便想来结识一番。这样说来，老哥不是来杀我的？小友说笑了，别说老朽年老体衰，就算是巅峰时期，也未必杀得了你啊。老哥谦虚了，来者是客，咱们下去说吧。你们回去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告诉皇帝，别一天咋咋呼呼的。见皇室撤退，达到目的的各大家族也纷纷满意离去。秦小友，我这次来主要是代表皇室杨家和你交个朋友，当然我们杨家交朋友也并非空口白话，自然是带着诚意的。我们掌控着一口神奇的灵池，据说是远古时期一头陨落的异兽所化，池子里生长出的灵液可以提升身体资质。这灵池10年开放一次，每次有5个名额，我准备送给秦子1个名额。这不太合适吧？的确不太合适，如果太合适，那就不叫诚意了。烧饼微微一愣，发现秦子眼中露出渴望之色，并且期待地看着他。没出息，你这个朋友我交了。秦老弟，之前是我眼拙了，让你屈尊当我七武宗的长老，实在是委屈你了。不知你愿不愿意成为七武宗的太上长老？我只是七武宗的荣誉长老而已。之前我也说了，这里只是我暂时的落脚点，我并不会一直待在七武宗。我就知道你这样的人不会留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应该不是九阳王朝的人吧？对了，宗门内部有一座宝库，是祖师爷留下的，您带秦子进去挑选2件宝物，也算是宗门的一点心意。太上长老有心了。恭迎2位驾临，陛下客气了。老祖宗交代了，直接带秦子去灵池。好，你带他去吧，我四处逛逛。各位宗祠的前辈，晚辈奉老祖宗之命，带秦子前来灵池。进去吧。灵池之中有3人，分别是被秦子打败的杨齐天和他的弟弟妹妹。但出乎意料的是，杨齐天并没有为难秦子，反倒是他的3弟剑拔弩张，似乎是常年遭受天大的委屈一般。滚出去！是你们皇室的老祖宗让我来的，赶紧滚！眼看对方嘴里喷不出好饭，秦子不再理睬，毕竟是在别人的地盘。你似乎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把你的话当耳旁风？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已有取死之道。三弟，这可是老祖宗请来的客人，你今天若是动手，恐怕难逃责罚。你这个废物，败给了这样的蝼蚁，给皇室丢人现眼，也有脸在我面前说教。三弟，对大哥说话何必如此刻薄？纵然你是皇室公认的第一天骄，也应该知道长幼尊卑。二皇姐还是闭嘴的好，因为我对大皇兄说的话，对你同样适用。要出手随你，但是我提醒你，若是打碎了这家族传承了2000年的灵池，你承担不起。现在滚出灵池，我可以原谅你刚才的放肆，否则出了灵池，你后悔都来不及。你真是个半鼠。小小见解也敢猖狂。好强，这股恐怖的压迫感，莫非是至圣级别的兵器？幸好儿子不在，不然就丢脸了。那是青莲老祖宗的青莲剑。自从青莲老祖宗作画，此剑已经沉寂1000年了。据说这把剑无比清高，只认品性高洁的人为主，皇室这么多年都没人能让他追随，也不知是哪位高雅之辈将其给收服了。恭喜小友收服神剑，这把剑自从我的好兄弟陨落后，已经沉寂了1000多年了。无数杨家的年轻人都尝试让他认主，可是此剑品性高洁，刚正不阿，只追随真正的君子。不知小友是用了什么方式让他认主的？你觉得呢？是我老糊涂了。朱雀皇室拜会九阳，渣渣们快点出门迎接。二弟，九阳皇室来历非凡，当年底蕴无比深厚，我们这样贸然进犯，会不会来历非凡？不过是一个被主家抛弃后发配枯败之地，永无翻身之日的衰败家族罢了。大过年的，何人在此选废？早就听闻九阳王朝大名，今日特来讨教。如何讨教？我们赌一场，用我朱雀王朝的朱雀湖赌你们九阳王朝的九阳山。如果你们输了，我就将九阳山搬走；如果我们输了，你们也可以去将朱雀湖搬走。怎么不敢吗？若是九阳皇室已经懦弱到这个地步，那也不用赌了，我直接将那座山搬走就好。你敢？朱雀皇朝好大的口气啊！你要怎么赌呢？想必您就是杨自在前辈吧？还真是世事无常了。当年在东域都赫赫威名的强者，竟然落得如此田地。不过这也怪不得别人，谁叫你们这一脉管教无方，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大魔头呢？不要说废话，想怎么赌
按照惯例，老一辈出手破坏太大了，自然是让年轻人来比试。我们3局2胜如何？如你所愿，跟我去九阳山吧，那里的站台比较坚固。闻听此言，对方立马脸色巨变，因为那里有至圣境巅峰强者布下的阵法，对他来说危险很大。怎么不敢？哪里的话，前辈的信誉我还是信得过的，那就去九阳山吧。我们九阳王朝的3位参战者来了，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开始吧。你们自行挑选对手。我与你一战。来吧！朱雀之火，焚天灭地。九阳巡天，炎阳诀。九阳劫灭指。雕虫小技。怎么会这样？我竟然败了！九阳王朝这个二公主竟然这么强，剩下2个，你先选吧。为什么不是你先选？我先选了，那就没有第3场了。那正好，我拭目以待。小子，你过来和我一战。你这样的态度似乎有些不尊重人。尊重是留给强者的，弱者不配得到尊重。你说我是弱者，难道不是吗？好一个狂妄之徒！那就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弱者。半生朱雀。装神弄鬼，好。分后。天罡童子功。现在你说说，谁才是弱者？滚，给我滚！哼，冥顽不灵。杨胜天仰天怒吼，剧烈的挣扎，犹如一只4脚朝天的乌龟，根本站不起来。我恨，我不甘心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九阳皇室的皇子不过如此，不仅是他的对手，就连皇室众人也大多露出羞愧之色，为这位3皇子感到丢人。他作为皇室第一天骄，平日里不是飞扬跋扈、狂傲霸道吗？怎么关键时刻这副熊样？只有少数人眼中闪过一抹复杂和愧疚之色，比如老祖宗和二公主杨婉莹。现在双方是1胜1负，开始第3场吧。小子，出来受死！就凭你！好玩！我要你死！二弟帮我，还请前辈不要插手，否则我也会出手。我若是出手，这皇城还能有多少活口，就不好说了。至圣境的力量，前辈比我更懂。给我死！老爹救我！你是谁？莫非你也要阻止我杀这小畜生？我是他爹，你说呢？既然如此，那就连你一起杀。死不了。敢杀我兄弟，你想怎么死？要杀我，你还不配。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莫非你以为根基雄厚一点，再靠着一把至圣神兵和一种增幅力量的秘法，就能和真正的至圣强者抗衡吗？至圣境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爹受伤了，爹怎么可能受伤？爹不是无敌强者吗？为什么会败？有，就这点实力吗？这就是你在我面前嚣张的资本吗？有些人心比天高，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最终只能活得像一个笑话。现在就让我来结束你这个笑话。住手！你若是敢杀我爹，我秦子发誓，只要我不死，将来必要屠尽你全族，杀尽你亲友，将与你有关的一切都毁灭。小小蝼蚁不知死活。老爷爷，快救救我爹！你爹已经将你托付给我了。托付？什么意思？难道我爹这次必死，所以老爷爷注定不会救我爹？眼瞅着对方要对他爹进行致命一击，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再次怒吼起来：“你个老变态，有本事来杀我！你以为我没发现吗？你这老变态，一直都在色眯眯的盯着你侄女儿，图谋不轨。”此话一出，所有人大惊失色，然后下意识地看向朱雀王朝那位公主。这位公主则是身体一颤，脸色苍白起来：“我杀了你侄儿，你为啥刚才不想杀我？因为你侄儿也盯上了你侄女儿，而我帮你这老变态铲除了这个情敌。你哥哥刚才被杀，你也是故意不救的吧？因为你哥哥死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霸占你侄女儿了，真是肮脏、龌龊、恶心！你给我去死！”
魔龙现世。至圣境，你怎么可能是至圣境？至圣境很高吗？狂妄，莫非你真以为吃定我了？日月同辉，好可怕的力量！恐怕这一击就足以将整个地都夷为平地。雕虫小技，真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吞之秘技，打得施法，千年杀。你不讲武德，玩不起。吞之秘技，电光毒龙钻。这一战过后，朱雀皇朝彻底从世间消散而去。这次麻烦老哥了，哈哈，举手之劳。爹，刚才的情况是，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我的确是故意受伤的，因为我想看看，没有了我撑腰，你还有没有独自面对至圣境强者的勇气？毕竟依靠别人而获得的勇气，根本算不得勇气，充其量是狐假虎威罢了。而在没有了依靠之后，依旧敢于直面不可战胜的敌人，这才是真正的胆魄。事实证明，你做得很好，没有让我失望。爹真的太辛苦了，无时无刻都在培养我。不过老弟，你这演技太好，实力也隐藏得太深，连我都没看出来。要不是你提前就将计划告诉我，我都会以为你真的受伤了。高，实在是高，小道而已，不值一提。你这家伙，起来吧。其实我并不讨厌你。晴子愣了一会儿，猛然转头看向那道身影，却发现对方已经走远了。老祖宗也看了那位背影一眼，眼中闪过一抹复杂之色，最终叹息一声：杨胜天的确不讨厌晴子，之前针对晴子的做法，只不过是他一直以来的作风习惯，又或者说是一种发泄。这种烦躁并不是来自于其他人，而是来自于他的家族，因为他发现家族有事瞒着他。从小他便是皇室公认的第一天骄，而且他也信以为真，为此洋洋得意，自视甚高。但是他渐渐发现，他的大哥、二姐，还有一些同龄人，虽然表面上让他3分，但是内心似乎并不怕他，甚至有时候他隐约间似乎看到，这些人看他的眼神中，似乎有几分怜悯，就好像是在看一个选拔中的失败者，又好像是在看一只被遗弃的流浪猫，看一个可怜的小丑。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他得知他被家族的计划剔除在外后，他开始飞扬跋扈，目无尊长，心狠手辣，几乎所有让人厌恶的缺点他都一一占尽。他知道这个忍辱负重的家族有太多隐藏的英才，所以需要一个真正的傻子，而他就是这个傻子。他所不甘的是其他人的隐忍，将来在家族的历史上会变成隐忍的典范，而他的隐忍，后世所有人都会认为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就算他哪天被人打死了，也只是作为一个纨绔子弟被打死，而不是为了家族的复兴大业而牺牲。可是即便是这样，他依旧选择了沉默，因为秘密被说出来，家族多年来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所以他只能是一个弃子，一个沉默的弃子，一个对不起任何人，但绝对对得起家族的弃子。所以他谁也不怕，他谁也不敬，就算是老祖宗又如何，他愤怒起来照样骂，就像在凌迟中骂他大哥那样，因为整个家族都欠他的。而不管他什么时候死去，他的任务都完成了，他的任务就是活着让人厌恶，死后让人笑话。弃子啊，他演得好辛苦，但对这个家族，他却爱得深沉。你感受到了什么？我感受到宁静之中似乎有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似乎要抓住了，但又抓不住。其实他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他不想让父亲失望，于是就不懂装懂。孺子可教也，慢慢来。当你抓住那种感觉之后，会有大收获。烧饼神秘一笑，其实他就是在忽悠。如果你没感悟到，那是你功力不够；如果你真的悟出点什么，那也是我指导有方。爹，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小子，爹要闭关休养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了，爹。对了，我师傅他想见见您。你师傅不行吗？怎么会呢？主要是第一次见面，爹也没准备什么礼物，怕怠慢了你师傅。不用的，秦大哥你好，我叫叶凌霜。多谢你一直以来对小子的照顾。啊，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该做的。这么久都不见你出来，怎么突然就想到出来见我了？因为我有事相求。秦大哥，我是不是太冒昧了？没有，我是在担心，以我现在的状态，若是帮不了你，那就丢人丢大了。这样啊，秦大哥多虑了。您虽然没有了曾经的修为，但意境和眼界还在啊。到底是什么事？你说说看。请问秦大哥，有一言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刚说完，他就差点扇自己2个巴掌。人家说的明显是修炼上的事情了，自己却回答的驴头不对马嘴。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叶凌霜闻言身体一颤，然后露出若有所思之色。多谢秦大哥解惑。举手之劳罢了。东域薛家2公子驾临，七武宗出来迎接。东域薛家2公子驾临，七武宗出来迎接。老夫赵福龙是七武宗太上长老，请问驾临我七武宗有何贵干？
你就是赵福龙。本公子听闻你收了一个徒儿，兵器御夫，国色天香，身怀特殊体质。阁下说笑了，小徒姿容虽然还不错，但也算不得惊艳，也就在这区区七国之地还有点名气，哪里入得了阁下的法眼？好一个算不得惊艳！不过既然本公子已经来了，总要见上一面的，该不会本公子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吧？既然如此，那我就让我徒儿出来见见二公子。片刻之后，水清柔出来了，她一身飘逸的纱裙，难掩傲人的身段，犹如一朵凌波的青莲，纯洁无瑕。只不过那脸上却带着一块青黑色的胎记，瞬间破坏了美感，甚至显得有些狰狞。我操！我在天风王朝那边就听闻姑娘气质脱俗，风华雪黛，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在下还有要事告急。草率了，我早就该想到的，世人皆喜欢以讹传讹。七武宗自己吹嘘了几句，然后其他人就开始跟风，吹嘘的人多了，丑女也变成美女了。根据那无良的家伙所说，风雷谷有个柳如霜，生得姿容俏丽，不妨去看看。来都来了，居然不送个经验包再走，这个世界的人都这么珍惜生命吗？秦大哥，你有伤在身，还是赶紧调养吧。我先带小紫出去历练一段时间。那麻烦你了。不麻烦。爹，我先走了。接下来就放任秦子自己去历练了。这小子运气好，又有叶灵霜保护，基本不会有什么危险。等他实力再提升一些，就可以考虑带他离开九阳王朝，到东域作死了。一晃眼2个月过去，九阳王朝内发生了2件大事。第一件事是那个东域来的薛家二公子在风雷谷调戏柳青山的女儿柳如霜，被柳如霜暴打了一顿。但这家伙不仅不生气，反而借着养伤的名头赖在风雷谷不走了。第二件事是王朝内最近崛起了一个丧心病狂的盗墓贼，很多大家族的祖坟都被盗了。莫非是那个家伙？又没挖到丹方，或许我应该向秦前辈请教一下，他能挖到这么多丹方，必然有特殊的方法。庞启，有事吗？我就是想请教您，要怎样才能挖到丹方呢？说来惭愧，我挖了这么多墓，一张丹方都没找到。好家伙，这是把我当成盗墓大师了。你相信坟墓气运吗？庞奇大师一愣，他本来是不相信，但是想起这段时间的经历，他信了，因为他就有某种诡异的运气，在坟墓中遇到各种危险，都能化险为夷。你进入墓地中，往往可以化险为夷，怎么都死不了。但是你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会按照你想的那样来，对吧？前辈真是料事如神，我要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又要怎样才能挖到丹方？这其实也不难，坟墓气运并非完全不可掌控，不过这需要你的心和盗墓这件事契合在一起，从而和坟墓气运产生共鸣。此话怎讲？当你为了丹方而盗墓的时候，你的内心只想着丹方，从而排斥了盗墓这件事，自然无法得到坟墓气运的认可。而当你一心想着盗墓，为了盗墓而盗墓，对盗墓这件事投入崇高的敬意，那么坟墓气运自然会眷顾你，到时候丹方自然就出现了。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话音刚落，庞奇大师身体狠狠一颤，犹如雷霆灌顶，脑海中豁然开朗。多谢前辈指点，晚辈告辞。这家伙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听。至圣境4重的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无疆、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至圣境4重，并同阶无敌。东域天骄求见秦烧饼长老。你找我？晚辈周某拜见前辈。什么事？前辈，我是来报信的，秦子有危险。别急，慢慢说。我在天风国的一个遗迹中遇到了秦子，不打不相识，然后一起探索遗迹，结果却遇到了一个大魔头。我有一位至圣境3重的护道者，结果被那魔头一招就杀了。关键时刻是秦子一个人引开了大魔头，为我争取了逃命的机会。我逃走后，打听到了秦子的身份，立马赶过来跟您报信。别担心，秦子有我给他保命手段，那魔头应该追不上他。那就好。年轻人，可以说说你的身份吗？可以，我来自东域的周家，我的家族在整个东域名气并不大，勉强算是2流家族吧。你们家族的最强者大概是什么实力？我们周家明面上的最强者是一位至圣境9重的老祖宗。那暗地里呢？应该有那么1、2位天位圣人吧，但是应该不会超过3重天，不然也不会只是2流家族了。一个2流家族就已经有天位圣人坐镇，东域之地果然龙盘虎踞，水太深了。是那个大魔头，他来了。装神弄鬼。结，竟然有高手！不知阁下来我七武宗有何贵干？你们七武宗有个叫秦子的小杂种，但做些你们3天内将他交出来，否则全宗上下鸡犬不留。秦子不在宗门内。呵呵，在不在没关系，只要将这里的消息传出去，他自然会出现的。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秦子虽然不在宗门，但是他爹在。那就把他叫出来。不用了，我就是。你敢戏杀我？
今日就让你知道戏耍我的代价。哼，魂之秘境，扛锤加威。倒是有几分本事，再来。如果你只有这点程度，那你便陨落吧。地狱红莲。老小子，你也不行啊！很好，很好啊！你成功惹怒我了。天魔之怒，魔之恩，湮灭。雕虫小技，利刃在手，威震八方。黄溪碎裂斩。很好，此次的屈辱本王记下了。等我恢复巅峰，是要杀你们父子。这么可怕的大魔头就这样被击败了。前辈留在枯败之地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没有，我只是想等晴子变强一点，再带她出去。毕竟这里强者比较少，相对要安全一些。晴子有您这样的父亲真是太酷了。这是每个父亲都会做的。前辈，我可以在这里住下来吗？此话怎讲？东域和七国之地之间有一道枯败裂缝，里面喷出枯败之气，没有至圣境强者保护是无法跨越的。现在我的护道者死了，我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只能请你们去东域的时候带我一程了。东域薛家的二公子，如今就在九阳王朝的风雷谷，他带了护道者，你可以让他们回去的时候带你一程。薛家，您说的薛家二公子是不是叫薛仲？特别喜欢美女？名字不知道，但确实喜欢美女。前辈，这位薛家二公子，我可高攀不起啊！薛家是东域6大魔卧皇族之一，虽说如今已经没有皇者坐镇，但毕竟出过皇者，底蕴深不可测，属于超一流的大势力。没落皇族，那东域有没有鼎盛皇族？有的，东域有3大鼎盛皇族，分别是姜家、姬家、卜家，这3个家族都有活着的皇者，在东域如日中天。还有其他大势力吗？还有2大皇级宗门，分别是东胜神宗和东皇殿，这是真正的巨无霸，地位很超然。我这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加入这2大宗门之一。你还年轻，难道就不能有更大的追求了？前辈，如果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自然可以随便想，但是比我优秀的人，最终的成就也不过如此，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奢望呢？年轻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潜能，只是你没发现而已。可是这世间强者为尊，没有实力，其他方面再强又能如何？荒谬！修炼有1000万种路，最终所有的路都将殊途同归。我认识一个人，他资质平平，修炼了7、80年，也才涅槃境3重而已。但是半年多以前，他发现了自己的独特潜能——盗墓。凭借盗墓，他的修为突飞猛进，并且脱胎换骨，如今已经达到了涅槃境巅峰。世间大道千万，必然有一条是适合你的。他可以找到自己的路，为什么你就不可以呢？前辈，请受我一拜。肯定又有人在骂我，不就挖了个祖坟吗？小气！我终于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世间万道，殊途同归。从此，我周末将踏上自己的路，道神之路。雷电，我可不可以偷电呢？哈哈哈，就这点威力吗？你莫非是没吃饭？让雷电来得更猛烈些吧。眼看雷云发怒，烧饼准备上前救人，但下一秒他却发现周末毫发无伤。许久之后，那道雷云似乎被榨干了元气，闪烁了几下，便不甘地消散而去。你要这些雷电有什么用？就这点威力，连通天境的武者都杀不了。前辈，您有所不知啊，雷电之力虽然破坏力不强，但是在猝不及防之下，可以让人产生短暂的麻痹，就算是通天境强者也无法避免。而这一瞬间的麻痹，如果运用的好的话，可以瞬间帮一个人减轻负重。负重，身外之物经常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若是遇见了，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好家伙，这货是要偷东西啊！他一共教导了2个人，现在一个盗墓，一个盗财，可谓是名师出高徒。想不到你如此有悟性，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路。主要是前辈教得好。不用谦虚，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不过随口说了几句，是你自己有慧根，一点就通。这大黑锅我可不背。无论如何，前辈的大恩，晚辈永不敢忘。这些事记在心里便好，没必要说出来，毕竟我不好这些虚名。谨遵前辈教诲。大道之行，始于足下，你也不用一直待在七武宗，没事多出去走走。我离开七国之地的时候会通知你的。是，前辈。2天后，一封信从南王府传来，这封信是南王杨图亲笔写的。世叔，我爹的坟炸开了，他好像活过来了，如今神志不清，请您速来一趟。我操！南王的爹没死，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这样，那我假定南王忘年之交的事情，岂不是要被无情的拆穿了？不行，绝不能露馅。世叔，我爹就在那里。你终于来了，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爹活过来之后就这样神神叨叨的，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他除了这2句，还说了什么没有？没有，复活之后一直都在重复这2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才请您过来，看是不是你们当年的什么暗号。如果您能回答上来的话，也许能让他恢复一些记忆呢。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吗？老者的右手下意识地往旁边捞了一下，似乎提起了一个无形的箱子。都在这里。我要验货。我也要验货。师叔，这是什么情况？情况很坏，坏到了极点。什么？当年我和你爹一起历练，你爹在一个遗迹里中了一种歹毒的诅咒。遗迹中的壁画记载，中了诅咒的人死后尸体若是不火化，就会产生尸变，而刚才这种情况就是尸变的征兆。那尸变之后会怎么样？根据壁画记载，尸变之后会变成嗜血的怪物，会屠尽自己的直系后代，用他们的血液沐浴。杨图脸色陡然苍白起来，他扭头看了自己的父亲一眼，发现父亲正在对着他笑，这笑容犹如婴儿一般的人畜无害，但是此时却让他不寒而栗，甚至比吃人的妖魔还要恐怖。那我们该怎么办？火化。师叔，除了火化，还有其他办法吗？除了火化，就只能封印了。但是封印终有破掉的一天，而且它会越来越强。将来它出来之后，你的后代恐怕依旧难以幸免。火化，必须火化。师叔，还请您出手火化我父王。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烧饼装模作样的叹息一声，但是心中早已生出无比浓重的杀意。从刚才的试探，他已经可以确定，这老男王的身体已经被一位穿越者占据了，而且这位穿越者貌似还是一位走私犯。他猜测，应该是对方还没完成记忆的融合，所以有些神志不清。永别了。至圣境，父亲的修为不是通天境巅峰吗？糟了，恐怕是诅咒的力量。你父亲死后这么多年都没有火化，所以他的尸体一直在变强。请师叔快快出手，否则任由父王的尸体作乱，必将生灵涂炭啊！你是谁？胆敢刺杀本王？你这怪物，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你并不是老南王。你是谁？也敢质疑本王的身份？呵呵，你连我都不认识，还敢说你是真的？怪物，就算你占据了我父王的身体，也骗不了我们。那位穿越者脸色彻底变了，他并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刚清醒过来就被儿子针对。装不下去了吧？给我死！区区土著，想杀我没那么容易。师叔，这怪物逃走了，怎么办啊？放心吧，我一定会解决他的。老南王的尸体被魔头夺舍了，如今是至圣境5重的修为，而且他很可能得到了老南王的全部记忆。什么？发动所有力量，不惜一切代价，1天之内灭了他。杨家1000年的隐忍和积累，绝不能毁于一旦。他们这数10代人的牺牲，不允许任何人践踏。妈的，点儿太背了！交易的时候被击毙不说，重生一次，竟然到了这样一个世界。这应该是类似于玄幻小说的世界吧？可是老子平日里忙着走私，也没时间看小说啊！还有这乱七八糟的记忆是什么鬼？一个隐忍家族1000年的逆袭历史，一个庞大恢宏、可歌可泣的1000年大计。孙子，受死！你是真正的大皇子，给我死！一击过后，白逸晨潇洒离去，但下一秒，彻底断气的老南王竟恢复了生机。老子居然有9条命！想不到我谢天狼也有这种待遇，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了。不对，不只是满血复活，我的修为也更进一步，达到了至圣境7重。接下来只要苟起来，肯定能做大做强。老哥，我过段时间要离开九阳王朝了。去哪里？东域。为什么不去西域、南域或者北域？老哥这是在质问我们？哎，是我关心则乱了。我的确有苦衷，你应该知道的。你们只能相信我，我无意破坏你们的计划。但是我若是有意要破坏，你们也阻止不了。老弟，这是哪里的话啊？我们怎么可能与你为敌呢？我们2家可是朋友啊，现在是，以后也是。希望如此吧。我这人喜欢交朋友，你们真诚待我，我也绝不会出卖朋友。小子，以你如今的实力，在7国之地的年轻一辈已经很难找到对手了。但是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想要变得更强，必须和更优秀的天骄人物争锋。所以，我们该去东域了。可以带着轻柔师妹一起去吗？你说呢？烧饼似笑非笑地反问道。他知道这小子已经和水清柔好上了，至于2人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或许是轰轰烈烈，或许是细水长流，也可能是啪啪作响。不要操心水清柔的事了，水清柔有她自己的路要走，也许她命中注定的师傅正在赶来的路上呢。几天后，七武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其强硬的实力直接震惊赵福龙100次。不知前辈驾临七武宗有什么要事？我来收徒。说罢便自顾自向水清寒住处瞬移而去。秦长老，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吗？这可是界皇强者驾临呀！为什么要紧张？赵福龙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语塞了。看来我还是小看了眼前之人呐。爹，这就是您所说的青柔师妹命中注定的师傅吗？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如果这个人是坏人，青柔师妹怎么办啊？等下那个人出来的时候，你试试他。怎么试？你发挥你的特长，尽量的激怒他，说什么都可以。这等层次的强者，若是正义之辈，必然不会跟你一般见识；而若是邪恶之辈，应该会对你出手。而一旦他对你出手，爹自会收拾他。没过多久，那位老妪带着水清柔出来了。青柔师妹，秦子师兄。一时间，两人四目相对，郎情妾意，一览无余。青柔，他是谁？他是……我是他男人。什么？你们难道已经……你糊涂啊！你这种体质，在修炼到大成之前，若是破身，修炼速度将大打折扣啊！老太头，打不打折扣那是我们小两口的事，你急什么？这跟你有关系吗？天啊，这秦子疯了吗？那可是界皇强者啊！做出这等损人之事，还敢如此理直气壮，简直无耻至极！嗨，我理直气壮关你屁事！倒是你堂堂皇者，竟想对我一个小辈出手？难道你也知道自己长得丑，所以干脆不要这张老脸了吗？找死！老妪表情淡漠，准备释放威压，直接碾死这只做了错事还死不悔改的蝼蚁。然而下一刻，他停住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这小子丝毫没有恐惧之色，眼眸平静，似乎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原来如此，年轻人，你很不错，不愧是青柔看上的人。这是什么情况？刚才不是还要杀我吗？这变脸也太快了。看得出你和青柔是两情相悦，而且你的天赋也很不错，不如你也跟我回北域吧。刚才多有得罪，还请前辈原谅。不过我不准备去北域，前辈好好照顾青柔师妹，晚辈便感激不尽。那你可得好好修炼，我北域的天骄可是不在少数，到时候青柔要是喜欢上了比你更优秀的年轻人，我可管不了。前辈放心吧，他日我驾临北域，北域的所有天骄都要在我面前低头。最好如此。爹，我们什么时候去北域啊？你自己都说了，当你驾临北域的时候，北域所有天骄都要低头。大话说出来了，要是做不到，你好意思去？师傅，你为什么刚才对秦子师兄态度变化那么大？这小子品性不错，最重要的是他对你是真心的。您怎么知道他是真心的？你没发现吗？那小子之前那么狂妄，说出那些粗鄙之话，是在试探我呢。他怀疑为师别有用心，想要利用你，所以用这种方式试探为师的人品。如果为师是心术不正之辈，自然会随手杀了他，而这样就会让你看清为师的人品，从而心中产生戒备。这种敢拿命来赌的男人，又怎会不是真心的？东域，我周某又回来了。自从他悟出自己的道后，他愈发膨胀起来，似乎这整个东域都是他的。童子浩瀚东域，无物不可偷。这就是没有枯败之气的东域吗？果然适合修炼啊！前辈，秦子兄弟，你们出来东域，要不先到我家落脚吧，也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既然你有这份心，我也不好拒绝。那我和秦子就先去你家住几天吧。秦兄驾临，有失远迎。在下是周末的父亲周仓，多谢秦兄对小儿的救命大恩。举手之劳而已。哈哈哈，秦兄谦虚了，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对我来说可是天大的事。毕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周兄客气了。对了，火凤巢穴即将开启，我为秦子准备了一个名额，多谢周兄了。周藏，你什么意思？仗着你是家主，就滥用私权，将家族的珍贵资源送给外人吗？二长老，火凤巢穴的名额是从我这一脉的5个名额中拿出来的，不知二长老为何发怒？火凤巢的名额就30个，家族内部都不够用，你竟然给外人，分明就是吃里扒外。秦子是周末的救命恩人，既然刚好赶上了这趟机缘，我自然不能怠慢了。我自己花费代价为秦子换了一个名额，莫非二长老也要管？呵呵，好一个救命之恩，这可真巧啊！为什么家族发现了火凤巢，就冒出来个救命之恩，并且这个恩人还刚好来到了我们周家？如果老夫没猜错的话，这其中恐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吧？你放屁！下作之人往往会觉得别人都跟他一样下作，还不可告人的交易。
你怎么不说我和你娘进行了不可告人的交易，然后才有了你呢？放肆！丁至圣境6重的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无疆、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至圣境6重，并且同阶无体。周兄，此事到此为止吧。非常感谢你对秦子的这份心意，但是不能为了秦子而引发你们家族的矛盾。那个什么名额，还是收回去吧。你就是这小崽子的爹吧？少在这里演双簧，老夫还真不信你能放弃这个名额。你以为你是谁？不知道是哪个乌龟蛋里蹦出来的，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想死，老夫成全你。不好！当着我的面就敢杀我儿子，看来你这老龟蛋还真没把我放在眼里。不把你放在眼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看老夫去拿你！就这点实力吗？看来他之前隐藏了实力，至圣境4重秒变至圣6重。不对，就算是现在展现出来的，也不一定是他的全部实力。想到这里，周仓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教好烧饼。毕竟这笔投资如果成功了，将来整个周家都会受益。是谁在我周家撒野？几位老祖，此人在我周家行凶，蛮横无理，请老祖将他镇压。此话当真？刹那间，至圣境9重的威压降临在烧饼身上。即将翻车之际，周三出现了。3位老祖，这是我周家的客人，并非仇敌。刚才之事只是我和二长老这一脉的矛盾，这等小事我们小辈之间协调就好。那3位老者闻言，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缓缓消失了。毕竟他们若是撕破脸，恐怕整个家族就没了。今天算你们走运。让周兄破费了，那个名额应该耗费了不少资源吧？那其实是周末的名额，所以我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老子拿儿子的东西，不是天经地义吗？况且还是这小子自己提出来的。周末兄弟，这是你的名额，我不能要。晴子兄弟，不要推辞。自从开悟之后，我发现我还需要学习很多基础技能，实在是没时间前往火凤巢了。那就多谢了。另一边，二长老回去后便叫来了孙子周商和另外3名天骄开会。爷爷，有什么事吗？火凤巢穴开启后，你找到一个叫晴子的家伙，干掉他。知道了，爷爷。你们3人全力辅助我孙儿，务必要完成任务。遵命。第二天，烧饼被一群看热闹的人所吸引，只见一个男人正在熟练的杀猪，引得围观群众纷纷发出赞赏。周襄公子威武！周襄公子刀法如神，我感觉那只猪被捅进去的时候，露出了幸福的表情。好刀法。您是秦前辈。你出手看似随意，却暗合了猪的心跳频率和情绪的迸发点，而且出刀精准无比，分毫不差，完美的阻断了猪的恐惧情绪，从而让它产生出极致的舒适感，让猪在死亡的瞬间体会到了世间最大的快乐。可以说，你并不是在杀猪，而是利用死亡赋予它生命新的意义，让猪的生命变得完整。周襄身体一颤，顿觉遇到知音，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夸他。最重要的，这不是虚假的浮夸，而是每一句都说到了他的心上。前辈，您怎么知道的？我能感受的，你挥出的每一刀都没有丝毫的杀意，而是带着浓浓的善意，甚至是爱。你怜悯他们的命运，你知道他们终将会被杀，所以你用你的方式来让他们死得不那么痛苦，这是一种大爱、大慈悲。请前辈收我为徒。你不用拜师，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你自己已经走出了大道。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您比我走得更远，我尊敬您，愿意称您一声老师。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便随你了。不过我不会教你任何东西，大道终究要自己去走。弟子知道。老师，请问您走的又是怎样一条路呢？无的，既是为怀而已。你超度的是猪的世界，而我超度的是这人世间。老师所做的事是为人世间分善恶，惩恶扬善吗？你觉得人世间的善恶如何去区分呢？假如一个人怀着恶毒的心，却装了一辈子好人，积德行善，一件坏事都没做过，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相反，一个心中至善的人，却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弄得生灵涂炭，让无数人家破人亡，那他算是好人还是坏人？一番话语下来，周襄彻底呆住了，若有所思地愣在那里。老师，我似乎懂了，但好像又没有懂。不过我隐约能感受到，老师走的路是一条比我更艰难的路。今后老师若是有什么需要，弟子愿用手中这把刀为老师劈开一切阻碍。他周身的气息和那把杀猪刀融为一体，这看似普通的刀，却让烧饼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危险气息。这小子比我想象中还要妖孽，我可真是捡到宝了。圣儿，你醒醒啊，小畜生，我要杀了你！这是二长老的声音，可能是秦子出事了，我去看看。老师，我陪您去。都住手吧！秦烧饼，你儿子废了我孙子，此事若是不给个交代，我要你们父子陪葬。
明明是你孙子要杀我，然后自食恶果，被火凤巢里的阵法所伤，还想诬陷我。小畜生，你休要狡辩！这么多人都没有出事，唯独周商出事了，肯定是你暗中做了什么手脚。理由呢？这还用说吗？必然是因为老夫之前阻止你得到名额，你怀恨在心，所以报复在周商身上。之前丢人现眼的是你，你被我爹打趴在地上，就算要报复，那也是你让周商报复我才对。老夫承认是我让周商在火凤巢教训一下他出气，可我只不过是让周商给他一点教训而已，并没有想过要下杀手。而这小畜生作为我周家的客人，享受着我周家的机缘，却丝毫不知手下留情，竟然废掉了我们周家的第一天才。各位同族，大是大非就摆在眼前，你们是选择为他讨回公道，还是包庇暗算之人？我觉得二长老说的有道理，这晴子的确可恶，必须为我家族天才讨回公道。眼看周家族人打算偏袒二长老，晴子顿时暴跳如雷。好你个老东西，什么叫没有下杀手？要是周商真的成功杀了我，你恐怕又会说这是意外吧？暗杀我不成功，现在要明着杀了吗？你们周家还真是好大的威风。晴子，别激动，他还代表不了周家。你这小畜生狼子野心，冤将仇报，将我周家的第一天才害成这样，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二长老，差不多就行了。那是周香吧？他来做什么？你这自甘堕落的东西，莫非这种时候还要吃里扒外吗？你自己都承认是你们想害人家，哪来的公道？杀人不成反被废，这种事二长老觉得很光彩。至于说周家第一天才，周家第一天才什么时候轮到他了？说完，他一步踏出，周身的气息迅速拔高，从通天境2重开始，3重、4重、5重、6重。犹如江河倒灌，似乎永无止境。最终，一道道金光从他体内迸射而出，冲上天穹。至圣境，一步入至圣，这是什么妖孽天才？你，这不可能！看好了，这才是天才该有的气势。区鼠辈，别说只是废了，我就算杀了又如何？这件事就是可而止了。还有，秦前辈是我师傅。下一秒，周家众人纷纷振奋起来，为周香呐喊。毕竟21岁的至圣境，就算是家族最强大的老祖宗，也会当做宝贝供奉着。面对大势，二长老和周商也只能妥协。老师，您真的不多留些日子吗？不了，我也有不得不做的事情要去做。好吧，我懂。懂了就好，好好杀猪。你是有天赋的。烧饼之所以这么急着走，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消息，附近的黄泉宗正在举办收徒大会，而举办者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天位圣人5重天。他决定让晴子在收徒大会上横扫诸多天才，成为第一种子选手，然后再拒绝对方激化矛盾。想想就觉得太酷了。而之所以敢肆无忌惮的去人家地盘上搞事，那是因为系统又出现了一个新功能，黄泉宗600他，只为赢得那屈指可数的半世界。今日老子势在必得。嘿！就凭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意思是你配吗？不讲武德，搞偷袭，能赢你就行。庄主，那个李家的李牧才21岁，已经达到了通天境5重，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但我更欣赏金月，此人修为虽然有所欠缺，但是剑法已经有几分大家风范，未来可期。那第1名应该会从这2位中诞生吧？不一定，结局还没出来时就不能下定论，因为每次比赛都可能出现黑马。啊，对，你说的都对。要是老子有实力，一巴掌拍死你！什么天才？不知道，还以为你们在顾大家。放肆！若不是我俩大战伤了元气，岂容你猖狂？没错，全盛时期我赶你如土狗。也别说我欺负你们，在座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全部一起上吧！毕竟在我眼里，你们都是垃圾。既然你上赶着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大家一起上。都别藏拙了，小心被他装到。虎奔神拳，天穹值，一剑破天，天马流星锤。倒也不是那么无趣了。地狱红莲，红莲变。谁家看顾心头无关爱用，我心尘埃。我不服。都住手！
比赛到此结束，擅自动手者格杀勿论。你愿意成为本座的弟子吗？前辈，晚辈这次前来，主要是想见一见各路天才，长长见识，并没有想过拜师。这么说，你是看不上黄泉宗？前辈误会了，晚辈已经有师傅了，再拜其他的师傅实在是不妥。哼，既然你有师傅，又为什么要来参加我黄泉宗的收徒大会？难道是拿我寻开心？晚辈已经说过，我只是来历练。放肆！我黄泉宗可不是让你闹着玩的地方。晚辈可以给出一些赔偿，您看如何？好，那你拿出一件制胜灵宝，此事就算过去了。好一个狮子大开口啊！既然拿不出来，你也敢在本座面前提赔偿？前辈，可以换一个吗？这样吧，你跪下，喝3个响头就可以离开了。一位天才人物，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跪下了，那这一辈子都算是毁了。老家伙明显是下人诛心。前辈非要如此咄咄逼人吗？逼你又如何？纵然你心比天高，但现在本座一根手指就可以碾死你。就你这种只能欺负弱小的垃圾，还想收我为徒？我为什么不愿意拜师？你难道心里没点数吗？你找死！老爹救我！你是谁？没听到他叫吗？别乱叫，你不配！你敢羞辱我？堂堂至圣境9重，却对一个通天境的小辈出手，莫非还想我高看你一眼？世间对错不过是成王败寇，给我去干！华而不实，现在你接我一招，掌中建国。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出大事了！黄泉宗成立100年，从来没人敢这样挑衅啊！此人在黄泉宗闹事，黄泉宗的天位圣人必然会出手。我们快跑，免得被波及。黄泉宗这么好玩，阁下又何必这么急着走呢？天位圣人，木质法则。考虑到情况超出宿主控制，为避免您装逼失败，在儿子面前丢脸，系统赠送神级技能虚化，保证您装完逼可以从容撤退，仅限本次使用。下一刻，烧饼感觉到体外突然多出了一股透明的力量，似乎将自己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怎么可能？爹，这是什么秘法？小道而已。说你胖女还喘上了，使我一招。这到底是什么手段？怎么会如此逆天？爹，你真厉害！我们走吧。这家伙也就逃命厉害，我们要不要追？拜见大祖，让他去吧。这件事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还有宗主该换人了。本座继续闭关了。爹，这是什么神通？太神奇了吧！这是我曾经自创的神通，其中奥妙很深，就算是我施展一次，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样啊？晴子明显有些失望，无精打采的低下头。那好像是水清寒，他相遇故知十分难得，而且你和水清柔关系匪浅，所以你过去打个招呼吧。好。清寒师弟，晴子师兄，这是3位，这是我朋友。清寒师弟，他们是我的护道者，其中2位是至圣9重，还有1位是天位圣人。我操！你这是成为某个大势力的少主了。我哪有那么好的命啊？难道说？没错，我成为了那位年轻大人的追随者。这番话说出口后，他的脸上不仅没有羞耻之色，反而有几分荣幸之意。那位年轻大人天纵之姿，不论是心胸、人品，都让人钦佩。我相信追随他必然能看到更远的风景。要不你也追随少主吧？以你的天赋，少主必然也不会亏待你的。晴子露出为难之色。晴子师兄觉得丢人？不，人各有志。我暂时并不想追随谁，不管未来是惨淡还是辉煌，我都想自己去闯一闯。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希望我们今后都能看到更美的风景吧。一定会的。清寒师弟，你方便告诉我，你追随的是哪位少主吗？我追随的是皇族齐家的少主齐皇。就在2人寒暄的时候，另一边烧饼却接到了系统的任务。鉴于宿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并且走出了新手村，现在开始发布任务。恭喜你获得主线任务，我爹是烧饼。作为一个被拼爹的父亲，你不能默默无闻，必须具备一定的名气。至少当你的儿子报出你的名字的时候，不能让人一脸懵逼。所以，请在1个月内将自己的名气打出去。任务奖励1件黄金。烧饼本想故技重施找水军造谣，但一晃几天过去，他遗憾地发现，目前还没有那种可以覆盖整个浩瀚东域的情报组织。就在他绝望之际，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没落皇族陆家掌控的神霞山，4年一度的关峡日即将到来。陆家少主邀请东域各方天骄前往关峡。快看，揽胜峰的光幕消失了，可以开始登山了。
少主，为什么要邀请这些人？他们不过是蝼蚁而已，就算结交，也是他们攀附我陆家，对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上次齐皇通过举办金莲大会，收买人心，已经找到了贴身战仆，我自然也不能落后。贴身战仆是一种相当于死士的东西，平时陪伴主人一起成长，而且关键时刻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主人付出生命。但想要让真正的天才甘愿成为贴身战仆，必须得靠人格魅力，让对方发自内心的崇敬。这个观赏的位置我要了。滚一边去！爹说让我狂一点，最好捅破天，所以只能苦了诸位道友了。此人太狂了，我们先灭了他。现在谁还有意见吗？这小兄弟看样子应该还不到20岁吧，竟有如此实力，当得起天骄2字。你就是陆冲？放肆！少主的名讳岂是你可以直呼的？对，我就是。长得不咋样，不是说大家族的天才都俊朗无双、风华绝代吗？此人怕是有什么大病吧？老子的外貌怎么了？也许我是个例外吧。好家伙，对方如此宽宏大量，我还怎么找茬？只能伺机而动了。今天到来的人比我想象中多啊！我也没想到诸位竟然这么给我面子。如今诸位不远万里而来，我身为东道主，倒是连位子都没准备足，惭愧，在下先向各位赔罪了。陆冲少主言重了，区一个座位而已，我们都是为了官辖而来，做不做又有什么区别呢？是啊，我的武道中人不拘小节，岂能在意这区座位之事？我东域的天骄之辈，果然这个心胸宽广，不拘小节。哪里，陆冲少主过誉了。既然如此，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现在就开始官辖吧。看来诸位都收获不小啊。的确小有收获，我也是悟出了一点神通。既然如此，大家都展示一下自己的收获如何？这样互相交流，也许可以触类旁通，大家共同进步。我赞成。我也赞成。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我们就举办一次神通交流会吧。你身为东道主，如果要拿出来，那就现在拿出来，别等所有人都展示完了再拿出来炫耀，以此来证明你比所有人都优秀，那就多少有些虚伪了。这位小兄弟可是与我有仇？没有。既然如此，为何三番四次让在下难堪？你可知道，就凭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若是换作齐皇或者魏延，你已经死了。但求一死，我倒要看看你杀我的理由是什么。我还真不信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会因为不高兴就杀了我。虽然你心中是这样想的，但是众目睽睽之下，你恐怕不敢这样做吧？要不然你怎么收买人心？之前那一番的惺惺作态不就白费了？你当我看不出来你一开始就在装吗？其实从一开始位子不够用，就是你故意的吧？为的就是当众道歉，来塑造你谦君子的形象。除此之外，我还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让家大业大的皇族陆家连多余的座椅都拿不出来。我今天本不想为难你，但是你这些话不仅是侮辱了我陆冲，更是侮辱了整个陆家。所以你想怎样？我自修炼以来，同境之战从未败过，今日我便压制修为，且让你一境，你可敢应战？说罢，他自降修为，身上的气息迅速降低下去，从至圣境1重降到了通天境4重。我还从未见过如此自负之人，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若是败了，怎么收场？收拾一只土鸡瓦狗，何谈胜败？天虹爪。传霞指。紫气化顶。天霞护体。降龙18踹。给我碎！这就是你压制境界和我一战。想不到我陆冲竟然也有今天啊！说实话，今日的惨败我倒是能接受，但是这件事对我、对陆家的声誉都会造成巨大的打击，所以不好，他要灭口。好。陆冲，我们都是来自各大势力的天才，你们陆家这样做，不怕成为东域的公敌吗？呵呵，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们被魔头杀了，和我陆家有什么关系呢？突然，有人对着晴子大喊道：“少侠，擒住陆冲！”然而下一刻，他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晴子已经被那神秘老者擒住了。大家别怕，虽然我被抓住了，但是我相信我爹会来救我们的。哼，你做梦吧！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阻挡9重天以下的天位圣人，更是可以隔绝一切传讯宝物，所以你们就等死吧。少主，此人怎么处置？放烟花吧。
所谓放烟花，就是以强硬的内力对目标进行挤压，待施行者的身体达到极限，就会随着砰的一声，化为一朵朵血色烟花，绚丽夺目的从世间消失而去。给我吧！怎么没有反应？你们喜欢看烟花呀？那我给你放一个。等老者回过头来，却发现少主不受控制的腾空而起，然后在惊恐之中轰然炸开。少主死了。之所以如此崩溃，并不是因为他对少主的感情深厚，而是因为他是陆冲的死士，对方嘎了，他也活不了。我给你拼了！你还不配？你是怎么进来的？想知道吗？我告诉你。前辈救命大恩，晚辈莫齿难忘。我就说吧，我爹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没错没错，你爹真好。区区3重天的圣人，也敢在我陆家的地盘撒野，是谁给你的胆量？爹，现在怎么办？烧饼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默默使用了系统给的装逼保底卡。丁，使用装逼保底卡成功，保你装逼不打你。恭喜你获得揽胜风一日无敌体验卡，今天之内揽胜风范围，你遇强则强，所向无敌。小子，今天就让你看看爹当年的风采，让你明白何为无敌之资。区区蝼蚁竟说出如此大话，当真可笑。本座今日就将你们这大小魔头镇压，给死去的各大天才们一个交代。风，旁门左道的妖术，终究上不得台面，看本座灭你！五香神劫，魔道。既然本座已经决定无敌，又岂能让你撒野？我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区区5重天上，除了不堪一击，你还想怎样？爹，我们走吧。急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始。我的儿啊！什么？老夫的弟子死了？是谁？是谁干的？快看，那里有2个人，杀了他们！诸位不要激动，这些人并非我杀的，而是陆家杀的。当时陆冲做出了败坏陆家声誉的事情，所以想要杀了在场所有人灭门，而我只不过是及时赶到，救下了我儿子，并且诛杀了陆家的罪魁祸首。好一个恶人先告状！这结界一旦开启，根本无法进出。若是我陆家先开启了结界，要杀人灭口，你之前又是怎么进去的？区区结界而已，能证明什么？我不但可以轻易穿透，还可以随手击碎。是吗？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被困在这里？被我们抓个现行！信不信由你。我既然敢在此地等待，就是有足够的信心证明清白。你要怎么证明？这有何难？我只要证明在场的诸位都是蝼蚁，这就足够了。烧饼的话语彻底激怒了各个家族的强者。下一刻，几位老者同时出手，一道道霸道的技能向烧饼袭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烧饼只是随手一挥，山河崩溃，也就各大强者全部落败。就算打败了我们，依旧不能证明你的清白，因为能制裁你的还大有人在。邢老祖出手，诛杀死辽。你不敢随意杀戮，也不敢杀我陆家的人，更不敢杀了人之后还反咬一口。到底是谁反咬一口？莫非你心中没点数？放肆！今日本座就将你这颠倒黑白的魔头就地诛杀，以正天道。屹立之光，夜班与皓夜争辉。你敢毁我根基，一起此吧！快离开！这等强者自爆的威力不是我们能承受的。还有谁？这个男人太可怕了，他好像遇强则强，永远都没有极限。怎么样？陆家还有多少9重天的老子？一并叫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全部斩掉。罢了，我们走吧。慢着，今天的事情要是说不清楚，你们就不用回去了。甚至我还可以去陆家走一遭，看看陆家究竟有多少强者。这些天才的确是我陆家所杀。之前陆冲在神侠会上做了一件自取其辱的事，他被屈辱冲昏了头脑，才做出了这等不知轻重之事。而如今他已经伏诛，也算罪有应得了。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眼中都射出愤怒和仇恨之光。你们陆家可真不当人啊！请大人出手，灭了陆家，为那些死去的年轻人报仇，为都邑除害。呵，你们之前不是魔的，现在又当我是救世主了。更何况我在这里等你们来，只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至于其他事情，
与我何干？众人闻言，一个个脸上露出羞愧之色。是我们唐突了，敢问前辈尊姓大名？本座烧饼。多谢前辈出手，让真相浮出水面。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就先走了。对于那些年轻人的死，我陆家深感抱歉。但是杀人者已经伏诛，而且我陆家陨落了一位9重天的老祖，损失已经够大了，你们的气也该消了。慢着，阁下还想怎么样？你们陆家先前颠倒黑白，往本座身上泼脏水，不会就这么算了吧？不知阁下想要我陆家怎么补偿？你们陆家家大业大，把那座神霞山送给我，当本座的行宫不过分吧？一座山而已，不过分。你们可以走了。当然，你们回去之后也可以选择带着家族的其他老祖杀回来，本座随时欢迎。不过那样做的话，你们只有一次机会，若是没能如愿，也许会灭族。知道了。从今以后，本座将在神霞山上闭关，任何人不得打扰，擅闯者死。我们一定不敢轻易打扰，而且会转告其他人，请前辈放心。秦大哥，你没事吧？没想到镇压一群蝼蚁而已，竟然受到了反噬。爹，在我心中，您永远是最强的。丁，恭喜你完成了主线任务，我爹是烧饼，任务奖励极品黄器1件，真不错，又多了一张底牌。丁，恭喜你触发主线任务，我儿秦子有皇者之资。作为一位合格的父亲，你必须望子成龙，将儿子培养成一位真正的天骄。所以，请在3个月内让整个东域都说你儿子有皇者之资。任务奖励1张界皇体验卡。也该让秦子出去闯闯了，以秦子现在的身份，出去挑战各方天台，也算名正言顺。在下秦子前来挑战楚家少主，让楚中天立刻出来与我一战。哪里来的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滚！楚中天出来一战，找死！你敢？我爹是烧饼。原来是秦公子，小的眼拙，刚才多有得罪，还请秦公子恕罪。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知道怕了。怕了，秦公子驾临，谁能不怕啊？既然怕了，还不去通报？是，小的马上去。你想挑战我哥？你是谁？回去吧。想挑战我哥，你还不够资格。趁着没有变成笑话之前，滚吧，躲回你那个沽名钓誉、所谓皇者之下第一人的爹背后。你说我躲在我爹后面，你不也躲在楚家和你哥后面吗？有何资格对我指手画脚？放肆！二公子不可冲动啊，他是烧兵的儿子。滚开！烧兵算个什么东西？陆家怕他们，我楚家可不怕。本公子今天就斩了这废物，我倒要看看那沽名钓誉的秦传敢不敢到我楚家门前撒野。就这，你平时是靠嘴嘎人吗？原是真语。硬化。地狱红莲。二公子，你没事吧？杀了他，给我杀了他！二公子，他可是烧兵的儿子啊！你们这群酒囊饭袋，今天不杀了他，我就杀了你们！拜见少主。哥，你怎么来了？回去吧。你就是楚中天。听说你要挑战我。没错。以后再来吧，我今天不会接受你的挑战。为什么？莫非你也觉得我没资格？因为我们的修为差距太大了，我早已是至圣境，而你只是通天境。你身为名震东域的天之骄子，应该知道境界并不代表一切吧？的确如此，但我若是凭着修为欺负你，那么就算胜了又有什么意义？反之，我压低修为和你一战，等于是自负手脚，这种战斗对我来说同样毫无意义。那如果你不压制修为，我依旧不弱于你呢？那我就更不能和你打了。修为高这么多还拿不下你，岂不是很丢人？什么也别说了，今天我不可能和你打，后会有期。好家伙，这人不好忽悠，还是换一家吧。想不到我秦子也有今天。这几天，他无比嚣张地挑战各大超级势力，但对方却都不敢应战，可谓是威风到了极致。而这一切都是身份带来的。我爹是烧饼，此话一出，东域各大势力谁都得给他几分薄面。呵呵，速度还挺快。你是谁？想做什么？我爹可是烧饼。老夫当然知道你爹是烧饼，如果不是，老夫犯得着追杀你？你是陆家的人，还是楚家的？哼哼哼，你猜猜。前辈，恕我直言，你杀我真的不划算，因为你做的再隐秘，总有暴露的一天。到时候，不仅你要死，你的亲人朋友恐怕也要遭殃。也许在事情暴露之前，你爹就已经死了呢。到时候还有谁能找我的麻烦呢？宁宁，你们的目标是我爹。
带着疑惑去死吧！那是什么？小孩子的把戏也敢在老夫面前搬门？五重天圣人对你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你的修为将提升到五重天圣，并且同阶无敌。要不要出手呢？正常来说，这小子这次会得到一大笔机缘，实力突飞猛进。如果运气好，还能捞到1、2件黄气呢。就这样吧。系统，我现在集齐了金木水火土5行法则，可以成皇了吗？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不过5种法则成皇，皇阶比较弱，对根基的打磨不够彻底。成皇之后战力会偏弱，到时候本系统不敢保证你还能同阶无敌，请慎重。那我集齐了9种法则之后，皇阶太强，能渡过去吗？宿主放心，在系统面前，皇阶只是个形式，只要你敢渡，包括。晴子再次出现时，他已经突破到了至圣境，并意外得知玄天宝库开启的消息。想到各大天骄都将赶去，他意识到功成名就的时候到了。5大没落皇族都来了，唯独陆家没来，可真是有趣了。多半是不甘赖吧，毕竟陆家念情以北的领军任务陆冲已经死了，其他念情人去弄无收，在玄天宝库内很容易出事的。也是，陆家之前坑杀了那么多大势力的天才人物，这些势力平日里不敢报复，但是在玄天宝库中搞点小动作，可就太容易了。看来这个没落皇族真的要没落了，当初一念之差，闹得如今人人喊打。江雄来了，邪皇，许久不见，你似乎又变强了不少。每天修炼总是要有点进步的，要不然就是虚度光阴了。但我期待和你一战。这人也太狂了吧，竟然直接占据那么好的位置，莫非此人觉得自己可以和几大皇族平起平坐？晴子，原来他就是晴子，那位狠人烧饼的儿子。据说他击败过陆家少主陆冲，难怪敢如此狂妄，原来也有些资本。青海，他是你朋友？很不错，很有精神。多谢少主夸奖。其实我曾经邀请过他一起追随少主，但是被他拒绝了。没事，人各有志。下去。你再跟我说话，我叫少主让你下去，就麻溜的滚下去，不要自取其辱。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我和你主人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去吧，1炷香之内斩了他。遵命。不好意思，下手重了点。我给你选择的机会，你却把那当作放肆的资本。既然如此，我今天就让你明白何为定位。卧槽，是传说中的万剑之体，没想到他真练成了。江雄，区区小事何必动怒？此人生性狂妄，不知轻重。我若是这次纵容了他，将来不知还会惹出什么祸事来。不过你都开口求情了，我也不能太不近人情。这样吧，他若是能接我一剑，这次的事我便既往不咎。若是接不住呢？凭他之前的放肆，若是一剑都接不住，难道不该死吗？江雄，能否不必再说？我已经给了你一个面子，希望你不要得寸进尺，否则我怕你面子挂不住。一剑可不够，先借下再狂妄吧。我说了一剑不够，怎么就不相信呢？你找死！不灭圣钟，地狱红莲，恨你定要你命！想得美！江神龙败了，晴子不愧是烧饼的儿子，果真强悍。快看，玄天宝库开启了。随着石门朝着两边敞开，门框中央出现一道白色的漩涡。可奇怪的是，所有人面面相觑，却无人敢上前试探。最终，一个无名散修咬着牙飞了出去。他准备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家别慌，也许他是故意装的，想要吓退我们，为的是拖延时间，好抢占先机。兄弟，要不你去试试？大哥，我不能去，我去了嫂子怎么办？还是你去吧。有道理，你嫂子不能没人照顾，那我去了。不行，我得回去了。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不然要打断我的腿。嫂子昨晚与我约定，今晚老地方见。我堂堂7尺男儿，光明磊落，岂能失信于人？就这样，很多人腾空而起，朝着四面八方飞散而去。漫山遍野的人影迅速稀疏了一半。各位，我们素不相识，互相之间都不信任。如今
想等别人去探路，根本不现实。我提议大家一起冲进去，就算里面真的有怪物，也不可能将我们所有人同时一网打尽，总有人能逃出升天，得到机缘。很快，齐皇身边聚集了3000多人，随时等待命令。而江神农眼神复杂，曾经万众瞩目的他，如今只能蜷缩在角落，降低自身存在感，生怕被别人注意到。在齐皇的号令下，众人如下饺子般冲进了秘境之中。进入的瞬间，他们惊呆了。这偌大的秘境，别说是怪物，就连一只蚂蚁都找不到。转眼间5天过去了，玄天宝库关闭后，众人被传送了出来。但晴子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江家少主江神农死在了玄天宝库。有人说是触碰了机关而亡，也有人说是晴子杀了他。我操！怎么被陷害的总是我呢？丁，恭喜你完成我儿有皇者之资任务，奖励界皇体验卡1张，时长1分钟。爹，出事了！什么事？江家少主死了，有人怀疑是我干的，虽然跟我无关，但是现在说不清啊。急什么？有爹在呢。他是您的伤，虽然还没痊愈，但是已经问题不大了。只要有爹在，谁也别想冤枉你。我一定要尽快变强，不能拖爹的后腿。爹，我在玄天宝库通过了试炼，得到了1件黄气。您现在手里没有黄气，我交给您吧。你有这份心，爹就很高兴了。不过爹并不缺这些，你自己拿着防身吧。把琴子交出来。爹，他们来了。别怕，我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你们是江家的人？没错，识相的就把你儿子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江神农并不是琴子杀的，你们还是回去吧。你说不是就不是，难道你说是就是吗？是不是？只要我们带回去，用搜查记忆的神通一验便知。你说带走就带走，凭什么？凭我江家是鼎盛皇族，有皇者坐镇。聒噪！什么？他居然是界皇强者？你们江家不是有皇者吗？那我今日断你一臂，我看你们江家的皇者敢不敢来找我。另外我再说一遍，江神农不是琴子杀的，在你们没找到证据之前，若敢针对我琴子半分，我灭你们满门。若是不信，尽管试试。现在你们可以滚了。丁，界皇体验卡，剩余时间58秒。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是得帮一帮儿子。什么？你让我杀了烧饼的儿子？怎么不敢吗？那烧饼可是狠人，得加钱。没问题。爹为我付出了太多，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唯有成为东域第1天骄，让他自豪。你是什么人，竟敢杀我？我爹可是烧饼。杀的就是你，自己得罪了什么人，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是江家的人。呵呵，别乱猜。你杀了我，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爹的实力比你们想象中都要强，谁也保不住你们。死到临头还嘴硬，只要老夫做得干净利落，你爹没有证据又能如何？看来你真的是江家的人了。小子，不要想我是谁了，就算你知道了，也只能带进地狱里。能不能给我留个全尸？我不想死得太难看。人都死了，还想好看，真是痴心妄想。好小子，居然是黄气，这次算你走运。战斗的波动很可能引来强者，我们现在很虚弱，必须赶紧离开这里。好。区区这圣境初期的小子拿着就能重创6重天圣人，这样的皇气谁不想要？接下来只要把流影石里面的录像卖给江家，就可以坐等起飞了。不知前辈驾临玄武宗有何指教？我有一件东西，想必你很感兴趣。不知是什么东西，自己看吧。前辈，皇气虽然珍贵无比，但是我区玄武宗恐怕承受不起，所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自然不是来告诉你这个年轻人有皇气，然后让你去抢。毕竟你能给我的回报，也不可能比一件皇气更珍贵。那前辈的意思是，这个年轻人身怀皇气，但是身份比较特殊，我不敢冒险去抢。这次来主要是想把这颗石头卖给你，而你可以将它卖给你上面的皇族江家。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说身份特殊？他叫琴子，是烧饼的儿子。老者眼中射出明亮的光芒，目光炽热地看向那颗流影石。虽然江家和晴子有仇，但是因为那位狠人烧饼的原因，江家不敢直接对晴子出手。而若是有了晴子拥有皇气的证据，江家就可以借刀杀人，不费吹灰之力地灭掉晴子。前辈，您看个价吧，我尽量满足。我听说你们玄武宗的玄武金晶是炼气的圣材，这样吧，给我来个10方就行了。前辈，玄武金晶100年才能产出1方。我知道，我查过。前辈，您可知道这玄武金晶价值连城，1方就足够换一件顶级之生灵宝了。我知道，我查过。前辈，您可知道？我不想知道，成不成一句话？不行的话，我就卖给江家其他附属宗门。成交，真是明智的选择。老者不知道，烧饼离开后，转身就来到了江家其他附属宗门，狠狠地割了一波韭菜。好歹是前辈人物啊，节操呢？
底线呢？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呢？马上准备10万块留影石，并且让江家下属的各大势力行动起来，将这个消息传出去，最好是人尽皆知。要让晴子变成人人追杀的过街老鼠，让那烧饼暴跳如雷却无能为力，让世人知道我江家想要对付一个人，有的是手段和办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烧饼整日无所事事，除了喝茶晒太阳，就是聆听耳旁的系统提示音。叮，7重天圣人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7重天圣，并同阶无敌。叮，8重天圣人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8重天圣，并同阶无敌。就在他以为能躺着走向人生巅峰时，系统却突然没了动静。经过查探后才得知，原来是东胜神宗玉皇出面昭告天下，说晴子是他的弟子，并且皇器也是他赐下的，任何人不许再追杀晴子，否则就是和东胜神宗双皇为敌，不死不休。羽皇这老不死，这是要断我财路啊！而且这老小子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估计是为了皇气而来。既然你这么会占便宜，那我便会会你。岂有此理！这玉皇图谋皇气也就罢了，还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坑我。这玉皇不是自称你的师傅吗？那爹就陪你去东胜神宗，享受一下玉皇弟子该有的待遇。我们要大闹东胜神宗？没错，你尽管放手去玩，不用担心后果。可是爹，我不知道怎么闹事啊！您知道我的，我从小就性格淳朴，不擅长做这些。别谦虚了，到时候比你平时收敛点就好。来者何人？竟敢在东胜神宗门前闹事，你找死！瞎了你们的狗眼！几个守山的外门弟子也敢这样对我说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您是？我叫秦子，你们说我是谁？您是师叔祖。拜见师叔祖。这是我爹，你们应该听说过吧？知道，拜见烧饼老祖。门里，你们进去通报吧，让宗主来迎接。是。晚辈东胜神宗宗主苏玄龙，恭迎秦子师叔祖和烧饼老祖回宗。恭迎秦子师叔祖和烧饼老祖回宗。为了羽皇老祖宗的面皮，只能先认贼作父了。秦子师叔祖和烧饼老祖，你们二位常年在外，今日为何突然回宗了？我身为东胜神宗的前辈，回来看看自己的后辈不行吗？反倒是你玄龙，几年不见，你也用这种口气和师叔祖说话，倒是有些生分了。师叔祖教训的是我说话有失分寸了。好了，我们进去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宗门后辈们朝气蓬勃的样子。爹，小女怎么这时候来了？这不直接撞枪口上了？血清，你怎么来了？林师弟受了重伤，我来找你要1颗9转造化丹。拿去吧。我走了，爹。慢着。完了，小女怕是要受欺辱了。这是小女苏雪清，不知师叔祖有何指教？爹什么时候多了一位师叔祖？看起来就是个小屁孩啊！指教不敢当，不过宗门之内，尊卑秩序终究是不能丢。小女从小和她娘流落在外，是近2年才被我找到，带回了宗门，一些礼数可能还没学会，请师叔祖多多担待。哈哈，是吗？宗门之内不能没有规矩，他既然不会，那就从现在开始学吧。来个人教他怎么对长辈行礼。你特喵还真把自己当师叔祖了，我来吧。玄清，跟我做。哼，我不要。这小辈当真不知好歹，突然觉得师叔祖说的对，这野丫头是时候教育一下了。俺呸，狗屁师叔祖，分明就是个拿根鸡毛当令箭的无耻狗贼。当着本师叔祖的面，竟然还敢无视宗门长辈，根本就是没把宗门的威严放在眼里。来人，张嘴！这个怎么？你们也要纵容这个不知礼数的弟子？难道我东胜神宗传承万年的礼仪秩序，就要毁在一个骄纵无礼的野丫头手里？这强硬的气势，莫非他真的是黄老祖宗的亲传弟子？怎么，没人敢动手吗？要不要我亲自来？师叔祖，让我来。你竟然打我！不敬长辈，罔顾尊卑，该打。玄龙，不要怪师叔祖苛刻，我知道你很痛苦，但谁让我是羽皇的弟子，是东胜神宗的师叔祖呢？我站在这个位置，自然要为宗门考虑，对吧？此话一出，苏玄龙身体微不可觉地颤了一下，然后默默握紧了左边的拳头。他今生第一次打自己的女儿，都是因为所谓的羽皇弟子，因为羽皇老祖的贪婪之心。有朝一日，我定要嘎了羽皇，为我女儿讨回公道。宗主，冷静，不要再想了，你快走火入魔了。玄龙，你在想什么？莫非是对我有所不满，又或者是对羽皇老祖有所不满？玄龙不敢。玄龙，你还当真了？我在跟你开玩笑呢。
羽皇老鬼，你不是想用阳谋坑害我吗？那我就给你来个挑拨离间。怎么回事？应该是宗门那2个小辈在战斗，他们上个月约定在今日一战。走，去看看。我很好奇，宗门这一代的小辈实力怎么样？还是不用了吧，这些小辈的实力自然无法和师叔祖相提并论。对，这些小家伙虽然也还行，但是跟师叔族比起来，简直不堪入目，还是不要看了。话不能这么说，我虽然贵为师叔祖，但同样也是年轻人，年龄与他们差不多，所以诸位和我一同去观摩一下吧。若是他们的技法实在拙劣，我等身为宗门前辈，倒也有义务指点一番，这才是长辈该有的样子。无量佛掌。刘希师妹，你败了。按照约定，这参悟始祖10倍的最后一个名额归我了。哼，下次我会赢你的。我等着。不错。你是谁？我叫秦子。是你？什么叫是我？见了师叔祖，一点礼数都没有吗？礼数？我丁山只认实力，不认这些虚名。以我既然年龄相仿，那就用实力说话。你若是能胜了我，自然可以那样高高在上的说话；若是不能，就收起你那副高人一等的嘴脸。好一个只认实力不认虚名！你是觉得自己很强，所以可以无视宗门的长幼尊卑，不敬前辈了。这样说来，若是一位宗门前辈修为尽失，彻底变成废人，你岂不是要当作蝼蚁对待，肆意羞辱？你想和我打，我偏不和你动手。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只有辈分没有实力的师叔祖，有没有资格让你这位大天骄行个晚辈之礼。我自然尊敬宗门长辈，若是宗门前辈，就算身受重伤，那也是我的长辈，我先知自当行礼。但是你是什么身份呢？这么说来，你是在质疑我的身份了？你的意思是，羽皇老祖昭告天下的事，是在撒谎？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东胜神宗的师叔祖？到底是不是？是。既然如此，我东胜神宗的尊卑礼仪，你今天遵不遵守？见了师叔祖，你跪不跪？我跪。宗门第10的天骄就这样跪下了，被一个外人弄得颜面扫地，这是何等的悲哀！你们为何不跪？我操！兄弟们，能屈能伸是好汉，我先跪了。众弟子的奇葩操作很快传进了一个人的耳朵里，他是东胜神宗排名第5的天骄，平日里嚣张跋扈。竟然有这样的事，他把我们东胜神宗当成什么地方了？这样做未免太无法无天了些。随后他气势汹汹地找晴子理论，但最终在晴子大义凛然的诛心嘴炮之下，这位东胜神宗排名第5的天骄也含恨跪下了。不过东胜神宗的所有人都知道，晴子这只是最后的疯狂而已。毕竟就算晴子将计就计，破了羽皇的阳谋，但是绝对的实力依旧是掌握在羽皇手中。只要晴子放肆到了一定程度，羽皇就能抓住借口，以清理门户的名义悍然出手，将晴子镇压，然后名正言顺地收回那件黄气。到时候给东胜神宗造成的所有羞辱都可以加倍的还回去。玄龙，经过这段时间的考验，我发现这一届的年轻人还是有些尊卑观念的，不错，让师叔祖见笑了。对了，我刚才听说你们探索祖地，发掘了一块始祖石碑。说是始祖石碑，其实也只不过是在祖地路边发现了一块石碑而已，没什么神奇的，我们都瞧不上，所以才拿出来给小辈参悟。原来是这样啊，我还怕是什么了不得的宝物呢。那样的话，我身为师叔祖，倒是不好意思和小辈们争了。不过既然是无足轻重的东西，那我就厚脸皮一次，讨要来看看吧。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怎么不行吗？莫非我身为羽皇的弟子，宗门的师叔祖，连看一块破石碑的资格都没有了？师叔祖误会了，这座石碑之前已经定好，给宗门前10的天骄每人参悟10天，如今正在给宗门第3天骄陆无香参悟，现在他才参悟2天而已。你是说我至少还要等8天？苏玄龙看着晴子吃瘪的模样，心中大喜，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既然现在是宗门第3在参悟，那宗门第1和第2的天骄应该有空吧？照过来我见见，可别跟我说他们都有事，或者在闭关什么的来不了。如果2个都那么巧，那就不是巧合了，我就有理由怀疑他们是对我有意见。师叔祖哪里的话，我这就传音召唤他们。师叔祖，这个第1的玄天机之前有所感悟，真的在闭关，只有第2的王震能来。啊，也行，不管了，能保住一个是一个，总不能宗门最杰出的2位天骄全给这小崽种祸害了吧？弟子王震拜见师叔祖。起来吧，这家伙直接服软，我倒是不好刁难了。早就听闻师叔祖天资盖世，实力也是冠绝东域年轻1辈，今日有幸见到，想请师叔祖指点1、2，不知可否？好，自己送上门来了。
好志气，原本我这几天不打算出手的，但是既然你有这份上进心，那我就指点你一下吧。师叔祖，小心了！震荡之剑。师叔祖，我这招自创的神通，可还入您的法眼？很不错，除了威力不怎么样以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既然师叔祖认为我这招虚有其表，那么请问要怎样改进呢？我对你的神通不太了解，并不知道你这一剑的精髓是什么。施展一次。一剑过后，王震彻底被破了道心，耳边不停回荡着那句：“我不知道你剑法的精髓，就照猫画虎的施展一次，照猫画虎的施展一次。”师叔祖，您出手有些狠了吧？王震乃何等天骄，区区小伤，转眼就能痊愈，我说的对吧？答对，区区小伤，何足挂齿。既然如此，那我再赐你一招。此辽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玄龙，我记得宗门有一座龙鱼池，里面养着一群龙鱼，几年不见，不知这些龙鱼长得怎么样了。走吧，带我去看看。师叔祖，这龙鱼长势缓慢，100年尚且只长那么1-2寸而已，几年不见，必然没什么变化，要不别去了。国外全当是游山玩水了。玉皇老祖宗，我可是尽力了。我记得几年前，我还在池畔喂他们吃过灵草，一晃几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你特喵接这边，几年前东胜神宗有没有你这号人，我能不知道吗？师叔祖，你记忆还怪好的嘞。快看，那是小金，几年不见，我甚是想念。这是怎么回事？师叔祖，玉皇老祖为了防止有人偷鱼，早已在龙鱼池设下防护阵法。撤掉啊！没看到我正要跟小金叙旧吗？这，我恐怕无能为力。这阵法是由玉皇他老人家布下的，其他人都打不开。那我5年前为什么可以进去和小金一起玩耍？特喵的，5年前你有没有进去过？你心里没点数吗？这是最近2年才布下的。那这阵法真的打不开吗？真的打不开。那若是打开了怎么办？若是打开了，就证明玉皇老祖宗默许了。就凭你们，要是能击碎界皇强者布下的大阵，我当场吃奥利给。我想玉皇应该已经默许了。这，刚才发生了什么？幻觉，一定是幻觉。宝贝们，我带你们出去玩。你住手！这龙鱼不能动。怎么不能动呢？玉皇老祖都已经默许了，也没有阻止我呀。完了，这下把笔丢了。嘿！拜见玉皇老祖。徒儿，见了为师，为何不跪？因为不怕。为何不怕？不怕，就是不怕。放肆！快跪下！莫非你出去游历几年，见了些世面，心气儿高了，连师傅都不认了？这些日子所受的屈辱，终于要讨回来了。我呸！臭不要脸的老东西，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弟子？你心里没点数吗？辱骂界皇强者，他怎么敢的？为师教你修炼，传你神通，甚至赐予你皇气，却不想尽是养虎为患。下苍生，为师也只能忍痛出手了。真是个老壁灯，不就是想抢皇气吗？编这么多故事给谁听？无耻念徒，受死吧！由于你的儿子在敌人的地盘闹事，并且敌人太过强大，所以系统赠送一张装逼保底宝，但是获得了一位3阶皇者的力量。你也是界皇，你说呢？既然你也是界皇，那么想必这次是有备而来。你想从我东胜神宗得到什么？公道，一个早就该讨回的公道。哼，我玉皇纵横中域1000年，横扫八方，向来无敌。就算你也是界皇，今日又能奈我何？你也非常无敌。这就是你的无敌？界皇强者不可辱。毁我面皮，犹如杀人。我晕。想跟我同归于尽，你还不配？嘿，住手吧！剑皇出马，此辽注定活不过今晚。
小雨，还不快谢过前辈不杀之恩？特喵的，这剑皇怎么敌我不分？你就是剑皇吧？此人很神秘，身上笼罩着一层层迷雾，目前整个东域都没人知道他的底细。有人前往枯败之地的九阳王朝，也没能弄清他崛起的真相。而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此人很可能是一尊远古时期的强者夺舍重生，断不能招惹。正是老夫。愿意交谈，那肯定是被我唬住了。今天这件事你怎么看？此事是我徒儿羽皇起了贪欲在先，这件事错在我们。看来活得久一些是要明理一些。那今天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呢？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办？不要问我怎么办，因为我若是提要求，你们不一定办得到。那几10条龙鱼已是滔天机缘，也休要得寸进尺。为了一件黄气，惹到这么一尊大佛，你特喵是非要坑死老子才满意。阁下可否借一步说话？可以。这是我偶然之间得到的，材质很特殊，但是我研究许久，也没发现什么特异之处。但我相信它蕴含着巨大的秘密。无意间捡到的，你觉得我会信？好吧，我实话实说，这是前些年我在西域一个秘境得到的，当时花了很大的力气。继续忽悠。其实是在牛粪中捡的，不过这东西不沾污垢，而且清洗过很多次，不碍事。你若再没有诚意，这东西我不要也罢。其实这是我在一个新入门的弟子那里偷来的，这个弟子叫林毅，天赋非凡，惭愧啊！林毅，那不是上级苏玄龙的女儿要救的人吗？不出意外的话，这家伙又是一个天命之子，而且还是气少流。可以跟我说说这林毅的具体情况吗？我对这年轻人很感兴趣。林毅是我东胜神宗的下属宗门，穆天宗统治疆域的一个二流家族的少主，家世一般，林家最强的老祖宗也才3重天圣人而已。而林毅的父亲更是只有至圣境7重的修为，简直跟蝼蚁差不多。但是林毅的母亲却是十分神秘，来历不明，实力也极强。只是林毅刚出生不久，他就神秘消失了，没人知道他的身份。而这个玉佩就是他留给林毅的，我猜测这玉佩来头很大，甚至可能是某个超级势力的信物。所以这其实是个烫手山芋，对吧？难怪你舍得拿出来给我。我是想前辈实力强大，并不会害怕沾染因果。这东西你拿着的确烫手，甚至一个搞不好，整个东胜神宗都会遭遇灭顶之灾。但是我还真不怕。莫非年人，您知道这玉佩的真实来历？烧饼没有说话，高深莫测的笑了笑，留给剑皇无尽的遐想。后面我可能会对那个林毅进行一些考验，希望东胜神宗不要插手。我知道了，那我们回去吧。爹，怎么样了？谈好了，我们走吧。秦前辈，那小雨这次犯下的错误，要不要向世人澄清一下？前辈，怎么放个屁的功夫，仇人就变成前辈了？不必。不过你们可以昭告天下，说秦子犯下大错，不可饶恕，已经被羽皇逐出师门。前辈，这，我并不是开玩笑。其实我并不希望世人知道我有多强，也不希望秦子明面上有太大的靠山，因为那样会让他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强者都是一路打上来的，我对他的期望是披荆斩棘，横扫一切，直到巅峰。踩，要不说人家是绝世强者呢，培养儿子都有一套。小子，爹这样做，你能理解吗？我知道爹都是为了我好。回家吧。师傅，他到底是谁？大人物，一位绝对不能招惹的大人物。听说了吗？那秦子被羽皇逐出师门了。急，之前还以为没有机会了，没想到啊，机会又回来了。阿弥陀佛，贫僧之前倒是误会了羽皇施主，惭愧。这样一来，此黄气倒是与我佛有缘。系统，此物什么来头？丁，此物并非此界的产物，而是来自传说中的上界。果然是上界，这下第2级跟秦子撒下的谎能圆上了。只要我操作得当，林毅的母亲不就是秦子的母亲吗？好家伙，这个穿越者为了获得系统的无敌修为，居然去忽悠一个素未谋面的孩子。我才进入东胜神宗1个月，就通过了内门试炼，成为内门弟子，如今算是大出风头，想必已经有宗门高层开始关注我了。虽然这途中也得罪了宗门内部几个背景不小的天才，但是总体来看都是值得的。只不过你要留给我的那块玉佩，却是在内门试炼的时候弄丢了，不知道被谁捡去了。林毅，给我滚出来！
这声音是内门第8天才皇上来找麻烦了。反正在宗门内部，他绝对不敢杀我。出去看看吧。皇然师兄突然到访，不知有何指教？指教不敢当，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师兄请讲。你可知道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在资源和待遇上有多大的差距？犹如天地之差。那你可知道内门试炼多久举行一次？应该是3年。3年？你知道这3年对我弟弟造成多大损失吗？就因为之前的一点恩怨，你竟然在内门试炼中打伤小安，让他没能通过，未免太过分了。其实就算我不打伤他，他也通不过的。岂有此理！做错了事，不知悔改不说，态度还如此恶劣。今日我说不得要教育你一番了。麻烦了，对方已经是通天境巅峰，我不可能打不过。住手！你想做什么？难道不知道宗门之内禁止私斗吗？林毅害得我弟弟没能进入内门，这笔账我无论如何都要与他算一算。你敢？苏师姐不用吓我，我称你一声师姐，那是看在宗主的面子上。我若是动手，你未必阻止得了。你，师姐，不见你的好意，但这件事你还是不要管了，我倒要看看他今天能把我怎么样。大言不惭，镇山拳。林师弟，你没事吧？这次只是给你一点教训而已，若是还敢有下次，下次你要怎么样啊？我没事吧？不谢前辈，我没。林师弟，先让我看看。他没什么大碍，就是五脏破损，骨骼断了一半，经脉断了大半，丹田出现了几道裂痕。请前辈出手医治。我带他进屋疗伤，你在外面守着，不许任何人进来。便宜你小子了。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晚辈没齿难忘。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前辈，看到你，突然想到了一位故人，所以失神了。难道我和前辈那位故人长得很像？像不像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身上流着他的血。难道您认识我母亲？认识，何止是认识啊！前辈，你知道，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其实是撕碎你，将你毁灭。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但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废物的儿子。不许你侮辱我爹！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爹得到了世间最好的女子，却没能保护她，这难道还不是废物吗？我会把我娘救出来的，但是请您不要侮辱我爹。不管您怎样瞧不起他，可是他始终是我爹。是啊，不管我怎样瞧不起你爹，你终究还是他的骨肉啊。为什么你不是我的孩子呢？我要怎样称呼您呢？我叫秦烧饼，你就叫我秦叔吧。秦叔，您可以告诉我娘到底是什么身份吗？还有，她现在在哪里？以你目前的实力，知道了又能如何？我知道我现在很弱，但是我可以变强，不断变强。你能变得多强？是界皇巅峰，还是武帝极致？可是我要告诉你，就算你真的成为武帝，在你母亲的家族眼中，依旧只是蝼蚁。这不可能，武帝是修炼的最高境界，高高在上，无敌世间，怎么可能会是蝼蚁？我知道你不信，可是这就是事实啊！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将你娘救出来了。前辈，难道您已经是武帝了？曾经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难道也是因为我娘？不，我的修为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而被封印的。当年我只身前往那个世界，并且杀入了那个家族，想要带你娘离开，可是他们太强了，强到让人绝望。那种恐怖的底蕴足以碾碎任何的幻想。但是他们没有杀我，而是劝说我离开。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囚禁你娘也没有错。我想要救你娘，是因为我不想看她受苦，而他们囚禁你娘，也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和声誉。随后你娘也隔着牢狱劝我离开，劝我放下她。后来我在那个世界游历，遇到了秦子的母亲，并且带回了这方世界。可最终造化弄人呢，秦子他娘的身份和你娘竟然是如此的相似。也许我这一生注定是逃不过这一劫吧。您是说秦子的母亲也被抓了回去？烧饼没有说话，默认了这个事情。秦叔，您真的不能告诉我关于我娘的消息吗？现在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等你什么时候成为武帝了再来问我吧。秦叔，您对我这么好，秦子会不会？不会的，秦子很懂事。你的伤还没痊愈，好好休养吧。我还有点事需要去找剑皇，就先走了。前辈这次是来考察林毅的，怎么样？你还满意吗？我测试了一下，心性不错，你好好培养吧，甚至可以收为弟子。既然前辈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占一次便宜，收下这个可造之材。对了，
那我要不要告诉他，我是因为前辈的指点才收徒的？不用，就算他问，你也不要说。因此，九重天圣人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为人，您的修为将提升到九重天圣人，并同阶无敌。没了羽皇的庇护，可大势力终于按捺不住。身为穿越者的儿子是种怎样的体验？不是被亲爹雇来的刺客追杀，就是被各大家族陷害污蔑。小子，别挣扎了。不好，他要借助传送阵逃跑，快阻止他！最近都别出门了，小心他爹报复。各位，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许久了，观察的也差不多，现在该进去了吧？不如鸡兄先行一步。正有此意。看来是没问题了，我们也走吧。走，跟上。好恐怖的气息！莫非万剑天和那些杀人的剑气就是从这里分化出去的？鬼斧神工，鬼斧神工！快看，前方有光！不对，上面好像有人。我们快走！我要被他抢走滔天机缘！这群老六好生不讲武德！我是谁？我在呢。你在这里得到了什么？把东西交出来！你在想屁吃？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有多大的实力就说多大的话，否则只是自己打脸罢了。哼！煌煌大日，神威滔天。鸡兄且慢，怎么？你们认识此人？他是晴子，是我东胜神宗的师叔祖，羽皇老祖的弟子。他就是晴子，我可是听说他已经被逐出师门，现在跟你们东胜神宗没什么关系了。呵呵，关系这种东西是斩不断的，不管你承不承认，他就在那里。他跟你有关系，但跟我可没关系。我似乎没有必要给你这个面子。晴子和我的追随者水清寒关系不浅，还请鸡兄行个方便。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放他一马。不过他进来的最早，肯定拿走了不少好东西，必须让他将东西交出来，我们平分。我真没得到什么东西，我就是被一个传送阵传到了这里，还没搞清楚状况，你们就进来了。看到了吗？就算你们保他，他也不一定领情。如今他要私吞这里的机缘，你们怎么说？晴子，别犯糊涂，将这里的宝物交出来吧，否则姬少主真的会杀了你。我的确什么都没得到，而且我本身家底有些丰厚，总不能把我在外面得到的宝物拿出来分吧？那我就亏大了。冥顽不灵，雕虫小技，日之怒，鱼龙百变。这股意境，这种气息，莫非是东胜神宗的龙鱼？传闻秦子为了替代真龙血脉炼神通，将东胜神宗的龙鱼屠杀大败，这才被逐出师门的。看来这是真的。姬家少主居然败了！快看，那是什么？这才是宝藏入口，大家快冲！我的，都是我的！几乎瞬间，所有人同时冲天而起，争先恐后的飞向宫殿，但晴子却站在原地，呆呆的看着那座宫殿。他只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应该是这几天被追杀怕了，都有些疑神疑鬼了。区区一计，能奈我何？时间一晃，2天过去了。烧饼像往常一样掏出了今日头条看新闻，也就是这一看，把他惊呆了。狠人烧饼的儿子在万剑天河遗迹犯下大案，接连击毙姬轩辕和齐皇2位天骄，手段极其残忍。这么能惹事，不愧是我儿子。爹，我又被人诬陷了，怎么回事？我当什么事呢？大不了有人找事的话，爹随手打发掉就是了。秦烧饼，将晴子交出来。没错，晴子屠杀各大势力的天才，罪孽深重，必须诛杀。滚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这年头不怕死的真多呀。是谁想要一个交代呀？怎么刚才不是叫得很凶呢？现在一句话都不敢说了。烧饼，你别太嚣张。我一向都这么嚣张，你有意见？自然，我们今日来。还有谁有意见吗？我还以为是大敌当前，没想到是一群鼠辈。既然如此，那就退下吧，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交出晴子，饶你不死。齐皇之死，你也得给我齐家一个交代。我要是不呢？大家一起上，斩杀此僚。你们还不够，吞之即灭。
就这点实力，也敢大张旗鼓的前来问罪，这东域还真是一大不如一代。金烧饼，莫非你以为自己举世无敌了吗？举世无敌不敢当，但是在东域这区区弹丸之地，无敌一次又何妨？好一个无敌一次又何妨！姬家家主，恭请老祖降临，为我族讨回公道。姬家家主，恭迎老祖降临。现在跪下磕头认错，不可留你全尸。2个低阶界皇也敢如此猖狂，不过在东域这等贫瘠的弹丸之地，你们能达到皇者之境也是不错了。呵呵，是吗？我很好奇，你区区一个9重天圣人，是哪里来的勇气，敢对界皇强者评头论足？9重天很低吗？莫非你达到过9重天的境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谁不知5重天是最佳的城皇契机，超过6重天基本城皇无望，而9重天看似强大，其实是彻底的废了。哪怕你心比天高，这辈子也只能止步于皇者之下。东域之地果然是贫瘠的弹丸之地，土著蛮夷，无知无畏。放肆，给我受死吧！好家伙，被界皇强者视为蝼蚁的烧饼，今天也要成皇了。劫来！不好，我们也被卷进了皇劫之中。真是疯子！难道他想和我们同归于尽吗？同归于尽？你们太看得起自己了。哼，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度这逆天皇劫。系统，该你出手了。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本系统降临，小小监狱还不速速现出真身？大佬，熊个风把你给吹来了。莫要废话，今天渡劫的是本系统的宿主，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小弟明白，不知那2位是？他们呀，是来找茬的，你看着办。看着办，看着办，就是狠狠的办。嘿嘿，9重皇劫果然恐怖如斯，若是再降下几道，我恐怕要就此凉凉。不用怕，用不了多久，那小子就得被劈成粉末，到时候危机自然迎刃而解。你们加油，能不能成皇就看你们了。我要举报，有人开挂。大佬，您对小弟的工作可还满意？不错，相信你很快就能晋升。多谢大佬，那小弟先告辞了。感受到了吗？雷劫消失了。特喵的，这皇劫是有什么大病吧？临走又劈我一下。好歹活了几千岁了，渡个皇劫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这话也就你能说出口？你那是渡劫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度假。前辈，方才是我们狗眼看人低，还望您勿怪。怎么改口了？不说我儿子是嘎人的罪魁祸首了？经过皇劫的洗礼，我们茅塞顿开，晴子一事，恐怕是有人栽赃陷害。是啊，秦皇，这其中肯定有误会。令郎秦子品性纯良，断然不可能做出那等大逆不道之事。你们抱着一个误会，就对我儿子喊打喊杀。今天若是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谁也别想活着离开神下山。前辈息怒，我自知罪孽深重，为了补偿您的损失，我江家愿意为晴子开放一次仙草秘境。前辈，我姬家也有一座传承秘境，可以为晴子开放一次。虽然这对前辈来说不算什么，但也算是我姬家的一点诚意，请前辈不要拒绝。几天后，狠人烧饼度过了9重皇劫逆天成皇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东域，各大势力都猜测他是远古巨头重生，这也导致晴子的地位水涨船高，彻底没人敢去招惹。4大域互相隔绝，消息几乎不流通。只要去了其他域，那么我在东域的威名就直接清零。好可怕的威压！这股气息恐怕是至圣境的恐怖存在。王辉，这皇室的敌人又来了，看来九阳皇室真的要完了。你们说，九阳皇室要完了？是谁？千贤，前辈有何指教？皇室那边发生了什么？几天前，一群可怕的强者从东域而来，不由分说攻向皇室，但皇室隐藏极深，与外来者斗得有来有回。没错，这是3天3夜过去了，或许皇室已经灭亡了吧？这些神秘强者从东域而来，那多半是东域的没落皇族杨家了。九阳皇室跟我有些交情，还是去看看吧。白逸晨，你怎么在这里？我是大皇子。怪不得我在第6集时就觉得他身份不一般。那其他人呢？他们都在监里。
原本东域的主脉说，只要找到了这把家族传说中的剑，我们这一脉就可以回去。可是你们不甘心对吧？没错，几位老祖宗在1000年前开启了复兴计划，要在这枯柏之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家族，然后堂堂正正杀回东域。那你们如何抵抗这枯柏之地的侵蚀？这剑中隐藏着我杨家先祖的小世界，里面蕴藏的气运和资源，足以让我们抵抗枯柏之地的侵蚀，并且逆势崛起。那你们族内的老祖宗为何还会衰败？为了迷惑东域那些人，他们不得不让自己衰败下去。原本这个计划再有20年就能成功了，可如今他们全陷阱了，我那弟弟恐怕到死都不知我是他哥哥吧。而这一切只为了让我去打赢这原本没有希望的一仗。身为被放逐的气脉，竟敢屠杀主脉之人，大逆不道，当诛！完成。你的根基太薄弱了，再打下去你会死的。他们不会让我活下去。他们怎么想的没关系，我让你活，你就能活。九阳皇室余孽，受死吧！秦皇拜见秦皇。家族励精图治1000年，都没能出一个皇者，他仅用2年半居然就成皇了。你们回去吧，这个人我保了，并且从今以后，东域杨家不得再针对九阳皇室这一脉。秦皇旨意，怎敢违抗？东域杨家愿与九阳皇室冰释前嫌，同归于好。我的家族已经不在了，谈何回归家族？那你想怎样？这样吧，我们就以20年为限，20年之后，我与你们东域杨家做个了断，生与死都与他人无关。秦前辈，您觉得可以吗？为什么是20年？因为我们家族的计划就差20年，我想让家族先辈们世世代代的努力有一个结果，无论胜败，至少不留遗憾。准了。好问，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么20年后我们在东域等你。秦皇前辈，我等告退了。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先将族人们安葬在这片废墟之上，为他们修一座陵墓，守灵2个月，然后再出去闯荡。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先联络一下炼丹师协会的庞奇大师，和他打好关系。为什么？天机不可泄露。走了。爹，以我现在的实力，能进入那个神秘的石门了吗？你去试试就知道了。每个秘境中都有逆天之造，哪怕是猪狗沾染的丝，亦可以但眼前这个小地方却被所有秘境称为老祖宗，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富的流言。老爹，我们快进去吧。这真的是秘境吗？看着像是乱葬岗。只是一个古战场而已。秦大哥说的不错，这是4万年前我们这个世界和天恒族强者开战的战场之一。天恒族是魔族吗？不是，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族。我们这个世界叫九苍界，而那个世界叫天恒界，所以我们叫他们天恒族，他们称我们为九苍族。为什么要开战？为了争夺神物，一剑能决定一个族群命运的无上神物。那后来结果如何？我们九苍界更胜一筹，保住了那件神物。快看那是什么？好恐怖的气息！应该是一件地器，而且还是天恒族某位5帝强者炼制的。地器？别高兴太早，地器一般都有自我意识，而且实力很可怕，想要强行收服基本不可能。有多强？5帝之下咔咔乱杀。那我们岂不是有危险了？不用怕，地器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不被逼急是不会醒来的，比猪还懒。师傅，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相信师傅，准没错。师傅，我的丹田变成他的猪窝了，怎么办？天恒族的地气和我们九苍界的人天生排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秦大哥，这不会有事吧？如果有事的话，我也不会让他进去了。这地气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啊！爹，又有宝物出事了，我们快去看看。你们别动。怎么了，爹？我感受的那边的宝物明显和你得到的炉子互相排斥，如果见面可能会开战。有个好爹真不错，要不然我肯定饮恨西北。屏幕前的你们羡慕去吧。我过去看看，你们站在这里不要走动。那你小心点。总算将这宝物杀手定在原地了，要是再跟过来，恐怕这件宝物也要被抢了。今天真是好日子，赚得盆满锅满。有了这些资金，又可以对儿子进行暗箱操作了。这就是南域吗？果然和东域完全不同。
空气中弥漫着野性的气息。南域并不是单纯的野蛮，还盛行诡异的诅咒和巫蛊之术。你在南域历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练？您不陪我历练吗？傻孩子，雏鹰总是要自己去飞翔啊！别走了。区区通天境的妖兽也敢对我出手，胆子真够肥的。今天运气真好，来捡一头妖兽。哦，哈哈，竟然还诞生了妖丹，这次赚大了。拿别人的东西总得打声招呼吧。小子，你可知道这方圆10万里的疆域都归属我漓江宗？没错，这个地界的东西，哪怕是一只蚂蚁，都归我们。休闲生存法则第1条：当遇上泼皮无赖、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就用拳头解决。绝命火莲。等着吧，小子，你逃不掉了。卧槽，这是什么东西？不管了，继续闯荡吧。兄台，你们为什么不直接用神通捞鱼呢？这样钓太慢了吧？我们钓鱼其实是为了锤炼身体。此话怎讲？钓鱼不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反应力，还需要瞬间的爆发力。长此以往，对战时就能得心应手。原来如此，相逢就是有缘。我观兄台气度不凡，不如去我家坐坐。不必了。杀了我漓江宗的人还想走？水之束缚。此人天赋绝佳，正好填上七星圣地的名额。名额？莫非是什么大机缘？难道是哪个什么圣地要收弟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下李山，不知各位天骄名讳。在下王腾，在下柳红，在下李大狗。这位兄台呢？别问了，他说不了话的。如果我所料不差，困住他的是漓江老人的弱水天河。恐怕我们今天是凶多吉少了。你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吗？我听说七星圣地的少主白晴天前段时间进入麻婆洞，不小心被诅咒缠身。麻婆诅咒，听说中此咒者十死无生。是啊，可这七星圣地偏偏有一种巫术，可以通过祭坛将诅咒之力转嫁到年龄和修为差不多的同龄人身上。难道我们要被当作转嫁诅咒的容器了？没错，想我王腾又崛起，同境界从未败过，他们七星圣地就这么确定我不如那白晴天？俺也一样，若不是万毒门的九重天老祖出手擒拿我，那白晴天倒不见得能与我一战。我也不服，他白晴天兴许还不如我，凭什么让我给他转嫁诅咒？区区蝼蚁之辈，莫非你们觉得当我的祭品很吃亏？我呸！说大话谁不会？我就问你，敢不敢和我公平一战？没错，你若是能打败我，我死也服气；否则，老子死也瞧不起你。别用激将法了，他没那个胆子的。你看他那怂样，除了会躲在长辈后面狐假虎威，还会什么？就是，没有七星圣地撑腰，他还有啥？他还是个啥？身为穿越者的儿子有多倒霉？刚跳出东域的蒸笼之中，却又被忽悠进了南域更大的铁锅里。一起上吧，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你莫要猖狂！黄龙枪法，一起上，把他的面子打成鞋垫子。大神魔印。现在还觉得我不够资格吗？哈哈，打败我们能说明什么？这位被封在弱水天河中的兄弟，才是我们5人中最强的。没错，你若是对上他，绝对毫无胜算。无稽之谈，我就知道你不敢，你也就欺负一下比你弱的人而已。看到比你强的，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难怪我听说你从未有过败绩，呵呵，专挑比自己弱的人动手，能有败绩才怪了。是哪位前辈擒拿的此人？还请将他放出来，与我一战。这，怎么，前辈莫非是担心我打不过他？怎么会呢？圣子天赋绝伦，自然可以镇压此人。不过此人是我抓住的，他有多少斤两我很清楚，根本不值得圣子亲自出手。值不值得是一回事，但是打不打又是另一回事。既然他们说我不敢一战，今天我若是不出手，其他人会怎么看我？所以还是将此人放出来吧。好吧，不过此人有些诡异，圣子要小心了。终于出来了，骨头都要生锈了。来吧，与我一战。我赢了有什么好处？
你不可能赢。那输了有什么好处？那看样子我是不能输了。这可由不得你。就这点实力吗？御喵魂。小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大会天龙，大会天龙！难道我真的不如这小子？圣子果然绝世无双，这一战是我输了。我就知道我不会输。就在白晴天大笑一赢时，晴子的一句话彻底击碎了他的自尊。你说过我不可能赢的，你的吩咐我不敢不从，毕竟你师傅在这里，我怕他杀我。理你！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原本我只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在南域闯荡，可是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打压。现在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其实我想走。请问阁下是谁？为什么救他？过路的无名之人而已，单纯的看不惯你们一群老东西欺负一个年轻人罢了。阁下的意思是要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与我齐星圣地为敌？与你们为敌，我没兴趣。不过今天我既然出手了，人肯定是要带走的。阁下倒是很自信，那我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解锁封天是磐石所天阵，据说这阵法一旦发动，就算是界皇强者也无法闯出去，只能背水一战。所有人一起上，杀了他！小小蝼蚁，给我散！哼，不管你是谁，西行圣地轮不到你撒野。一群蝼蚁玩了这么久，结果你就给我看这个。怎么可能？莫非他是界皇强者？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前辈饶命！你们走吧。多谢前辈。是麻婆诅咒爆发了，大家快跑！卧槽，这下完大了！宿主莫慌，这麻婆诅咒旁人沾染必搞，但对你来说确实只有好处。你可别骗我！放心吧，宿主，你每个境界都是顶级的。这小小诅咒不仅伤不了你，而且不出2分半就会被你自主炼化，到时候你就可以随时施展此诅咒。这怎么可能？他居然降服了麻婆诅咒！前辈，您到底是谁？无名之人而已，也许曾经有点名气，但是你们还接触不到那个层次。前辈，那他真的跟您没关系？我说了，只是看不惯有人以大欺小而已。如果今天这里全是年轻人，就算他被人打来吃了，我也不会管。没什么事，都散了吧。罢了，这是你的机缘，我一个老家伙还不至于从你一个小辈手里抢东西。嘿，小子，交出宝物。对，连那位大人都能看上的宝物，必然无比贵重。谁敢乱动？刚才那位是我爹。实不相瞒，其实那也是我爹。也是我爹。你们别乱说，他可是我的家父。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诸位，一起擒住他，共享宝物。好家伙，居然是黄旗！别感慨了，如今他跑掉了，我们再想抓住他可就难了。而且他的天赋比白晴天还要强，又身怀大机缘，今后若是成长起来，找我们报仇怎么办？既然如此，那就将他身怀至宝的事情传出去，让整个南域的强者一起追杀他。好办法。就这样，晴子又在南域开启了人人喊打的日子。另一边，烧饼根据身上的麻婆咒印赶到了麻婆洞，可就在他准备进入时，却被一位老者拦住了。等一下，好巧啊，前辈！想不到你短短时间内就达到了界皇境，连我都吓了一跳。惭愧惭愧，不必谦虚。其实老夫早就看出你身上有秘密，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最好不要去探究这个秘密。不知道为什么，活得越久，就越相信自己的感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糊涂了。前辈修为高深，心境超凡，看来已经达到了知天命的境界，晚辈佩服。知天命，我嘛，原来我这么厉害啊！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前辈刚才为什么叫住我，是为了叙旧吗？当然不是，我是看你差点进入了这邪洞，所以才叫住你的。听老夫一句劝，不要进这个洞，这里面的水太深，你还年轻，把握不住的。既然这个洞如此邪门，那前辈为何来这里？我是说你不能进去，而我自然不一样，这里面的水再深，我也还应付得了。
多谢前辈关心，不过我辈武者不应该畏惧危险，正所谓祸兮福所依，危机往往也伴随着机缘。好了好了，随你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会儿再来可别怪我没提醒你。没办法，打又打不过，也不敢顶嘴，只能悄悄进去这样子。救命啊！嘿 ，nice。拿个老六无证驾驶，等着扣分吧。一群心浮气躁的小辈，不好好修炼，就知道抱着侥幸心理冒险，真的也活该。看来只能除掉怪物，才能安稳的过去了。这怪物的实力居然达到了界皇3重，不过正好让我试一试麻婆组。前辈，我愿意臣服。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臣服？你有什么价值？别杀我，我知道这洞里最大的秘密。麻婆洞最大的秘密，莫非是麻婆豆腐的配方？前辈，就是这里了。难道这就是麻婆？看起来是在修炼类似一气化3000功法。大人，我敢肯定，这一定是麻婆洞最大的秘密。系统能把我送进去吗？当然可以，但宿主的生命安全，本系统不做保障。俗话说得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只管送我进去。好的，宿主。随着烧饼被传送进光柱之中，他的身体也瞬间动弹不得，四周的空间伸手不见五指。紧接着，一股庞大的信息犹如江河倒灌，一股脑的进入了他的脑子里。原来所谓的4大域，不过是当年那场神物争夺战，将九苍大陆边缘疆域打碎后化作的碎片大陆。敢窥视本尊传承，滚出去！下一秒，烧饼惊魂未定的醒来。与此同时，整个麻婆洞都在被烧饼刚被传送走，麻婆的内部就彻底沦陷。前辈，您这是怎么了？年轻人，你还没走。前辈说里面的水很深，我把握不住。怎么看样子，前辈也没把握住啊？嘿，别提了，晦气。本来以老夫的实力和手段，在里面完全是如履平地，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知道哪个混蛋触发了里面的杀战，连老夫也被波及了。得亏你听了老夫一句劝没进去，要不然你恐怕也出不来。是，前辈实力强大，又有先见之明。这次要不是前辈的提醒，我恐怕也要倒霉了。不用谢我，老夫身为前辈，提携一下后辈也是应该的。敢问前辈名号？老夫名为贪江老祖。对了，我有点急事，就先走了，有缘再见。你这懒货，快走！刚才我在那柱子里留了2根芹子的头发，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发挥重大作用。丁，界皇3重强者对你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实力将提升到界皇3重天，并同境界无敌。界皇3重出手，跨度太大了，我得去看看那小子。小小年纪倒是诡计多端，本座亲自出手，都差点让你逃走了。你堂堂界皇强者，对我一个小辈出手，难道不觉得丢人吗？宝物机缘，自古都是有德者居之，我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什么丢人的呢？看来只能使用那一招了。老爹救我！死到临头，还在做无谓的挣扎。莫说你爹不在这里，就算在，他又能如何？你最好祈祷他不要来，因为他来了，下场会和你一样。你说说，我和我儿子的下场是什么？这小子的爹怎会如此恐怖？道友，我想这其中有误会。既然是误会，终究是要解开的。那么请问你打算怎么解开这个误会呢？我曾经偶然得到一件飞梭，是一件黄器，速度出奇的快，就算是一般的界皇都追不上。送给令郎做代步工具倒是很合适。一件飞梭好像不够，你看我如今斗志低沉，形态懒散，明显是心灵受到了创伤，弥补起来倒是很麻烦。好吧，今天我认栽了。这是我的全部法宝，还请前辈饶我一命。我操！你不讲不得。爹，我们去北域吧。想你的小女友了。您说什么呢？我只是听说北域天骄如云，盛况空前，想要去见识一番。我懂，我都懂。你嘛，别怕，我问你几个问题。
您问，你知道水清柔吗？水庆柔，据我所知，北极神殿的神女似乎就叫水庆柔，应该就是她了。她现在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人家是界皇强者的弟子，肯定过得比我好啊。至于具体怎么样，那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北极神殿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或者有什么外地来犯？他们本身就是庞然大物，不去找别人的麻烦就算好的了，谁敢找他们的麻烦？那有没有天骄人物追求水清柔？这个还真有。谁这么大胆子？大人息怒，虽然有人仰慕水清柔，但只是单相思而已。北极神殿在哪个方向？你指给我看看。应该就是那边。行，我相信你。这两人太恐怖了，我得抓紧跑，万一指错了方向，他们杀回来问罪，我就完蛋了。短短2年多的时间，您竟然成了界皇，当真是不可思议。侥幸而已。轻柔，你先带晴子在宗门各处转转吧。秦皇这次来，应该不仅仅是带着晴子过来找轻柔这么简单吧？还真是这么简单。毕竟除了这件事，北域也没什么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区区小事，怎么值得秦皇亲自跑一趟？别的皇者恐怕不会如此屈尊。没办法，谁让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呢？而且我和他们不一样，除了儿子，我一无所有。以秦皇的实力，如今算得上东域霸主了。这样的权势，还能叫一无所有？这些东西对别人来说很珍贵，但对我来说一文不值啊。是因为秦皇不喜权势吗？不是不喜，只是因为这些东西唾手可得。好家伙，这家伙凡尔赛的水平比修为更高。秦皇的实力进步之快，是我平生仅见，简直闻所未闻。不知秦皇是如何做到的，可否为老身解惑？一条路曾经走过一次，如今再走，自然快很多。莫非你是转世重修？据我所知，只有达到5帝境界的强者，才有希望在轮回中保持灵尸不灭，带着记忆转世重修。你难道……所谓转世重修，不过是实力不济的废物，陨落之后又苟延残喘的活过来了而已。曾经就是废物，现在更不值一提。店主，属下有要事禀告。呈上来。万法天池即将开启，5家诚邀北域各方天骄前来观赏，参悟法则。也请北极神殿的各位师妹赏脸，莅临万法天池，共享此盛世。落款人5成。万法天池是什么？万法天池是北域皇族5家的宝地，每次开启都会演绎各种法则意象，可以助人悟道。这个5成是谁？5家家主5穷的独子，此人天赋也很强，在北域算得上最妖孽的天骄之一。对了，这5成倒是在很多场合表现出了对轻柔的爱慕之意。倒是有些眼光，如果不是自己的，最好不要痴心妄想，否则后果会是无法承受之重。那这万法天池，轻柔可以去吗？为什么不去？那让晴子一起去。你看着办吧。北极神殿内禁止私斗，是谁敢违抗禁令？禀师祖，是一位弟子与晴子发生了摩擦。是谁如此大胆，对待贵客毫无礼敬，简直无法无天了。待老身将他定罪。不必了，小辈之间的冲突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这些长辈何必去干涉？可是这位弟子不会被晴子打死吧？不用担心，亲自下手有分寸的。那就好。今天是5家共享万法天地的日子，各路修士纷纷赶来悟道。晴子和水清柔也来到了这里，但他们亲密的举动引起了不少舔狗的嫉妒。清柔师妹，你旁边的是谁？大庭广众之下和男子搂搂抱抱，恐怕会影响清誉。你一个舔狗，不要多嘴。清柔，你这样说，我很没面子啊。什么面子？分明是邪电子。你，这位结巴的兄台就是北域4大天才之一的5成吧？没错，我就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人见人爱、花见花败的空虚公子5成。早就听说北域人才济济，天骄如云，今日一见，果然不如不见。名动天下的北域天骄，在你眼中就这么不入流吗？我纠正一点，不是不入流，是非常不入流。阁下果然是能言善辩，只是不知道你的实力是否也如嘴巴这般厉害。男人自然不能只是嘴上功夫厉害，本钱雄厚才是硬道理。混账，跟我说话的时候还一边打情骂俏，简直找死！别动，出手打不过会显得你很窝囊。哼，当我吓大的不成？你看清了吗？刚才发生了什么？没看清，好像是体虚公子败了。
小子，今日是我武家邀请各方天才参加的盛会，你却肆无忌惮打伤我的客人，可想过后果？空虚公子的意思是要向我讨教一样？讨教不敢当，不过是想教你一下做人的道理。看来今天这一战是不可避免了。一战你也配？我空虚公子铜镜从来不败，今日高你一镜，和你战斗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吧，我原地不动，你若是能走到我面前，便算你赢。从没见过如此无理的要求。我如今已经是天位圣人，不管你如何妖孽，绝对无法撼动法则之力。空虚公子，我是不是赢了？情况不对劲，我们快走。伤我少主，休想走。让他们走。少主，你的声音。没事，被那小子安算了。少主，那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回去。这，我虽然败了，但还不至于回家都需要人保护吧？你们在这里把客人照顾好。轻柔，还好你反应快，不然要遭殃。两位，请等一下。你要做什么？不要紧张，我并没有恶意，相反，其实我还要感谢你放我出来。你不是武成？没错，我当年夺舍武成，被他父亲发现，并用了一种秘术将我封印。本来我会随着武成变强而消散，但你今天直接击溃了他的道心，所以我趁虚而入，反将他磨灭了。我爹说过，要做个助人为乐的人，你不用谢我，告辞。先别走，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我能感觉到你体内有一件东西，似乎和我的先祖有关，能不能送给我？不可能的，在下向来一贫如洗，怎么可能有你先祖的宝物？无妨，神物自会，它可能只是你身上一个不起眼的物件，我有办法引它出来。大佬，不要醒，你不是喜欢睡觉吗？继续睡啊！别怕，很快就出来了。大佬，难道曾经的主人就那么重要吗？他只是你主人的后代而已，你没必要继续卖命。眼瞅着小鼎就要脱身而出，晴子着急了，于是立马放出神念，包吃包住，外加5险1金，低期用不攀住，除非包吃包住。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你还是快走吧，说不定武成的父亲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好好保存我先祖的宝物，告辞。对了，我叫宫凌月。爹，我又闯祸了。有爹在，你什么都不用怕。晴子小儿，出来受死！你们在这等着，我去会这老壁灯。何人在此荒废？您是谁？交出晴子！我是他爹，有何指教？自债复偿，受死吧！软绵绵的，毫无皇者之威。刚才是我轻敌了，接下来你会死得很难看。灭世之枪，掌灭一切。时代进步了，冷兵器过时了。这不可能！同为剑皇，你怎么会这么强？今日之事起于小辈之间的争锋，我们之前并无仇怨，只是立场不同，所以我今天不杀你们，你们好自为之。多谢秦皇。2个月后，一道白色光柱撕开了天穹，似乎从天外而来。有人猜测是天降神物，也有人说是大魔头降世，只有烧饼清楚，多半是九仓主大陆的人降临，来为他更换更大的地图。主大陆紫云学宫已经在北海设置了考验，只要通关就可以获得加入紫云学宫的资格。另外，凡是界皇强者可以直接带着一个年轻人通关。什么？我们这只是个碎片大陆？那岂不是说武帝强者并没有绝迹，而是存在于主大陆？爹，我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考验？去吧，现如今在这片碎片大陆上，你几乎找不到同辈的对手了，也是时候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了。好，那你是想自己通过考验呢，还是让爹带你到达终点？我的实力您是知道的，那考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难度。既然如此，我选择保送。你这小子学会拼爹了。随后，烧饼带着晴子踏上了保送通道，而另一边的试炼却是凶险万分。他们一边死的死，伤的伤，一边吐槽着没有个好爹。我们紫云学宫降临这方碎片大陆的目的，就是挑选最有潜力的年轻人招入紫云学宫。当然，若是不愿意，我们也不强求。请问前辈，如果不加入紫云学宫，能否随你们一起进入主大陆？你们这方世界虽然只是碎片大陆，但是也已经自成一界。越强大的存在进出这方世界，花费的代价就越大。前辈，如果我们自己出钱呢？原本是没有这个先例的，不过老夫倒是愿意结个善缘。这样吧，老夫不赚钱，给个公道价，5件黄器。好，
那就5件黄器，麻烦前辈了。很快，陆续又有好几位皇者达成了交易，而烧饼也交出了黄器。毕竟只要到了主大陆，那就是天高任鸟飞。不久后，玉灵子一共收了40多件黄器，血赚了一笔。与此同时，第一个闯关的人诞生了。这是赵师兄，秦长老，晴子师弟。赵师兄，你离开七武宗后去了哪里？我当时一路向西，但是到了枯败之地的边缘，才发现自己过不去。后来有位西域的至圣境前辈路过，带我进了西域。然后呢？说来话长，以后再给你细说。秦长老竟然成皇了，低调低调。不久，又有几名天才陆陆续续的通过试炼。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还没能闯过迷宫的，恐怕这辈子也过不了了。那就到此结束吧，免得更多的人死在里面。哥，青柔、秦长老、晴子师兄，你们也在啊？好了，我们出发吧。这是北海巨妖。北海巨妖是什么？它是一头从远古时期活下来的怪物，十分恐怖。我曾经亲眼见过它吞噬了好几位皇者。孽畜，老夫面前岂容你放肆！前辈，不可打我！今日就让你这怪物知道何为巨阙无双，何为无坚不摧。三长老威武！区区孽畜，不知你是在帮我挠痒吗？三长老被吃了。现在你们的三长矛陨落了，之前答应的事情还作数吗？没问题的。法阵一旦启动，带多少人都一样。这就是人族血宫的使者吗？还真是让人失望啊！英红，休要猖狂，我来战你。如果人族只有这点本事，那还是早早的臣服我妖族吧。我紫云学宫高手如云，你区区一个阴空也想翻天？的确高手如云，广场上躺着那么多，每一个都很不错。既然你不服，不如我们赌一局。我们两大域交汇之处，新发现的那座天煞真境矿脉，如果你们赢了，那座矿脉归你们；反之，矿脉归我们。你做得了主吗？当然，我倒要看看你们紫云学宫的废物弟子们今天怎么战胜阴空。公主，请三思啊！是呀，这座矿脉非同小可呀。别担心，我昨晚夜观天象，这次输不了。夜观天象真的有用吗？难道还能给我们观出个绝世天才？可以的。看，已经来了。道友，借你儿子一用，打败他，我让你当亲传弟子。穿越者何其无敌于逆天，但他的儿子却被小妖当成垃圾，这番操作与送死又有何差别？可笑的人族派出一个刚出新手村的垃圾迎战，真是愚蠢至极。谁是垃圾？打了才知道。哼哼，那我就成全你。老鹰死，看样子你们要输了。那可不一定。以血为引，金之浩劫。能让我流出这么多血液，你死也值了。变身吗？我也会。看你如此无知，我赐你无痛之死。阴空。听，界皇6重天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界皇6重天，并同境。老壁灯，你想干什么？阴空死了，我难道不能去看看吗？恐怕不只是去看看那么简单吧。虚伪的人族，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咱们走着瞧。这个人是界皇2重的修为，怎么突然就变成了6重？咦，玉灵子呢？回禀公主，玉灵子长老在那个碎片大陆遇险了。玉灵子那老家伙已经是9重界皇，怎么会被击杀？嘎他的并不是人，而是一头远古巨兽。众人闻言也不得不相信这个悲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众长老也不要过于伤悲了。我也不假，问题是他还欠我钱呢。你们几位有什么打算呢？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紫银学宫应该不会阻拦吧？不会。虽然我本就没打算留下来，但你这么干脆的让我走，是怎么回事？我不要面子吗？这位道友想好去楚梅，不如在我紫云学宫歇上一歇。
曾经的人和事，我还没想好怎么去面对。也罢，那就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吧。荣幸之至。曾经的人和事，莫非？看来各位已经猜到什么了。不过既然是我自己说出来的，那也就不追究了。但是除了在场的众人之外，我不希望还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一个也不行。是，我们一定不会泄露出去的，前辈请放心。那我们平日里应该怎么称呼前辈呢？那要看公主给我什么职位了。我班道友的本意是低调了一点，那就随便安排个客卿长老的位置吧。您觉得如何？可以，你之前的承诺也该兑现了吧？那是自然。从现在开始，你儿子就是我的亲传弟子了。爹，刚才有位陆家长老来找我了。他找你做什么？10年前，陆家的学宫长老带着一位天骄去岁星学宫堵门，结果却因意外被妖族的强者斩杀，腌制成了腊肉，并挂在岁星学宫的大门外杀鸡儆猴。然后呢？陆家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想让我去岁星学宫堵门，将那老腊肉迎回来。那你答应了吗？还没有。那位长老有些圣人淡，居高临下的姿态让我很反感。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一切有爹呢。我知道了。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去堵门赢了，你们陆家会给我什么好处？可以得到我陆家的好感。所以就是没有实际的好处。在你看来，我陆家的好感难道还比不上一件所谓的宝物？不然呢？你可想好了，虽然你现在是亲传弟子，但是你在紫云学宫毫无根基。你这是在威胁我。本座再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岁星学宫？我去。呵呵，算你识时务。我答应去，却没答应带回那块老腊肉。紫云学宫琴子前来堵门。这家伙果然来了。可恶，占着我们最强的一重天营空拔了，真是不讲武德。彼此，若是没人应战，我就一直等着，反正堵得越久，岁星学宫就越丢人。你如此肆无忌惮，真当我岁星学宫无人吗？是明玉师兄，据说他是一位远古妖帝的后裔，铜镜从来不败。可是他只有至圣境9重啊！回去吧，自我踏上修炼之路，从来都是越级挑战，你还不够格。碎片大陆的蝼蚁果然见识浅薄，今天便让你看看何为天外有天。太好了，师兄突破了，这人族小子嘎定了。我操，怎么可能？这才一个呼吸不到，师兄怎么就败了？还有谁？你们妖族只会逞口舌之能啊！莫非我妖族的面皮今日要折在这小子手中？小的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速讲来。既然他在一重天圣人无敌，那我们就避其锋芒，用灵丹妙药强行帮他提升到2重天圣人。哦，好计谋！只要他突破2重天，必然会被2重天境界历练许久的师兄们狠狠摩擦。快去取我镇族灵宝！遵命。小子，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们什么意思？就算贿赂我，今天俺也不会退去。人类小子，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人类，你想怎么死？太好了，是2重天巅峰的朱桓师兄。你要出手？让我出手，你还不配？修念，你去教训他。是。黄金巨猿族的修念，传说他蛮力无双，肉身更是堪比朱桓师兄。他也不行啊！人族小子，你活腻了。我承认你很强，放眼紫云域和碎星妖域，你是唯一一个在同境界能和我打成平手的。今日到此为止，改日再战。朱桓师兄，我感觉你还有余力，为什么不镇压他？是啊，你气息平稳，而对方明显气喘吁吁，再打下去就赢了。为什么？完了，无命休矣！这下不仅搭上了镇族灵宝，还连累族群再次陷入困境。没有更强的吗？还是说这家伙就是2重天最强的？如果实在没有，我恐怕要继续堵门了。说出你的条件吧。爹，如果可以的话，你们给我一件地契就行了。你疯了吧？狮子也没你这么张口的。你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算是我也没有地契。既然你们做不到，那我就降低一点难度，先准备一个小目标吧。岁星公主虽然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并且为了防止烧饼反火，甚至签订了合同。东西呢？什么东西？你没有将那具尸体带回来。什么尸体？我为什么要带回来？你敢忤逆本座？这位长老，你真奇怪，我又不欠你什么，为什么要帮你做事？你当真是要找死吗？
我是紫云学宫的亲传弟子，将碎星学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都不敢杀我，你敢？好，好，好，你好自为之。老东西，光会吼是没用的。我知道你可以一根手指碾死我，但是你敢动我一下吗？你，咱走着瞧。丁，界皇九重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界皇九重，并且同境无敌。这老东西竟然对琴子产生了杀意，虽然在学宫之内他不敢动手，但是在外面难免会搞点什么小动作，如此只能送这老东西去见阎王了。修仙界的反派究竟多么死不足惜，明知气运之子所向无敌，却还是上赶着充当经验包。早就听闻琴子师兄英武盖世，今日特来请教。报上名来，本圣不打无名之辈。说出无名，吓入一跳，湖南女人的噩梦，陆荣是也。师弟从小便体虚吧？你什么意思啊？若不是体虚，又怎会起一个药材的名字？你放肆！轻轻松松完成任务，借你法宝一用。学宫之内竟然如此残害同门，你该当何罪？是他求着让我指点他，有什么问题吗？学宫内切磋，向来点到为止，你将他如此重创，还敢说是指点？我倒想知道，你陆家三重天的弟子挑战二重天的我，到底图什么？莫非是想羞辱我？一派胡言！你们陆家是什么德行？莫非大家心中没有数不成？少在这里掩耳盗铃！你目无尊长，不配当亲传弟子。尊长，就你这样也配？不管是之前威胁我去碎星学宫取回腊肉，还是此时公然徇私的作风，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道德败坏，品行不端。什么？这位长老之前还威胁过琴子师兄，真是岂有此理！他们陆家之前那位长老自己破坏堵门的规矩，被制成腊肉已经很丢脸了，竟然还好意思威胁别人帮他们取回来。搞半天是琴子师兄没有接受他们的威胁，所以陆家恼羞成怒了，派了个三重天的天才来报复琴子师兄。结果这位天才被琴子师兄越级打败了，这位长老又跳出来拉偏架，倒打一耙。我吃，简直下作！都给我闭嘴！我的肾，快帮我叫救护车！陆老鬼，你敢在学宫行凶？我刚才只是太激动，没控制住自己。我不是故意的。拿下，交给公主巴洛。今日起，罢免陆家长老的职位，并且1000年之内取消陆家之人担任学宫长老的资格。你等着，我陆家不会放过你。自从陆家长老被学宫开除后，晴子反常的变成了乖宝宝，待在学宫寸步不出，这一躲就是3个月。北邙山的碧莲湖即将举行一场天骄大会，我紫云学宫理应到场，你也一起去吧。可不可以不去？我知道你担心陆家报复，但是你不能躲一辈子，而且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的。你有多少把握？9成。那剩下的1成呢？自求多福呗。放眼世间，谁能保证万无一失？就算是老夫，都有可能被天外的流星砸死呢。我操！只管去吧，我逗你玩呢。好吧。紫云学宫的人到了，不愧是紫云域第一大势力，好强的气势！这非洲上的天才，每一个都比我。咦，怎么还有一个2重天圣人？我们下去吧。不好意思，你们来晚了，这个位置归我们陆家了。陆简，你身为前任亲传弟子，刚离开学宫就要和学宫作对吗？学宫如此羞辱我陆家，我身为陆家少主，莫非还要感恩戴德不成？所谓学宫，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你放肆！学宫为紫云域正统，隶属于人族圣殿，岂容你这样羞辱？事实胜于雄辩，虽然你们学宫占据正统之名，但是论底蕴，还真的不如我陆家。让开！可以，但是有个条件，让他跪下，当着天下人的面给我陆家磕头道歉。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什么误会？我叫你让开，不是在跟你商量。还有，你凭什么给我谈条件？精致，莫非你真以为你同辈无敌？无敌不敢当，但是收拾你绰绰有余。你还是像当年那般目中无人。你在进步，别人也在进步，劝你不要固步自封。什么自封不自封的？我没念过书，不懂你们这些咬文嚼字的东西。我只知道对于井底之蛙，只要封住你的井口就行了，这样就能让你不见天日。你找死！2位都是紫云域顶尖的天骄人物，莫要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什么叫小事？是我说错话了。不过此事虽然不小，但是也不至于让2位剑拔弩张。这样吧，不如2位各退一步如何？
看在水仙小姐的面子上，今日我便不与你计较。还是刚才那个条件，答应我，这个位置就让给你们。多谢陆公子，金公子呢？我向前一步并不费劲，为什么非要后退一步？就当是给小女子几分薄面，可以吗？我们很熟吗？姓金的，你太过分了。人贵自知，是什么让他觉得他的面子比我师弟的尊严更重要？少废话，接招！我说了，对于井底之蛙，只要堵住你的井口，就能让你不见天日。金志，你给我等着！你们上来吧。自弃武宗之后，这是我遇到的第2个真心对我的师兄。若是他有困难，我定全力以赴。秦师弟，师傅，怎么回事？这花苞是天地灵物，一般来说是没有意识的，估计是有人在控制。师傅，这些花蕊在吸收我的生命精华。让我来。业地伐天。小紫，接下来靠你自己了。你怎么了，师傅？没事，只是要沉睡一段时间。师傅，区区2重天圣人就能从这花苞中逃出来，天赋的确很惊人，当真留你不得。前辈饶命，我还有利用价值。说说看。实不相瞒，其实我叫秦子，是来自一个碎片大陆。我知道。其实我还有一个爹。我也知道。我爹曾经带我去过一个古战场，就在碎片大陆上，那里有地气。地气？你没有撒谎。前辈，我都这样了，哪里还敢撒谎？不过那个地方是我爹带我去的，处在空间夹层之中。你想要找到地气的话，还得先抓住我爹。你是想让我去找你爹，然后自投罗网吧？前辈，这是哪里话？他不可能是前辈的对手。你想想，一个碎片大陆的出来的皇者能有多强呢？不过是土著罢了。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子，虽然你嘴上这么说，但是心中还是觉得你爹比我强，可以镇压我吧？前辈，实不相瞒，其实我爹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好对付，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您答应放了我，我就可以告诉您。你连自己的老子都坑，怎么可能不坑我？看来我是不能陪你玩下去了。懒猪，再不出来，你的猪圈就要被拆了。地气？你怎么会有地气？这块流影石，只要在合适的场合丢出去，绝对能打得秦小猪一个措手不及。小兔崽子，我让你小猪强大。这一切秦子并没有察觉，为了逃命，他出其不意地选择了遁地术，本以为能够顺利逃出升天，殊不知也就是这个举动，让他彻底进入贼窝。在烧饼的恶意安排下，秦子历时2年半，终于钻出地面，只是目的地是妖域深处。当过妖怪的人都知道，哥布林是最低等智慧的种群，在妖族没有丝毫尊严，但只要遇上人类，就会跳出来装腔作势。怎么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人类，速速跳进铁锅泡上一泡，我给你安排个大保健。几位大哥，这里是……亏你还是高智慧种族，看我帅气的面容，还猜不出这是哪里吗？这里该不是妖域吧？小的面，帮这个人类去死皮。地狱红莲，老大，他一个技能就干掉了你好多个2重天妖圣的祖孙，我们还追吗？他虽能对付2重天，但我可是5重天。您的意思是？含货，当然是保命要紧。这人往碎星妖域深处跑去了，自然有大妖会收拾他。另一边，晴子也意识到了没有高德地图的严重性，于是他灵机一动。我问你，紫云玉在哪边？蜂蜜？哪里有蜂蜜？人族在哪边？人族？什么是人族？就是我这样，小胳膊小腿啊，穿着衣服，长得还很好看。可是你这也不好看啊，瘦不拉几的，没几两肉。我想起来了，貌似那边住着很多你这个样子的家伙。没撒谎。OK， 没有，绝对没有。2年半了，我秦子终于逃回来了。是谁在大声喧哗？我操！区区天位圣人竟敢闯入我碎星妖域深处，真是太嚣张了。这刚开灵智的妖兽果然靠不住。面对数万妖族大军，秦子再次落荒而逃，但下一秒，一柄地气。地气，他居然有地气！很显然，这是在我们妖族偷的，快去禀告我妖族强者。人族小子，留下地气，我可饶你不死！他怎么知道我有地气？
还敢犹豫？给我死！丁，准地狱重天的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准地狱重天。危难之际，挡下了致命一击。溜了溜了。是拿的藏头露尾之徒，竟敢坏我好事，敢不敢出来与我一战？我就站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到我，也好意思说与我一战？今天这笔账，本座记下了。你没机会了。与此同时，碎星学宫又被堵门了，来人正是金志。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一位师弟在半年前的历练中被人劫走，看他的功法应该与你们有关。你仅靠猜测就不要脸的堵门吗？别废话，快点搜索整个妖域，不然我就停在这个境界，堵你们个100年，让你们碎星学宫无人敢突破8重天，只能以7重天成皇，从而断绝妖帝之路。你，快将此事禀告公主。几位前辈，你们怎么来了？你可知除了堵门的时候，人类进入妖域是死罪吗？我说我是无意间闯入的，你们信吗？别废话，跟我走。今天我认栽了，要杀我就赶紧动手，不要侮辱我。谁说要杀你了？我送你回家。真的吗？公主，您真是好人。金师兄，你怎么在这里？你被抓走时，我察觉对方修炼的是魔功，所以猜测和妖族有关，于是前来堵门，逼他们放了你。没想到你真的在这里。谢谢师兄，我能快走了。看到傻儿子安全离开妖域，烧饼一刻都不敢停歇，让系统将他变成晴子的模样，来到了与紫云域相邻的赤明域，并进入了凑巧开启的仙草秘境之中。不是说仙草秘境吗？怎么这么荒芜，连一根草都看不见？天王盖地虎，这伙人神神叨叨的，莫非是在对街头暗号？小鸡炖蘑菇，你就是夜莺大人。您对出了街头暗号，本来已经足以证明身份，但是为了我族的大计，还请您验血。的确是我天恒族血脉。这次的计划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不得不谨慎一些，请您理解。没事，一会营救我族前辈的事情就全仰仗您了。这是哪里话？为了前辈，我义不容辞。坤地前辈，天恒族后辈前来助前辈脱困。您们终于来了。坤地前辈，您怎么衰弱成这样了？九苍人族不仅用这根诅咒之柱折磨我，还用这些锁链不断地汲取我的生命力。那些所谓的仙草，就是用我的生命力催生的。好恶毒的九苍人族，他们竟然这样折磨前辈数万年。有朝一日，必要让他们灭族。坤地前辈，这是万物元水，蕴含无穷生机，是红帝前辈让我们带给您的。万物元水，连这种东西都研究出来了，看来我族这些年也进步了。九苍人族自以为灭绝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仅潜伏在了九苍界，还借助他们的世界发展，甚至已经渗透进了他们的至高圣殿。慎言，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坤地前辈，快服下这瓶万物元水吧，就算不能彻底让您恢复到巅峰，也可挽回一半的生机和修为。夜莺大人，你在做什么？万物元水好用吗？你不是我天恒族的后辈，你是谁？我既然不是天恒族的，自然是九苍界的了，这个还需要问吗？你无耻！坤地前辈，看您这样子是逃不出去了，不如咱们做个交易吧。什么交易？将您的传承都交给我，我给您一个痛快，否则您临死前恐怕会受辱。哈哈哈！羞辱本地，本地倒是想看看你怎么羞辱我。这秘境之中，如今有很多九苍人族的年轻人，我可以将他们都抓过来，然后让他们在您头上留下烟杂之物，再利用留影石将您的英姿记录下来，出了秘境之后传播出去。到时候不光是九苍界的人，就连你们天恒族的后辈也会知道您的光辉事迹，所有人会尊称您为粪坑大帝。你以为本地这样的人物会在乎你这点威胁吗？真是可笑。不过本地已经油尽灯枯，即将陨落，不想让一身绝学就这样归于尘土。看你天赋不错，本地就勉为其难传给你吧。现在可以给我一个痛快了吧？满足你。怎么会这样？说好的借来的修为可以维持1天的，怎么这么快就消失了？区圣人4重天的垃圾，竟敢威胁本地！你信不信？就算我现在只剩这么点修为，我依旧可以去抓很多人过来，将您泡在黄白之物中，颐养天年。就在此时，刚才晕过去的几个圣人6重天醒了过来。快杀了他！前辈，恐怕你的希望要落空了。你杀我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杀他们？无尽的悲愤、自责，
让昆弟失去了理智，体内的潜能彻底爆发出来，直接突破了瓶颈。小子，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挣脱封印，天涯海角，我和你不死不休。等你出来再说吧。粪坑大帝。从秘境中出来后，烧饼看到了一个人急匆匆的赶来，于是他立马将其拦住。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您就是夜莺大人吧？没错，是我。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所以来迟了。先验证一下血液吧。虽然我已经能确认你的身份，但是还是谨慎一点好，希望夜莺大人理解。夜莺大人，您可算来了。莫非这次行动因为我的迟到出现了变故？别担心，昆弟前辈已经安全离开了。怎么可能？没有我们天书宫的禁断红莲，你们是怎么破开封印的？红帝前辈让我们给他带了一瓶万物元水，原本只是想着修复他的生命力，没想到直接助他突破并挣脱了封印。你们天水宫的万物元水竟然也研制成功了，真是可喜可贺。对了，我早就想一睹禁断红莲的样子，现在昆弟已经逃离，不妨再回去交差去，拿出来给我看看。为儿子安排好一条龙服务后，烧饼回到了紫云域，而此时紫云学宫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没事，有爹在。龙王殿使者前来迎回真龙。阁下身为妖族，擅自闯入我人族疆域，难道不怕死在这里？以我的实力，虽说不敢对抗整个人族，但是这区紫云域还没人留得下我。我们这是人族血宫，没有你要找的真龙，请回吧。有没有可不是你说了算？这就是我要找的真龙，放开我！擅自抓我血宫之人，你最好有依据，不然我人族与你不死不休。若是没有证据，我又怎么会前来？看到了吧，这才是他的真身。怎么会这样？金志竟真的是真龙？人族和妖族有协议，但凡大陆上诞生了真龙，那便是属于妖族，而我妖族强者进入人族疆域带走真龙，也不算是入侵人族，这跟你们学宫之间的赌门是一个道理。怎么办，公主？两族之间的确有此约定。公主，快救金师兄啊！这是两族之间定下的协议，谁都不能破坏规矩。你去碎星学宫赌过门，应该是知道。既然跟赌门差不多，那我们是不是能拦截，或者说灭了他？他可是准地八重天，在座的一起上也不够他塞牙缝的。我操！您救救金师兄吧。这种时候喊秦长老有什么用啊？我知道我不该救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你真的要救他？既然你执意要保护他，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决心，你的勇气，让我看看他在你心中到底有多重要，到底值不值得我出手。你们这对父子真是有意思，一唱一和，倒是挺像那么回事的。闭嘴！我和我爹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此话一出，全场安静了。你说什么？连人话都听不懂吗？那又何必变化成人形，装的人模人样的，继续保持畜生的形态不就好了？你放肆！什么放肆不放肆的？畜生就是畜生，就算你要咬人，那还是畜生。当几天哮天犬，就忘记自己是狗了。你找死！准地八重天的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准地八重天。我操！什么情况？这就赢了？不愧是转世中修，果然无敌。多谢秦长老，多谢秦师弟。金师兄，你怎么不变成人形？这个我的衣服刚才撑破了，现在变成人形，会少儿不宜的。哦，有意思，的确有意思。不过这场真龙争夺战可还没有结束。是妖族五帝。果然如此，我就说真龙争夺战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能只派一位准帝过来？这条真龙，本帝必须带回去，谁也无法改变。怎么办？若是再让老爹强行提升修为，他肯定会遭受极大的反噬。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弱？为什么？看着儿子痛苦绝望的样子，烧饼心中也陷入了挣扎。我真的要一直这样活着吗？为了争夺利益，不断的权衡利弊，甚至看着自己的儿子绝望痛苦，也不敢站出来。我一直告诉自己，可能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有能力保护他，帮他守护他想要守护的东西。现在应该算是关键时刻了吧？没事，有爹在。秦前辈，那可是五帝强者啊！你觉得你能挡住？我儿子在我面前绝望流泪，我总不能无动于衷吧？若是那样，如何为人父？我观你有五帝气象，若是隐忍一时，再过一些年，必然成帝。在我看来，若是没有足够的格局和气度，纵然修为到了那一步，也不配称帝。好一个不配称帝！今日本帝就借着真龙争夺战的机会，灭掉你这位人族的未来无敌。
系统怎么办？丁，不作死就不会死，救命不在本系统的服务范围之内，请宿主做好死亡准备。本系统即将启程，去寻找下一位宿主。真的要完了吗？小贼，我终于找到你了。是熟悉的感觉，他来了。这位姐姐，你见过我？无耻小贼，窃取我的传承，还敢装糊涂！这位姐姐，我真的没见过你，你肯定认错人了。谎话连篇，给我死！丁，二重5D麻婆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2重5D，并且同境界无敌。你是谁？我是他爹，不知小儿因何事惹到了阁下，竟然让阁下如此痛下杀手。他欠我传承，还险些坏了我的大事。小儿年纪尚小，不懂事，我向阁下道歉了。哼，一句年纪尚小就可以胡作非为，一句道歉就可以不负责任。那阁下想怎么样？这样吧，让你儿子自毁丹田，我饶他一命。阁下是否太霸道了？霸道？若是我当年的性子，当场将他斩杀，你又能如何？不管你曾经如何逆天，现在也不过是个2重5D而已。莫非你以为同样的修为就是同样的实力？2重垫底是2重，2重巅峰也是2重，而我要杀你毫不费劲。我倒是好奇，是你2重巅峰厉害，还是我2重无敌更强？你要找死，我成全你。敢对我儿子出手，今日你必干！你放肆！我的实力已经达到了5D 2重巅峰，可为何还是无法对这家伙造成威胁？既然如此，便试试这招。我认可你了，同境界能和我战斗这么长时间的，你是第一个。这老逼灯居然还没死，再来！看来我没必要手下留情了。今天的事我记住了，你给我等着！还有你儿子，下次见到我必杀之。要杀几小猪，我巴不得呢。爹，您没事吧？没事，爹能有什么事？烧笔一战成名，仅仅2天半，他的威名就席卷了整个紫云域，甚至还在朝着旁边的几个大域传播。得找个借口，在这边的消息传过去之前，将秦子弄到赤明域。秦前辈找我什么事？我准备带秦子离开了。为什么突然要走？他在这里太安逸了，不适合修炼。人家都希望子孙生活在祖上的庇护下，你倒好，居然怕儿子被庇护。在太过安逸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就像不带刺的玫瑰，任人拿捏。是我目光短浅了。附近的疆域最近有没有什么试炼？还真有一个，离我们最近的赤明月所管辖的赤明学宫要收徒了。那就去那里了。前辈请三思啊！赤明宫主缔造的试炼空间非同小可，竞争一定很激烈。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任何强者都是在挑战和磨难中成长起来的。我辈武者当以前辈为楷模。本地宣布，赤明学宫收徒大赛正式开启。在座的各位等一下，我求你们一件事。还没打就要求饶吗？你误会了，我是觉得一角逐浪费时间，你们一起上吧。猖狂！既然这小子不惜命，那我们就一起上。对，干掉他后再争夺冠军宝座。来得好。本地宣布，秦子以后便是我赤明学宫的亲传弟子。小子，给我死！放肆！你们在做什么？想对本座的弟子出手吗？前辈，此子在试炼空间杀人如麻，诸多天骄人物都死于非命，必然要血债血偿。没错，我们东帝岳家的少主死于死人之手，必须得有个交代。我南帝洪家同样如此，我西帝周家也要一个交代。我北帝王家不能就这样算了。你们在联合对本座施压吗？凡是在试炼空间遇难的，不过是技不如人，怪得了谁？
公主说的不错，但一般人死了也就死了，而我王家的后辈死了，本地必然要讨个说法。是我家北帝王鹏来了，那小子死定了。小小蝼蚁，不知敬畏，给我死！你休想！想要阻挡本帝，你还差点火候。丁，四重武帝王腾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四重武帝，并且统领无敌。你想做什么？阁下是谁？莫非要插手我和赤明公主的恩怨？真有意思！你要杀我儿子，还不许我动手吗？怎么？难道两位准备一起出手围攻我？打一个废物还需要围攻？你说什么？我说镇压你这样的废物，我一个人足矣。丁，检测到四重武帝的五晕是否捕获？捕获了有什么用？将五晕灌注在一个人身上，可让人势如破竹，迅速突破境界。捕捉。小子，这个给你。前辈，您还是将景子带走吧，他跟着我就是自毁前途。这弟子你不收了？若是没有你，我今天恐怕都保护不了他。既然如此，还有何脸面收徒？我突破了。本少终于站起来了。小子，抓住你了！刚才那等身影，好像是仙草秘境中的昆弟，这是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了。还我儿子！不知前辈劫走我儿子所为何事？莫非你认识他？哼，何止是认识啊！他曾经可是差点把我羞辱致死。啊，前辈，你说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根本没见过。死到临头还不认账，以我们之间的仇恨，就算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丁，八重武帝的昆弟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八重武帝，并统领无敌。我突破了。怪不得这小子如此猖狂，原来是有一个八重武帝的爹。怎么羡慕了？哼，敢调戏老夫，你已有取死之道。这威力，你至少练了2年半吧？再试试这招。够了，别丢人现眼了。不好，若是持下这招，我必干。不愧是昆弟，逃跑真有一手。便他为什么想杀我？就好像跟我有什么血海深仇。从那人刚才的表现看，他应该没说谎。这么说来，应该是有人在背后栽赃嫁祸呢。是哪个杂碎，竟然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我诅咒他生儿子没屁眼，儿媳妇是个缺心眼。别担心，不管发生了什么，有爹在。要是我能像您这么强就好了，这样就没人敢找我的麻烦了。师傅，你醒了。小子，我们叶帝世家的旧址地下有一座隐藏的传承之地，里面供奉着几块稻谷，据说是远古之物，应该能让你的修为更进一步。真的吗？不过我叶帝世家的旧址如今被人族圣殿封印起来了，甚至还有强者坐镇，我们想要进去确实不容易。还需要其他条件吗？想要进入传承之地，还需要我叶帝世家的秘密暗号，这个我知道，不用担心。那就没问题，走吧。来者止步！你是谁？胆敢擅闯封禁之地？小小打工人，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武帝是武帝强者。兄弟，咱走吧，这工作没有5险1金就算了，工资也只有2500，若是因此搭上性命，就太不值了。是我者，兄弟也。我们回家种田去。走，我们进去吧。哈哈哈！上个厕所的功夫，公司就剩下我一个员工了。只要将野地余年回来的事情禀告上去，定是大功一件。到时候升职加薪不再是梦。叶家后辈叶凌霜今日带弟子进入传承之地，请叶家诸位先祖恕罪。请说出密码。林、冰、豆、遮皆打包带走。识别中。怪不得圣殿的人迟迟无法攻破，这密码我一个现代人也猜不出来啊！密码识别成功，即将被传送进叶家祖地。
叶家遭逢大难，如今血脉近乎灭绝，这3块骨供在这里也只是徒生灰尘。后辈子孙叶凌霜今日想要拿走这3块骨，请诸位先祖应允。小子，这是你的了。望死骨者，能让我叶帝世家再登巅峰。放心吧，师傅，以后我和爹会帮您重建叶帝世家的，甚至让他比之前更加繁盛。要重建叶家是需要人的，如今我叶家的血脉几乎断绝，只剩下我一个了。秦小柱，这里很安全，就在这里融合这几块道骨。我肚子疼，在那边方便后再融合吧。我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接下来就看老爹了。哈哈哈，我又突破了，我们走吧。老爹，师傅，等等我呀！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丢下我。你误会了，我们是被拦下来。想不到还真有叶帝余孽。是你，凌霜天女，我们又见面了。想不到连你都成为武帝了，看来的确是水涨船高了，阿猫阿狗都能成帝。是啊，阿猫阿狗都能成帝啊，而风华绝代的凌霜天女却是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若非我叶帝世家遭逢大难，我一只手就能压得你抬不起头来。今日你侥幸得势，也用不着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在我眼中，你永远不入流。我可没心情来向你耀武扬威。不管你过去如何风华绝代，如今你也只是个人人喊打的失败者而已。今天我就彻底斩草除根。凌霜天女果然是良禽择木而栖啊！当初那么骄傲的一个人，终于也要找个平头来保护自己了吗？你无耻！我走。我操！18中武帝，快逃！对付这种人渣，永远不要靠嘴。谢谢你，秦大哥。你们给我等着！秦大哥，他们向来睚眦必报，估计不会放过咱儿。走吧，我们恐怕要离开人族疆域了。人族疆域这么大，难道我们还找不到容身之地吗？不要小看人族圣殿，若是待在人族疆域，很可能会遭遇人族圣殿的围剿，而我目前还无法应付人族圣殿。那我们去哪里啊？妖族疆域对我们也很仇视。如今之计，只能去兽族了。秦大哥说的不错，兽族和妖族不同，他们化形之后，身上并没有妖气或者兽气，相貌也和人类没什么区别。殿，那我们走吧。人族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竟然派出这么多强者，你们还真是看得起我呀！这倒不是看得起你，而是狮子搏兔也要用全力。曾经我们派出了3位7重武帝，追杀1位天恒族的7重武帝，可结果我们拼着1位武帝陨落，另外2位重创的代价，才将那位天恒族武帝斩杀。自那以后，我们便养成了以多欺少的优良传统。别废话了，出手吧！给我杀！此人不简单，快解锁天大阵！你们这9个8重武帝也不行啊！哼，又是再加上我呢！放开我爹！一再教我做事，趁人之危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堂堂正正和我爹打一场！就算堂堂正正一战，他也不是我的对手。马后炮谁不会？刚才打得那么激烈，你怎么不出手？分明是怕死。随你怎么看吧，本座何时在意你一个蝼蚁的看法？你这老杂毛，也就比我早出生了2年半。若是我们生在同一个时代，你这种货色，我天天给你一套5连鞭。就你这种碎嘴子，就算生活在我那个时代，也活不了多久。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我劝你好自为之。好，你成功让我对一个蝼蚁起了杀心。来呀，有本事杀了我！重拳你！莲，我先走。这里是天堂吗？想杀我儿子，除非从我身体上跳过去。爹，你这么快就来了？胡说什么？咱们还没死。爹，您没事？有事，但还撑得住。想不到你竟然在这个时候突破了。不过，一个遭受重创的强弩之末又能怎样？区区井底之蛙，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给我等着！秦小柱，我们走。莲，
这里很危险，我们快带你爹走。是时候再忽悠秦小猪一把了。莲，您醒了。莲，您怎么样了？是不是伤得很重？这次恐怕真的有点严重了。莲，要怎样才能让您恢复？您说吧，我一定办到。算了，太危险了，不能让你去冒险。莲，我不怕危险，只要能治好你，干什么我都愿意。根据我的推演，能修复我根基的，只有兽族圣院的兽神之心。莲，您在这里等着我。秦小猪不知道，他前脚刚走，烧饼就悄悄跟了上去，并在左切场。在父爱的包裹之下，秦小猪顺风顺水的到达了兽族的中央圣域。这兽族还是很和谐的嘛，竟然没有遇到一点麻烦。秦小猪不知道，在他前进路线的两侧，不知多少兽族强者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咦，秦师弟，金师兄，金大哥，这是你的师弟吗？是的。金大哥，你说你是从人族那边来的，莫非你这位师弟是人族？他确实是人族，但我希望你保守这个秘密。嘻嘻，瞧把你吓的。其实不管兽族还是人族都没关系，金大哥你的师弟就是我的师弟。三位应该没听到什么吧？今天风景不错，是啊，月亮挺大的。这位是嫂子吧？秦师弟切不可乱说，我叫白鹿，和你金师兄目前还不是那种关系。这样，是师弟我冒昧了。不过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女子能和金师兄如此般配，仿佛天造地设一般。提前称一声嫂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初次见面，嫂子也没准备什么见面礼，这是万兽灵水，可以让你的气息变得和兽族完全一样，就算是5D强者也看不出来。多谢嫂子，嫂子真是贤惠。金师兄能遇到你，真是8辈子修来的缘分。秦师弟，你为什么会来到兽族疆域？莫非人族那边又出大事了？人族那边没出什么大事，是我得罪了一些仇家，只能到兽族这边避避风头。那你来圣域做什么？我想加入兽族圣院，寻求庇护。你胆子可真大，一个人族还想进入兽族圣院，要不是遇到了我们，你就是自投罗网。我进入兽族疆域之后，一直没被发现，我还以为真的没什么区别。血脉等级低的兽族强者自然感应不出来，但是血脉等级高的，一眼就能看出你不是兽族。嫂子，你血脉等级很高吗？兽族的血脉等级分5个层次，我勉强算是最高层次吧。哈哈，看来抱上大腿了。正好，我和你金师兄也要加入兽族圣院，一起去吧，可以不用参加试炼。什么？不用惊讶，所谓的规则都是对于普通人的，特权永远存在，并且永远不可能消失。很多人以为没有，只是因为他们层次不够，还接触不到。就这样，靠着花言巧语，秦小猪被未来嫂子保送进入了兽族圣院。听说了吗？白鹤王的独女白鹿公主加入圣院了。一起来的还有一条真龙和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子。他傍上了白鹿公主的大腿，可以进入圣院当正式弟子，不像我们只能当杂役。我们是杂役吗？要不然呢？正式的圣院弟子全都是冷傲的天骄之辈，怎么会发出这样的议论？好吧，虽然我们是杂役，但我们在圣院里依旧很重要。若是没有我们的衬托，那些真正的天骄们也会显得平平无奇。有道理。不过你们说，白鹿公主、奎牛皇子、穷奇皇子、幻蝶公主，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加入圣院呢？我听说他们都是为了兽神之心而来。什么？若是兽神之心被带走，那兽族圣院不就名存实亡了？实不相瞒，我在我们部落也是一代传奇。之所以进入圣院当个杂役，就是图着每10年可以沐浴一次兽神之心的光芒。如果兽神之心没了，恕我直言，就这点报酬，我很难帮他们办事啊。俺也一样。想不到这么多王者的后代都是冲着兽神之心来的，莫非老天在针对我？你就是秦子？有事。幻蝶公主要见你。想要见我的人多了，哈算老几，让她自己来。幻蝶公主何等身份，召见你是你的荣幸，不要不识抬举。那是你的荣幸，不是我的荣幸。你喜欢跪着舔，自己舔去，不要拉上别人。对了，看你的姿色，就算想舔，也不一定舔得到。你找死！你小子是不是活腻了？不知道打狗也要看主人吗？你以为你是谁？不过是一个靠着父辈余音自以为是的废物罢了，也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区区蝼蚁，竟敢羞辱本宫，今日留你不得！糟糕，大意了，忘记这是在兽族，不能使用人类的底牌了。谁敢动我师弟？谁敢动我师弟？你就是那条真龙？正是。跟本宫作对，你想好后果了吗？惹我师弟这虽远必诛。恐怕你还没有这个本事。
镇压这条真龙，就地阉割掉。你敢？我操！幻蝶妹妹，同辈之间的冲突，让护道者出手，恐怕有些不合适吧？白鹿姐姐说笑了，我可是听说姐姐刚进入圣院，就让护道者诛杀了一位天才。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于那些实力不济却狂妄放肆之辈，我懒得自己动手，自然让护道者代劳。但是你不敢跟比你强的人公平一战，反而让护道者出手，那就显得有些可笑了。可笑！我身为烈天蝶，论血脉和出身，并不比真龙差。你从哪里看出他比我强？不要逞口舌之争，有本事来公平一战。白鹿姐姐，他若是败了，你应该不会出手干涉吧？自然不会。好，随我到天空一战。看你不成。今日过后，世上将不再有金龙一脉。口气倒是不小。你赢了。承让。公主，要不要杀了他？别，若是败了就派人报复，反而失了气度，不仅丢了父王的脸，也会影响我的心境。还是抓紧筹备争夺兽神之心的事吧。是兽神小世界，兽神之心又要出现了。秦师弟，你虽然已经突破了界黄六重，但修为依旧是我们中最低的。等会儿如果遇到危险，你就先走，不用管我们。好的。秦师弟，你有心事？我和我爹失散了快1年了，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安不安全，快不快乐？秦师弟，你其实不用担心秦长老。我曾经听过一句话。什么话？你不要管你爸爸快不快乐，因为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等拿到了兽神之心，你和我们一起回白鹤天宫，我让我爹发动手下的势力去寻找你爹。多谢嫂子。我们进去吧。怎么回事？怎么进不去？不知道啊，我上次明明挺进了兽神山的100里范围，这次竟然被挡在800里之外。看样子是那几位前辈出手了，加强了兽神之心外围的守护之力。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兽族的10大王者，并不是所有王者都同意将兽神之心拿走。我、幻蝶、惊鸿、穷奇、黑牛，我们5个的父辈想要将兽神之心带走，但是还有5位王者主张将兽神之心留在圣院，所以10大王者有了约定，我们5个年轻人争夺兽神之心，谁抢到就是谁的。但是另外5位王者也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夺取兽神之心的难度。如果我们5个都得不到，那兽神之心就留在圣院。看来此次难度很大啊。没关系，我们尽力而为。天空中不断传来轰鸣声，一道道身影不断的撞在一层层无形的光幕之上，有的被阻拦住，有的则是继续穿透而过。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阻拦的人越来越多，只有少数人能够继续前进。就快了，兽神之心是我的了。什么？这里居然禁止飞行？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我命由我不由天，魁牛不灭体。看来这兽神之心你们是拿不走了。谁说的？鸿福吞天。惊鸿妹妹，你这是做什么？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此次的防护不同以往，若是我们不齐心协力，定然大败而归。惊鸿妹妹大意。金大哥，我快不行了，让我来助你一程。真龙破天拳，交给你们了。我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白鹤两世，晴子师弟，接下来靠你了。成功了。这就是兽神之心吗？怎么会这样？想不到吧？山顶上的威压才是最强的，他绝对拿不到兽神之心。别说拿到了，他连站起来都难。他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要被压死在那里。白鹿怎么办？上面的威压那么强，如果一直压着，秦师弟真的会死的。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还以为登上山顶就成功了。我还不能倒下。他竟然还能动，这怎么可能？区威压，能奈我何？怎么这么重？哈哈哈，能动又如何？兽神之心岂是他能拿起来的？小子，好好的感受绝望吧。兽神之心是唯一可以救爹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得到它，谁也不能阻挡我。道骨之力，尽家无身。怎么会这样？他居然成功了！太好了，秦师弟成功了！秦师弟，快下来！
白露姐姐，多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也很希望你成为我嫂子。不过这兽神之心我不能给你了。什么？他竟然想独吞兽神之心？他不是白露公主的帮手吗？疯了，他绝对疯了，与所有人为敌，他绝对走不出去。你要兽神之心做什么？我爹受了致命的刀伤，危在旦夕，只有兽神之心能救，所以我必须得到它，这是我身为人子的责任。辜负了你和金师兄的信任，我很抱歉。你觉得你能逃出去？众人使出浑身解数，让晴子得到兽神之心，但这家伙却想要占为己有，看他能否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呢？实不相瞒，我能。不慌，这张估计是过期了，再试试。冷静，我要冷静。也许之前2个都坏了，幸好我一共有3个。真是傻子！兽神山被5大王者改造过，有特殊力量封禁，他竟然还想用传送符逃走，真是痴人说梦。既然传送符失效了，那我就只能杀出去了。你觉得你能逃出去吗？我没有把握。既然没把握，那为什么不找我们帮忙呢？嫂子，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了，金大哥的师弟就是我的师弟，你不会忘了吧？可是我拿走了你志在必得的兽神之心，让你完不成任务。但是你也送了我一件很珍贵的礼物。金大哥说你和他有过命的交情，你能叫我一声嫂子，就是媒妁之言，也是最大的祝福。什么？竟然是空间穿梭！看来兽神之心真的保不住了。哈哈，安全了。休想走，吞噬之口！完了，这下巴比厚了。魁牛王用这种方式带走兽神之心，可是犯规的。黑龙王，兽神之心如今已经离开了兽神山，按照约定是可以带走的。此言差矣，我们的约定是，你们5人的后辈谁拿到了兽神之心，就是谁的。但是你们的后辈都不争气，反而让这个人类捡了便宜。什么？人类？我和他在一个屋檐下2年半，他怎么可能会是人类？我就说怎么看起来怪怪的，仔细看看，还真是个人类。既如此，那就碾死吧！拦住他！竟然没死，那就再来一下。住手！是小白鹿啊！滚到旁边去，让牛伯伯宰了这个人类小子。这是我朋友，你不能杀他。要是得罪这小祖宗，他爹不得撕了我。老刘，你个怂瓜！你行你上。白鹿，你身为白鹤王的女儿，却勾结人类盗取我兽族之宝，本就犯下了滔天大罪，现在还有脸出来护着别人，还不退下？我不。难道要本座亲自将你镇压？白鹿姐姐，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生死由命。什么生死由命？这种时候我不管你，你就是死路一条。多谢嫂子，不过我不能连累你。今天耶稣也留不下我说的。凭着一件利器就想在极境强者面前逃走，你还是太天真了。一转千秋。我操！怎么会这样？身为极境强者，竟然对一个解黄境的小辈出手，你真的不要脸面了吗？嘿嘿，你也知道本座是极境强者，那么这就是你和极境强者说话的态度吗？是谁给你的勇气？放肆！我女儿的勇气自然是我给的，你有意见？白鹤王，我承认刚才的事情是我冲动了，但白鹿这次的确太胡闹了。诸位别害怕，这次的确是白鹿的错。作为补偿，我退出兽神之心的争夺。不过这个人类终究是我女儿的朋友，我保了。你们怎么说？还怎么说？你都杀极境后了，我还怎么说？将兽神之心交出来吧，我会保你一命。不，我爹需要兽神之心救命，我不能交出去。爹，他真的是为了救他爹才铤而走险的。您看在他一片孝心的份儿上，就帮他一下吧。世间有孝心的人何其之多，但兽神之心只有一颗，若是每个人都帮一颗兽神之心，如何够分？可是他是我朋友，就因为他是你朋友，我才保他一命，但这已经是极限了，我没有义务保他父亲一命。拿出来吧。孝心可嘉，可人
总会遇到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是兽神之心和他的心脏融合了，不对，他原本的心脏被点碎了，是兽神之心取代了他原本的心脏。竟然有这种事！看到这一幕，一股无比凌厉的恐怖气息从白鹤王身上倾泻而出。爹，您这是想什么呢？我说了，要护着你朋友的。既然兽神之心已经变成了他的心脏，我只能看轻一点了。对不住了，各位道兄，今天我白鹤要食言了，人和兽神之心我都要。白鹤王，你过分了。没错，我本不想与你为敌，但是你今天的确过分了。多少年没有尽情的打过了，今日就和各位战个痛快。听说了吗？兽族圣院发生王者大战，10大王者出现了8位，打得天崩地裂。白鹤王太强了，比翼的确丝毫不落下风。听说若不是叛斗的2败俱伤，被人族和妖族趁虚而入，白鹤王得嘎几个王者助兴。一晃眼1个月过去，等再见到晴子，他已经彻底融合了兽神之心。此时的他正在思考怎么救老爹，刚想到把兽神之心挖出来，就被一道威严的声音给打断。白鹤王，交出那个人类。兽族强者应该还在疗伤，该不会是妖族和人族找来了吧？晴子行踪暴露，引仇家联合围攻白鹤仙宫，想不到白鹤王竟宁死不屈，那秦小猪能否逃出升天呢？白鹤王，交出那个人类。你们这是在对本王逼宫吗？今天若是不交人，别怪我们不念往日之情，让你白鹤天宫鸡犬不留。老夫不远1万里从妖族疆域而来，今日必杀此子，请白鹤王不要让老夫为难。如果是平时，我或许会将那个人类交出来，但是你们今日仗着人多势众，欺上我白鹤天宫，用这种姿态要人，我若是给了你们，今后还如何在天下人面前抬起头来？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那今日我们就只能将你镇压了。怕你们不成？对，快离开，躲到安全的地方。还不束手就擒吗？今日我竟是死，也要拉几个人做垫背的。然而白鹤王还没冲出去3米，就再次大败而归，并且比之前更加狼狈。怎么办？再这样下去，爹会死的。白鹤王，这都是你自找的。作为老朋友，我送你最后一程。你们这群畜生，居然对老人出手！我就在这里，来杀我！你怎么出来了？多谢前辈的庇护，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连累你。这小子出来了，快动手灭了他！再见了。下一刻，恐怖的声响爆发开来，方圆数百里的空间都瞬间炸开，坍塌成一片黑暗虚空。可战场的中心，2道人影却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怎么会？根据手下人的汇报，他爹不过是9重武帝，现在怎么突然成了极境强者？此人怎会这么强？我们的合力一击居然被他轻松挡下。爹，你怎么来了？面对不可逾越的鸿沟，依然敢主动现身，有胆魄，不愧是我的儿子。大家不要慌，既然老子来了，那正好斩草除根，免得留下后患。在旁万可都是靠山。不好，这一击可搬山填海，快防御！虽然是联合防御，但同境界内能接我一招不的，你们独一自傲了。晴子呆呆地看着大发神威、横扫10几位极境强者的父亲，只觉得有些不真实。爹现在不是应该奄奄一息吗？莫非是回光返照？你下去说。爹这最后一战没给你丢脸吧？您明明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来？整个天下都在欺负我的儿子，我又怎能不来？纵然是拼得根基破碎，爹也定护你周全。爹，兽神之心，我有兽神之心，你有救了。没用的，已经太晚了。可以的，一定可以的。胡闹！你连爹的话都不听了吗？爹，我要怎样才能救您啊？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啊！不要说丧气话，你还年轻，未来你会成为盖世强者，会见到更璀璨、更瑰丽的风光，受到万人敬仰。可是没有您在，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还有一线生机。真的吗？我曾经得到过一位神秘前辈赐予的涅槃法，这种法不可言，不可传授，一生只能用一次。
就算受到再重的伤，都有涅槃重生的可能。不过成功的希望只有1成，1成也行。爹，您快使用那种涅槃法吧，我相信您一定可以涅槃重生。您是盖世强者，这天葬不下您的。你先出去吧。小子，今生有你，爹很欣慰。时间悄悄而过，这1个月里，晴子从未移动过分毫，每天都在烧饼闭关的洞口等待，盼望着有朝一日老爹能走出来。秦师弟，不要再等了，你应该是等不到了。你别瞎说，我爹一定会出来的，一定会。我爹说，这地宫内根本没有任何能量波动，也没有任何大道气息。这能说明什么？也许你爹感应错了呢，又或者我爹修炼的涅槃法与众不同，本就没有任何的气息呢。秦师弟，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涅槃之法？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说着，他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晴子怎会不知道世上根本没有涅槃重生之法？他只不过在刻意逃避罢了。他知道烧饼是故意给他一个希望，不给出确切的出关时间，就是为了让他在外面一直等，用时间冲淡他心中那股失去父亲的伤痛，让他可以好好活下去。你以为我真的看不出来吗？您的用心良苦，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啊。你知道什么？虽然只是普通的一句话，但晴子却激动得浑身颤抖，瞬间便泪流满面。许久之后，见晴子心情平复，烧饼说道：“小子，我有件东西要交给你。”晴子诧异地看向自己的父亲，不知何时起，他手中多出来一块玉佩。原本我并不打算这么快把它交给你，因为我担心它会和你的血脉产生共鸣，从而引发一些变故，给你带来危险。不过，在经历了这次的生死徘徊之后，我想通了，还是交给你吧。我囊留给我的。没有等到烧饼的回答，晴子的身体突然迸发出金光，周身的温度瞬间达到3000多度，仿佛要融化一切。爹，发生了什么？别怕，应该是你娘家族的神秘血脉在觉醒。得到肯定的回答，晴子不再惊慌，坦然地让玉佩改变她的体质。2年半后，一道光柱从她身体里冲天而起，晴子连跨几个境界，达到了界皇9。值了，不枉我让系统帮我将林毅的血脉复制进玉佩里。爹，我怎么感觉这血脉比神体的力量还要强？所谓的神体，不过是这方下界的最强体质罢了。若是放到上界，根本不值一提。而你娘所在的家族，就算在上界，也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势力之一。那我们什么时候去上界找娘？不可好高骛远，就算你觉醒了血脉，也才界皇巅峰而已。想要进入上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知道了，爹。对了，您可不可以帮帮金师兄？他喜欢白鹤王的女儿，但是白鹤王似乎瞧不上他。这个怎么帮？就算我比白鹤王强一点，也不能一时压人吧。更何况人家对我们有恩。师兄和白露姐姐两情相悦，而且金师兄也不差。我想白鹤王应该是有什么顾忌，您去问一下。好吧，我去问问。恭喜道兄涅槃重生，不知来找我所谓何事？这次来拜见道友，除了当面道谢之外，就是想问问关于金志的事情。这个年轻人我一向颇为看好，不知他为何入不了道友的法眼。并非是我看不上他，他的天赋和心性丝毫不比当年的我差，完全配得上我的女儿。那你为何还阻止他们？实不相瞒，我略懂一点望气之术，在经过多次的观测之后，我可以确定此字有早夭之象。早夭之象，有办法补救吗？有倒是有，但这种办法得不偿失。什么办法？早夭之香其实可以通过转嫁厄运来破解，也就是说让其他人来分担他的恶业，这样他活下的几率就会变大。但那个被转嫁了厄运的人也会有早夭的风险。具体的转嫁之法是什么？莫非道兄准备用自己分担他的厄运？有何不可？恐怕就算道兄有这个心，也是无能为力啊！转嫁厄运并非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的，要不然为了我女儿的幸福，就算抓个几万人来当祭品，我也是不介意的。转嫁厄运真正难的地方，就是帮忙分担厄运和被分担之人，要年龄和修为相差不多，而且还要心甘情愿，心中不能有丝毫抗拒，否则注定会失败。琴子可以吗？道行，莫非你真的要让自己的儿子去冒险？金志对我们父子有恩情，他既然有大难，我们父子又岂会袖手旁观？道兄大义，我承认我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其实金志对我们父女也有恩情，但是为了女儿的安危，我也只能对不起他了。而道兄却是到了另一个境界，对于恩人，不管对方实力如何弱小，都能将对方的人格放到和自己同样的高度。在下心服口服。随后，烧饼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晴子，征求他的意见。什么？还有这种事？所以你打算怎么办？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本不该如此任性，但是金师兄对我情同手足，他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不错，我们秦家人做事就要恩怨分明，人家对我们有恩，就算拼了命也要报。晴子帮金志转接灾厄，殊不知这个邪物竟然是火的。
到我本源者都要死。这是什么东西？一点异象而已，不用太在意。秦师弟，谢谢你。我们之间就不必说这个了。OK。小子，我们走吧。去哪里？我如今的实力在这九苍界已经罕逢敌手，也该完成答应你师傅的事情了。您要帮师傅重铸身躯？没错。我听师傅说，想要铸造出完美的身躯，需要很多稀有的材料，您有吗？没有，但是我有办法。石像点交出生命原种，在烧饼以德服人的真理下，他们很快集齐了各种稀有材料，然后叶灵霜开始了真身的重铸。都2天半了，怎么还没成功？各种奇珍为他重塑的身躯太过逆天，已经远超神体，再加上他本就是死后复活，逆转阴阳，所以老天不允许。您是说头顶的天劫？要不您帮师傅击碎它？天地的意志不是人能阻止的，我可以击碎头顶的雷云，但是老天自然还有其他办法对付你师傅，躲是躲不掉的，只能硬扛过去。那师傅他扛得住吗？哥好，你可不要小看你师傅，曾经的他可是1000多岁的准。师傅，你恢复肉身了。秦大哥，谢谢你。不用客气，这是我曾经答应过你的事，这么多年了，也该兑现了。你们干脆在一起得了。瞎说什么？轻柔，想我了吗？秦子，快救我！你在哪里？我被困在了一个周围满是岩浆的岛屿上，而且岩浆已经快要淹没岛屿了。周围全是岩浆的岛屿，九苍界有这样的地方？在人族疆域的西部边缘，有一座岩浆海，水清柔应该就是被困在那里。师傅，快带我们去。好。什么情况？水清柔不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没有，岩浆之下有他的气息。你们站在这里不要走动，我下去看看。他修为这么低，是怎么下到这么深的？落入岩浆的瞬间，就该灰飞烟灭了呀！烧饼下沉了大概10万丈之后，终于找到了那散发出气息的源头。不对劲。目前的情况始于水清柔的传讯，那么就有2种可能：一是别人抢走了他的传讯玉符，引诱我们过来，专门在坑我们；二就是水清柔的传讯玉符没有被抢，而且他不止向一个人发出求救信息，另外的人比我们先一步救下水清柔，并在救了他之后，顺便坑了我们一把。想完这些，烧饼快速回到了岸上，但他做梦都想不到，晴子和他的师傅又失踪了。秦大哥，小紫被一个神秘黑袍人带走了，对方很恐怖，一击就差点让我灰飞烟灭。要不是9色太岁生命力逆天，我已经死了。你有办法追踪吗？没有。行吧，看来只能找他了。麻婆，快出来！你是来我巫神殿示威的吗？找你帮忙的。我凭什么帮你？不要忘了，我们之前的账还没有清算。你觉得你有拒绝的权利？如果我今天就是不帮忙呢？血流成河。你想要我怎么帮你？我儿子被神秘人抓走了，帮我找到的。我试试，成与不成看他的造化了。这头发太脆弱了，无法多次承载咒术，之前已经用过了，所以请恕我无能为力。没事，我这里还有。当时追杀他儿子时，对方不知情的表现不像是装的，难道？快点施法吧，我等着救儿子呢。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你儿子的头发？他是我儿子，我掌握一点他的头发和血液之类的东西，不是很正常吗？而且现在不就用上了吗？我看当年分明就是你。好，你说是那就是吧，这件事后面再说，现在快动手寻人。好了，跟着头发指引的方向走就可以了。如果到了某个地方之后，发现头发开始转圈，无法指明方向，就说明遇到了空间夹层，轰开空间就好。多谢。凌霜，我这一去可能很凶险，你暂时就待在这里。特喵的，真是花言巧语，这姑娘怕是要被抛弃了。这里应该就是空间夹层了。爹，鱼儿果然上钩了，你在等我？当然。几乎瞬间，烧饼就靠近了祭坛，可一道法阵突然出现，将他挡在了祭坛之外。想救你儿子可没这么简单。原始地城现。什么？他竟然托起了原始地层？光托起原始地层有什么用？北浦洞天约照样要被压垮。
只有这种程度吗？恒大言不惭，无尽黑火，焚烧万物。怎么会这么强？哪怕背负天渊，需一手拖着原始帝城，我烧饼一样无敌世间。真以为我们杀不了你？你既然这么强，为什么还要用偷袭的伎俩？因为你太神秘了，我一直都没看懂你。如果不这样做，难免会有意外。一直这样看来，还真是老熟人呢。你知道我是谁？除了你水清寒，还能有谁呢？哼，竟然被你看出来了，真的是你。不用这副表情，本座在忘我中臣服，这些年多次转生，水清寒只是其中一事而已。金柔呢？你把她怎么样？杀了。你个畜生，她可是你妹妹啊！我是水清寒，却不只是水清寒，我最主要的身份是天衡族的天主。不管你是谁，放了我儿子，这次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既往不咎，恐怕你还没看清楚状况吧？现在你已经自身难保了。你确定？我可不是吓大的，今天我不会给你留任何活路。丁，恭喜您成功在敌人的地盘装逼，现获得一张装逼保底卡，保你装逼不打你。你究竟是什么鬼？怎么会毫无预兆的突破？你没资格知道。苍老，看来这个人对你很重要啊。只要你放了苍老，我什么都答应你。你们天衡族为我效力100年，听候调遣，如何？不可能，我天衡族和九苍界是不死不休的仇恨。我们若是听你调遣，你趁机除掉我们怎么办？放心吧，我不会这么干。你怎么保证不会趁机铲除我天衡族？大家都是人族，众所周知，人族是不会骗人族的。不行，我需要一份保证。我如果拒绝你，我虽然尊敬苍老，但也不可能拿全族的安危和你交换。罢了罢了，这是太古契约，一旦签订就不可能反悔。我承诺，只要你们100年内听我调遣，没有异心，我就不会做出有损天衡族根基的事情。不久后，契约完成，所有天衡族的族人都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束缚，仿佛如果违背契约，就会灰飞烟灭。效忠烧饼100年，特喵的，烧饼是谁啊？老夫闭关万年，不问世事，怎么突然要听别人调遣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好好为我办事吧。若是表现好，将来也许会有大好处。知道了。对了，你应该没杀水清柔吧？的确没杀。你把他藏哪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与一个跟他体质相同的极境老妪那里。安全就行。秦子师弟，厄运来了，速速回家，寻求你爹的庇护，千万不要外出。爹，我怕金师兄有危险，我们去一趟白鹤天宫吧。什么情况？道兄，你来了。金枝和白露呢？为了保护他们，我把他们关在了白鹤天宫最坚固的禁地之中。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躲进去？禁地只能抵挡一会儿，我将他们关进去后拖住这怪物，等你来救援。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救援？这个其实那个讯息是我发的。谁都要死。丁，忘我极境的殉葬奴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忘我极境，并同境无敌。我不甘心啊！这是什么？将那2个小家伙放出来吧。这个图案你认识吗？这是在哪里找到的？是那个厄运怪物的尸体中掉出来的。原来如此，我懂了，我终于知道这个运是从何而来了，一定是从那个墓穴里出来的。什么墓葬？我当初游历时，恰巧路过一个墓穴，又恰巧遇到一个盗墓团伙，他们中一人十分精通阵法，将这团黑气丢到我身上后便没了踪影。我想，这个运就是这么来的。闻言，烧饼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这2个家伙还真是出息了呀！不仅摸到了主大陆，竟然连这么恐怖的墓葬都能来去自如。现在看来，分明就是那2人盗走了墓中的东西，然后用了诡异的方式，将墓中怪物的仇恨和诅咒转移到了金枝的身上。那个墓葬在哪里？带我过去看看。OK。就是这，可如今这里怎么换了副模样了？在寂灭中觉醒，在破败中复苏，10000年匆匆而逝，在睁眼沧海桑田，天地不在，众生如蚁。得令牌者，可入我青叶天宗。有意思。有着前世的经验，烧饼觉得这是一次莫大的机缘，于是他将整片空间封锁，垄断了所有令牌。爹，这样不好吧？一个从坟墓中爬出来的苟延残喘之辈而已，虚张声势，不足为虑。走吧，我们进去看看。真的没问题吗？机缘总是和危险相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们去不去自己决定。
可能是我老了，胆子变小了。我总觉得这地方有些邪门，若是发生意外，恐怕我们很难自保，所以还是不去了吧。好，听岳父的。若是秦子在里面得到了什么传承，将来远超你们，你们会不会恨我？以秦师弟的天赋，超越我们是板上钉钉的事。要是超不过，那才奇怪呢。况且我们之间亲如兄弟，何必攀比？金大哥说的对，爹，我们回去吧。好，走吧。我们进去吧。你在这等会，我去前面看看。你终于来了，有缘人。你是谁？我吗？姓名早就忘了，不过世人都称我为青叶道君。您找我有什么事？小家伙，别紧张。你既然拿着令牌来到这里，那就是本座的有缘人。本座想收你当弟子，你愿意吗？为什么要收我做弟子？这对你有什么好处？青叶天宗如今是封印状态，和现在的天命格格不入。我们想要复活，只有让这个时代的天才人物加入青叶天宗，才能让我们重新与天命相融。而且加入的天才人物越多，我们恢复的速度就会越快。只要成为本座的弟子，待宗门彻底解封时，就是你独步青云之日。这样啊，那如果没有天才加入，你们还能复活吗？可以，只不过会慢很多，而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即将复活的可不止我们青叶天宗啊。封印已经松动了，这个世界即将全面复苏，到时候曾经消失的一切都会归来，这是无上的大机缘，也是灾难，所以必须抢占先机。复苏？这个世界莫非在沉睡吗？难道它还有着辉煌的过去？呵呵，何止是辉煌，我不知道他现在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堕落成什么样子了，但是他曾经名为玄黄天。直接告诉我这个世界极其不简单。我青叶天宗在曾经的玄黄天可是极为鼎盛的道统宗门，所以你愿意成为本座的弟子吗？愿意。哈，等到我青叶天宗完全解封之后，你将拥有一个无比鼎盛的宗门作为靠山。21世纪的现代青年可不会吃你的大饼。对了，其余的令牌也都在你身上吧？我之前觉得这是宝贝，就一股脑全收了。也罢，那就由你去挑选弟子吧。你作为这一代的大师兄，可以代师收徒。弟子定不辱使命。好了，你去吧。本座这一丝临时勉强从体内扩散出来，坚持不了多久。对了，我儿子就在道场之外，要不要让他进来拜见一下？那就让他进来吧。此等天才为何不早点请进来？你可愿？早点叫进来不就被你坑了？我只是为了让秦小猪混个脸熟，好让我坑他。当过乞丐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无比卑贱，就连路边的小狗都嫌弃。可这个男人的出现，竟让整个丐帮摇身一变成为修仙世家。老包，我观你有大帝之资。仙人莫要哄骗我等，俺的家族往上查99世都是乞丐，怎会有大帝之资？你放心，仙人不骗凡人，只要拿上这枚令牌，踏入面前的传送阵，即可成为顶级宗门的弟子，并踏上修行之路。仙人此话当真？比真金白银还真。多谢仙人。我真是太聪明了，眨眼间就将所有令牌发了出去。我这大弟子办事效率真高，这才几天就忽悠了这么多人。见过仙人，不必多礼。你们既然带着令牌而来，那就是我青叶仙宗的弟子。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一群蠢货，竟敢随意行拜师礼！难道他们不知道拜师礼这种东西会牵扯到天命和气运吗？随后，青叶道君摊开双手，等待天命和气运的反哺。所谓反哺，就是行了跪拜之礼后，师徒之间会建立起一种无形的联系，而天命和气运强大的一方会自动反哺另一方。怎么会没有天命和气运反哺过来？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因为他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竟然没有一丝天命和气运，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险些将他气死。青叶天君作为强势一方，竟开始反哺这群乞丐。仙人诚不起我，如今我不仅不瘸了，还感悟到一丝修仙气息。俺也是，以后这臭乞丐谁爱当谁当。所谓有人欢喜有人忧，青叶道君看着这些笑得丧心病狂的人，愤怒至极，强行用最后一点力气使出了应召术，然后他发现了是秦子搞的鬼。小畜生，本座纵横玄黄天亿万年，今天竟然栽在你的手里！就在他即将陷入沉睡之际，他利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将自己的意念传递给了青叶天宗的其他人。本座诏令，不管你们谁先苏醒，都给我灭了这个叫秦子的小畜生，不死不休！好大的一座墓啊，干不干？干！这是什么？
玄武罗盘，这是我在碎片大陆的时候，从一个小家族的宝库中无意间偷到的，之前都没注意，只以为是个没用的铁疙瘩，但是后来偶然发现此物可以趋吉避凶，玄妙无别，在各种绝境中都能找出生门。这么说，我们多次死里逃生，都是这玩意儿的功劳。云龙分析太财山，一重财一重关，开门若有8重险，不出阴阳八卦绳。在罗盘的指引下，两人相继穿透了一层层风暴，长驱直入，进入了那人迹罕至的禁忌神山。然而几天后，禁忌神山却发生了异变，一道庞大的雪白光柱从禁忌神山内部发出，直至天际。从这天起，天地的法则之力逐渐复苏，残缺的大道也在迅速完善，整个世界都在水涨船高。本座闭关千年，终于突破5帝之境，此次出关，世间必有我一席之地。本座闭关数万年，居然打破了5帝极限，此番必将主宰世间。他们却不知道，强者多了也就贬值了。原本能当掌门的人，如今只能守大门了。殿，我突破5帝了。还行，切不可骄傲。就在此时，天空中电闪雷鸣起来，一道威严的声音扩散开来。今日飞仙教重明事件，九苍界所有5帝之上的强者，3天之内前来觐见，若是不来，本以为快要登顶了，没想到山峰拔高了，我所在的地方依旧是半山腰。别担心，有爹在，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势力如此猖狂。本座没穿裤头，前来拜访飞仙教。本座马桶盖子，前来拜访飞仙教。这些极境强者来到这里，虽然有怂的成分，但与此同时，也是想要看看这飞仙教的虚实。若是狐假虎威，那就灭了。你是谁？我的具体身份你还没资格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是飞仙教的使者就行。你找我们做什么？你们都是这个时代的顶尖强者，左右着整个天下的权势。我要你们号令自己的族群，为我飞仙教建庙烧香，从此以飞仙教为信仰。你想要掠夺整个九苍界的气运？聪明。我劝阁下慎重考虑。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做，也从来没人成功过。之前的确没有，不过以前不行，不代表现在不行。这一世天命在我。一时间，天空中的极境强者们一个个骇然失色，只感觉自己是任人拿捏的小鸡仔，随时都会被丢进铁锅。你到底是什么境界？不高，神巧而已。现在你们可以去做我交代的事情了吧？我们并不反对这件事，但是我们恐怕还做不了主。什么意思？如今的九苍界看似是我们这些人说了算，其实并非如此。九苍界盘踞着一尊绝世大魔头，他才是九苍界的主宰者。大魔头？对，此人名为烧饼，出自人族，如今已经是九苍界第1强者，凶威滔天。的确如此，这个大魔头凶残无比，胡作非为，一言不合就屠戮千里。我们3族强者曾经一起围攻过他，却反被他重创，从此只能任他嚣狂。这么说，这个烧饼今天没来？此魔头一向狂妄霸道，恐怕他并未将飞仙教放在眼里。想不到，竟然还真有人将我的话当耳旁风。既然如此，那就让世人看看何为飞仙。那烧饼现在何处？众人闻言顿时面面相觑，他们深知，若是当了带路党，到时候如果烧饼没死，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难道你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行踪？在他的逼问下，一个人终于下定了决心。白鹤王肯定知道，他和烧饼交情匪浅。上次我们族人围攻烧饼，就是在他的白鹤天宫。说吧，烧饼在哪里？不知道。敬酒不吃吃罚酒。白鹤开天。秦兄，我虽然因怕死不敢进入神秘遗迹，却也没有出卖你，希望你照顾好我的女儿和女婿。老兄，现在就想死，后面太死不行。奥秘者死。哎，果然是消耗品。你就是烧饼吧？没想到竟然自己送上门了。你找我做什么？自然是杀你。杀我？你恐怕还做不着。是什么给你的刺青？是刚才那件远古神器吗？只可惜已经破碎了。谁说我只有一件了？当年的天塌埋葬了一切，所有的强者和宝物都归于尘埃。如今这样的东西能找到1件已经是奇迹，我不信你还有第2件。不好意思，这样的东西我还有一大堆。这不可能，飞仙不。竟能将我重创成这副模样，你该死！你竟然自己送上门了。蝼蚁，你这样对我，将来必定万劫不复。区一个阶下囚，也敢这样对我爹说话，当真是看不清形势。好，还敢瞪我？
一番折磨下来，男人被气得双眼通红，对晴子产生了无尽杀意。丁，神桥境的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神桥境，并同境无敌。爹，您又突破了。恢复了一点而已。您到底是谁？我是谁？你还没资格知道。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一些事情，而且绝对不能有一丝虚假。您问，我一定知无不言。玄黄天到底是怎么衰落的？那一天，天空中突然浮过一道大手，所过之处天崩地裂。危难之际，玄黄天的大人物出手。可那一战过后，所有顶级强者纷纷陨落。为了保护这方世界，他们在陨落之前将玄黄天封禁起来，并将自己的道国化作了一座座竞技神山，抛向无尽时空。当竞技神山回归之时，他们会再次归来，而玄黄天也会再次复苏。如今，第一座竞技神山已经归来，以后的强者会越来越多。有趣，当真有趣。大人，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您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没问题，但我儿子答不答应就不知道。你这么做，当真不怕我飞仙教的报复？区非仙教，我还不放在眼里。我身上有仇恨印记，杀了我，你们也活不了。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威胁我爹？记住，杀你者擒子。咦，还真有仇恨印记。小子，你不怕吗？有您在，我怕个得。说得好，你们滚吧，杀你们脏了我的手。多谢烧饼大佬。那我也走了。如今世界复苏，会有越来越多的远古强者出现。若是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可以随时联系我。多谢。是造化古逼，他又出现了。爹，我们去不去？走吧，也该去见见这些玄黄天的强者了。而此时，古碑处已经有很多人了，并且全是神桥境，在他们的身上还弥漫着一种古老的气息。当烧饼到来时，所有人的目光瞬间汇聚在了他的身上。这股气息好像是这个时代的人，在这个大道崩灭的时代，竟然能达到神桥境，此人倒是有些意思。在下烧饼，幸会。原来你就是烧饼啊！据说你是这个时代的第一强者，今日一见，果然不凡。眼前这座古碑似乎来历不小，不知它的作用是什么？这造化古碑，传说是玄黄天的缔造者留下的，里面蕴含着无数传承。若是运气好的话，可以参悟出一些强大的功法。要是运气不好呢？如果运气不好，可能会有大祸。既然可能会有大祸，你们怎么还这么趋之若鹜？难道不怕自己运气差一点，沾上了大因果？哈哈哈，道友说笑了。玄黄天的缔造者自然不会故意谋害后辈。所谓的大祸，其实针对的是一些贪得无厌之人。造化古碑，如果只参悟一次，那基本没什么危险；而如果参悟了一次又一次，多次之后，就很可能沾上一些大因果。原来如此。不久后，所有人都开始参悟。烧饼见状，将晴子从内空间放了出来。好好参悟，这造化古碑中有无尽传承，能参悟多少，就看你的毅力了。爹，放心吧，我一定尽可能的拿到更多的机缘。好的，你且安心的参悟，爹为你护法。等晴子的神识进入古碑后，烧饼释放出一层能量结界，隔绝了外部的窥视。不久后，晴子的身上时不时就闪烁起一层光芒，似乎是得到了不少的传承。这小子的运气果然很好，连续捞了7、8个传承，依旧没有被亡灵缠上的迹象。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就在晴子捞出了第12个传承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烧饼见状，立马进入了晴子的尸海之中。爹，救我！救我！小鬼，你想干嘛？你能看到我？自然。哼，看到又如何？这具身躯是我的，你休想阻止。这么说，你是想夺走这具身体，给我当儿子吗？白色身影听到这话，突然感觉身上有些凉飕飕的，于是他立马开始掐算起来。卧槽，这里面有大因果，我绝不能给他当儿子。怎么停下了？快夺舍他呀！算了，这份因果老夫接不住。在经历了999次这样的循环后，晴子赚得盆满钵满，但与此同时，他也终于遇到了一个愣头青。哈哈哈！只要夺舍了这具身体，我苟货就能重回人间了。行了，你别装了，害怕就赶紧离开，归来吧。你找死呀！丁，天门境的亡灵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天门境，并同境界无敌。越雷使者死。吐。就在晴子准备继续钓鱼执法时，古碑或许是被掏空了家底，直接上演玩不起大法，将父子俩打了出去。可惜了，我还没过瘾呢。没事，我们已经得到这么多传承，也该满足了。与此同时，结界外围的众人并没有离去。咦，烧饼道友竟还带了年轻人来参悟古碑，莫非这就是令郎？正是。我等早已参悟完毕多时，为何道友和令郎却在里面待了这么久？不妨让我们看看，你们都得到了什么？你们是想趁火打劫吗？既然你自己挑明了，那我们就明人不说暗话，交出所有传承，可饶你不死。就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吗？
好一个乌合之众！想不到亿万年之后，玄黄天的后辈们实力衰弱了，辛弃儿却比以前高了。既然你如此目中无人，那我们今天就教教你何为前辈。不是死活。小子，知道了。你要做什么？我们身上有仇恨印记，如果杀了我们，我们背后的势力不会放过你的。哼！做得很好，小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来动手吗？为了锻炼我的勇气，这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当你杀的强者多了，你的身上冥冥中就会汇聚出一股大势，这对你今后的成长很有好处。真的吗？你想想，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不把神桥境的强者放在眼里了？是不是感觉他们甚至有点弱？晴子想了想，还真是。虽然他只是5帝境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觉得神桥境很弱呀。至于极境，他已经完全不放在眼里了。可他打破脑袋也想不到，他爹让他动手，真实的原因有3个。第一，是他爹自己不想沾染仇恨印记；第二，是他爹想让他沾上仇恨印记；第三，是他爹希望他迅速膨胀起来，然后招惹更强大的存在。男人趁着夜色将儿子埋进土里，并浇上82年的可乐。2年半后，破土而出的儿子却长成了葫芦。不等老父亲拨打急救电话，儿子就先一步暴走，并且还突破了神桥境。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提升儿子修为，让他去打高端局。为庆祝你成为人上人，咱们去喝啤酒。好的，爹。丁，天宫境的蝎子王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天宫境，并同境无敌。你什么档次？和我在一棵藤上吸取灵气？爹，他看不起我。别急，爹把他打了，给你做下酒菜。卑微的人类，你找死！秦大哥，吃烧烤怎么不叫上我？听说你这几天身体不适，怕你喝了凉啤酒肚子痛。要不你帮帮我，让我免受1年的痛苦。这，秦大哥别害怕，其实我找你还有另一件事。什么事？最近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一直在引导我去一个地方，不知道我要不要去。逃避是没用的，我和小子陪你去看看吧。那就麻烦秦大哥了。都是一家人，何必客气。居然是禁忌神山，不知道我和他之间有什么关系。走吧，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能感受到那股召唤之感越来越强烈了。丁，前方局势莫测，疑似暗藏大恐怖。为确保宿主的生命安全，特赋予高枕无忧体验卡，直到此次探险结束。这傻系统抽什么风？平时可巴不得我嘎呢，太反常了。不知道为什么，一来到这里，那股召唤之感突然被掐断了。别着急，山到水前必有路。擅闯黄昏古城者。丁，宿主被黄昏古城的守护傀儡认定为闯入者，十死无生。为确保您的安全，系统将修改此地法则，暂时赐予宿主黄昏古城王祖身份。恭迎大人回归。爹，这是什么情况？我的法则高于这里的法则，所以可以随意的改变任何东西。爹，难道您已经完全恢复了？没有，只不过是让我的法则降临了一瞬间而已。烧饼借坡下驴，他深知装得太过火，就缩不回去了。突然间，一声哀嚎引起了3人的注意。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循着声音看去，烧饼瞬间惊呆，被吊起来严刑拷打的俩货不是别人，正是和他有着不小渊源的盗墓2人组周末和庞奇大师。爹，要不要救他们？先过去看看吧。王族竟然有王族之人复苏了！小点声，你这王族你不要命了？莫非这个王族的身份可以调动某种强大的武力，所以让本地人如此畏惧？秦叔，快救我们！大人，您认识这2人？他们犯了什么事？启禀大人，他们不仅偷偷摸上了黄昏旭日，还想要潜入祖王的墓地。幸好我们用36神岛的神罚之力将他们打了下来。要是破坏了祖王的复活大计，那整个黄昏族群将万劫不复。简直岂有此理！将他们交给我，我要带回去好好折磨一番。按照我们守墓人的惯例，这种玷污祖王墓的人必须尽快处死。要是进入黄昏旭日的方法被他们传播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你是在怀疑我？不，小的不敢。但是这件事事关重大，恐怕恕难从命。你想造反？既然大人非要胡搅蛮缠，那我今天只能以下犯上了。墨统领竟然达到了天神境界，看来这个王族之人要栽了。我看不一定。拿下！杀！蝼蚁再多也无法撼天。
你王族就是我族的蛀虫，今日我必斩你！犯上作乱，当诛！我只是想亲自收拾这两个小贼而已，你何必呢？将这两人放下。遵命。大人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请给我们一个痛快吧！祖王之墓也敢擅闯，我要将你们的元神抽出来，做成灯芯，折磨10万年。饶命啊！饶命！看在你尽忠职守的份上，这次就不计较你下犯上的罪名了，罚你牢狱10年，好自为之。哈哈哈，区区10年算什么？我自由飞翔都不止这点时间。就在男人庆幸处罚不值一提时，旁边守卫的一句话让他陷入了绝望。耗子尾汁，大人说要喂他吃耗子尾汁，吃10年。你个狗！好，我们马上去抓耗子，榨汁。哈哈哈，也不知道这群守卫是脑回路太简单，还是纯粹的想要公报私仇。你们两个怎么回事？秦叔，我和庞骑是进来盗墓的，如果成功了，够吃一辈子。可马有尸体的时候，我俩一不小心就被抓了。那个大墓在哪里？带我们过去。秦大师，莫非您终于也要出手了吗？我们就进去看看。那好吧。好多宝物，发财了！秦叔，快来呀，我们帮你试过了，这些宝物没问题，可以放心的拿。丁提醒宿主，这些宝物上面有巨头人物的诅咒，拿了宝物就要为奴，请宿主慎重考虑。爹，怎么了？这些宝物有问题啊！我刚才就感觉有些不对劲，现在终于看明白了，这些宝物之上恐怕带着某种强大的奴役诅咒。这可怎么办？我不想给人当奴隶啊，我还有理想未完成啊！秦叔，您有没有办法救我们？留下诅咒的人很强，若是我全盛时期还有几分把握，现在的话恐怕无能为力了。你们也不用太担心，为奴的时间和拿的宝物多少有关，你们拿的并不是很多，应该不会被奴役太久，更何况债主很可能是自己人。跟随烧饼所指的方向，他们发现叶灵霜不受控制地向水晶棺飘去，最终化作金光钻了进去。爹，师父不会要原地去世吧？笨蛋，你师父这是要接受传承了。你这小子，等我出关好好收拾你。随着水晶棺关闭，一股冲击波浩浩荡荡扩散而出，盗墓二人组大叫一声，身体开始石化，而烧饼和晴子则是被冲击波淹没，瞬间被传送了出去。丁一级探索完成，高枕无忧体验卡失效。男人有个变态的癖好，每次抓到的俘虏他从来不杀，而是全部交给了猎狗，只因这样做才会让他们生不如死。就在刚刚，烧饼父子刚被传送出遗迹，就惨遭老六偷袭，我都不敢想他将面对怎样的折磨。把你们在里面得到的东西都交出来。你在打劫之前都不问对方是谁吗？我管你是谁，今天要么将东西交出来，要么死。就凭你也配在我爹面前撒野？我爹纵横天地的时候，你祖宗都还没出生呢。区区天门境也敢说纵横天地？你们纵横的是女人肚皮上的那片天地吗？你就是这样理解纵横天地的吗？莫非你爹当年也在某片天地中和一群强者同台竞技，符文纵横，最后力压群雄，才有了你？你找死！丁凌霄境的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凌霄境界，并同境无敌。你竟然也是凌霄境？当然，而且比你强多了。多好！道友，得饶人处且饶人，今天这件事不如就这么算了吧。你又是谁？老朽清玄散人，和他的师傅有些交情，所以请道友给个薄面，放他一条生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与人方便就是与自己方便，若是事情做得太绝，也容易让自己下不来台。你是在威胁我？老朽只不过是出来当个和事佬，不想与任何人为敌。既然不想为敌，那就滚开！放肆！你算什么东西？清玄前辈全盛时期，杀你如土狗。全盛时期，大哥的韭菜可不能放过。老家伙，我现在改变主意了，算你识相。我的意思是，今天你俩一个都走不了。年轻人，我劝你不要太气盛，这个人我今天一定要带走，你拦不住。是谁给你的勇气？杨静茹吗？天的之后，世间神兵尽皆崩坏，你这些神兵是从哪里得到的？这种半解体的神兵，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完整的神兵更可怕，因为这种神兵是用自爆的力量进行攻击，威力无比恐怖。玉女无挂。俗话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既然是你们之间的恩怨，那老夫便不掺和了。我操！要不是我腿上功夫了得，今日怕是要栽了。我他妈来了！别走呀，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你不能杀我，老夫一生交友广阔，图有遍天下，其中不乏强者。你若是杀了我，便是答应过。小子，教他做人。好嘞。小子，今日的粪坑之辱，来日定千百倍奉还。再叨叨，我给你整点新鲜的。找到秦烧饼的踪迹了吗？没有，但是找到了他儿子。秦烧饼，当年的事是时候清算。
得再挖几个粪坑了，不然老爹抓的俘虏多了，一个根本装不下。家父秦烧饼，你对我出手是在找死吗？我打的就是你。丁，瑶池境的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瑶池境，并同境无敌。我儿子与你无冤无仇，你为啥要对他出手？秦烧饼，你终于现身了。你是碎片大陆的老南王。哈哈哈，想不到吧？我不仅没死，还一跃晋级为瑶池境。那正好，今天我就亲手了结你，也算是对南王府有个交代。谁了解谁还不一定。同样是瑶池境，你为什么这么强？还好我穿越来得早，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爹，怎么了？水清寒传来消息，说水清柔出事了。发生了什么事？走吧，到了再说。你们终于来了。水清柔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突然就这样了，时而清醒，时而疯癫。清柔，你怎么了？你不是清柔，你到底是谁？哼哼，我是水，说了你们也不知道，这具神躯是我的了，你们走吧。将身体还回来，我饶你不死。好大的口气，你这种蝼蚁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撒野？你有取死之道。我已经使用无上秘法，和他彻底融为一体，杀了我他也活不了。这就是你的筹码吗？秦子，太好了，清柔，你终于没事了。别高兴得太早，我只能压制她一天而已。啊，那怎么办？那个女人既然能施展秘法，也肯定能解除。问题是她不愿意解除啊。这个简单，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也该把婚事办了。当然，最主要的是把该办的事情办了。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秦子，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好，你睡吧。我终于出来了，你终究压不住我。没有给他继续猖狂的机会，昨晚的记忆迅速涌进他的意识之中。你对我做了什么？什么叫对你？这是我妻子，我和她你情我愿的事，轮得到你来管吗？有朝一日我会当上界，定然不会放过你。水清柔恢复正常后，他们在一起度过了2年半的幸福时光。就在他们意犹未尽时，之前进入他身体的仇恨印记躁动起来。为了保证妻子的安全，晴子决定远离他们，待登临世界之巅再回来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你们哪里逃？距离够远了，该反击了。怎么不跑了？是想跪地求饶吗？你们觉得一群天宫境、2个瑶池境就能与我抗衡？没有充足的准备，我没有机会前来。风之击，落日大阵。米粒之主，野放光环。我不甘心。好一个烧本，不愧是这个时代的翘楚，果然有一点点实力。天神，竟然是天神，这秦魔王恐怕要完了。你也要出手？你刚才杀的正好有几位是我的弟子，你说我出不出手？我只能说，你出手的话可能会死。瑶池境的蝼蚁也配威胁老夫？竟能击下我一击，也到此为止了。这是天神境独有的苍天之力，大家快跑啊！被误伤就完了。爹，这别怕，让他装一会。面对疾风吧！道友且慢，阁下是谁？老夫乃清玄散人，不知前辈来自有何贵干？自然是为了亲手。老东西，你竟然逃出来了！你不是应该被泡在？小畜生，给我闭嘴！煞女子一道恐怖的威压，夹杂着浓烈的杀意，朝着晴子镇压而下。他要灭口，防止对方将他被泡在粪坑里的事情说出去，否则他的一世英名就全毁了。丁，天神境的强者对您的儿子产生杀意，本着父爱如山，父亲必须胜的原则，您的修为将提升到天神境，并同境无敌。在我面前杀我儿子，是谁给你的勇气？这秦魔王太恐怖了，身为这个时代的生灵，竟然能跟上远古强者的修为，这也太彪悍了。莫非他要一直堵在时代的井口，远古强者出来一个，他就镇压一个？不太可能吧，这也太逆天了。夺命3支香，拜谁谁上墙。这离谱的一幕让在场的修士纷纷退至千里之外。就在此时，一个男人被吸了过去。奇怪的是，他被拜后不仅没有原地升天，还一跃成为了玄黄之主。只是这乍一听很厉害的头衔，却备受旁人嘲讽。
这小子完了。怎么了？玄黄天即将彻底复苏，先不说他的实力低微能不能服众，就那些和玄黄天不对付的上界之人，肯定不会放过他。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当年圣女意外跌入的就是这方下界，要不是玄黄天彻底苏醒暴露了位置，这一天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快走吧，这次一定灭了圣女生下的孽种。话说，我们到哪里找那个孽种啊？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难道圣离将圣物封印了？这玄黄天虽然不及上界广袤，但是也不小，生灵无数，要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怎么找？那孽种有着我们皇族一半的血统，必然不可能是无名之辈。我们只要从玄黄天这一代的天才人物中筛选，一定可以找到他。哦，就这么办，先抓个人过来问问吧。你们是谁？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不要怕，我们只问你一点问题，问完就放了你。两位前辈请问，晚辈一定知无不言。你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天才有哪些？这些世界复苏，很多远古天骄都相继苏醒，比如乔峰、洪熙公。不用说远古天才，你就说这个时代出生的天才，最耀眼的有哪些？要说这个时代最耀眼的，自然是秦子了。他是真正的绝世妖孽，就算是远古天骄，也没多少人能和他比肩。还有呢？其实真要说起来，晚辈也是有点名气的。竟然无视我，真可恶啊！喂，秦叔，我遇到两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似乎不是我们九苍界的人。他们向我打听九苍界这个时代最耀眼的天才人物，我把秦子大哥供出来了。那两个神秘人很可能会去找你们，不管他们有什么目的，你们都要小心点。终于来了。这两个神秘人多半就是林毅母亲的家族之人了，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一下来就遇到了林毅，还没认出来，真是两个糊涂蛋。你娘留给你的那块玉佩呢？在这里。最近你的实力有所提升，这玉佩也该真正的解封了。爹，我好像得到了一篇经文，很强的经文。行，你抓紧时间修炼吧。我这就修炼。你感觉到了吗？你指的是什么？没什么，突然想拉屎了。多大个事儿啊，你就地解决就是了。怎么，你也想拉屎吗？不，我感受到了我族的秘法气息。我操！老子终于复活了！终于练成了！小崽子，去死吧！你怎么知道我的位置？死人不配知道。动我儿子者，虽远。你是怎么突破神王境的？死人不配知道。我们出手吗？出个屁啊！没看出是秒杀吗？快把位置上把给夹住！妹妹，我又来了。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来吗？呵呵，难道是想开了，要处决我？我们已经找到你的丈夫和孩子了，你一定想不到，他们所在的那方下界，竟然是当年坠落的玄黄天，而如今玄黄天已经重回上界，把他们带上来了。这不可能！你知道我不会骗你的，我派出去的人就是循着你当年没有抹除干净的气息找到那方世界的，而且那孩子身上有我族的血脉，还有你当年的玉佩。这怎么会？让我惊讶的是，你的儿子竟然成为了玄黄天的新任天主，以区天神境的修为得到玄黄天的认可，这等福缘，即便是我都要望洋兴叹啊！玄黄天主，这么说，家族认可他了？我们不仅不会认可他，而且还要杀了他。为什么？若他是其他8座苍天的天主，我族自然会接纳他，甚至可以让他成为我皇族的下一任族长。可偏偏他是玄黄天的天主，当年玄黄天是如何坠落的？你应该知道一点内幕，那股势力太可怕了，我们必须和玄黄天撇清关系，否则恐怕有灭族的危险。你应该很清楚，就算我们不杀他，那股势力也不会放过他。而若是等那股势力发现他身上有我皇族的血脉，我们就说不清了。可以让我见他一面吗？可以，谢谢你，哥。以我大道贯穿血，若因果，尽加我身，一花给我开。你们是谁？把我抓到这里想干什么？不用害怕，我使用的镜花水月秘法可以隔着无尽距离召唤别人的意识，但它却没有任何杀伤力。怎么会这样？他身上明明有玉佩和皇族血脉，按理说应该就是我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孩子，我是你的母亲啊！不用怀疑，她就是你的母亲。你又是谁？
我呀，算是你舅舅吧。口说无凭，证据呢？孩子，你身上流着我的血啊，而且你身上那块玉佩是我留给你的。您真是我娘。我可怜的孩子啊。喏，你现在叫什么名字？您不知道我的名字。当年我离开的时候，为了防止家族用秘法查看我的记忆，所以我将你和你爹的一些关键记忆抹去了。而且我临走之前还叮嘱你爹，给你换一个名字。我现在叫秦子，子和子同音。我想爹给我取这个名字，也是希望我时刻铭记我是你们的儿子。改名也不至于改姓啊？难道他不是我的儿子？就是这个名字，还是我和他一起取的。对了，你爹还好吗？爹很好，他已经恢复到了神王境，应该很快就可以救您出来了。难道我的义儿被这小子的父亲杀了，并夺走了玉佩和血脉？不管我的义儿有没有活着，我都要假装这就是我的儿子。如果义儿还活着，我就可以用这小子当替死鬼；如果义儿死了，也正好可以借助家族的力量给义儿报仇雪恨。您在想什么？哈哈，没什么，娘就是高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次见面是通过你舅舅施展的秘法，他快支撑不住了，你得走了。您保重，我和爹很快就会来救您的。不愧是玄黄天，这股反噬之力太强了，这么一会儿就几乎将我压垮。哥，我还想求你最后一件事，我求你让他们没有痛苦的离开。好。小子，发生了什么？爹，我见到娘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你说你过去的只是意识体，那为什么你的玉佩不见了？你应该是被骗了。也许你过去的并不是意识体，而是本体。难怪我对那个女人并没有亲切感，原来她不是我母亲。爹怀疑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玉佩，你有什么异常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他们不会给我下了什么恶毒的诅咒吧？不要怕，只要有爹在，就没人能伤得了你。男人自带变态体质，追他的人从百草园排到了3位数。当然，这些人不是为了求爱，而是为了收徒。前辈，我真的不能拜你为师啊！小娃娃，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妨说出来，让老夫听听。既然是难言之隐，自然是不能说的。你这娃娃鬼精鬼精的，恐怕难言之隐是假，没瞧上我这糟老头子才是真的吧？前辈万万不要误会，晚辈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年轻人不用否认，老夫也年轻过，自然知道你在想什么。既然你怀疑老夫没有资格当你的师傅，那我就给你露一手。乖徒，看好了，这一剑很帅。我操！别紧张，你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我没兴趣。不对，这股气息是高位血脉的味道。你别乱来，我是玄黄天主的朋友。玄黄天主，你说那个徒有虚名的小屁孩，我吃了你，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就算你不怕玄黄天主，那他爹烧饼呢？之前就有一位神王强者死在他手中，你应该知道吧？你真的认识烧饼？那当然，那就更不能放过你了。这股压迫感，莫非？秦叔，你怎么来了？你认得这个吗？这是啊，我娘留给我的玉佩，您在哪里找到的？一直在我手中。什么？难道是您拿走了我的玉佩？没错。可您为什么要拿我的玉佩呢？你以后会知道的。此话一出，林毅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罢了。秦叔，谢谢您。看来有些机缘还真是上天注定的，其他人很难抢走，也是时候再给儿子加一把火了。什么狗屁玄黄天，还9大苍剑之一，如今看来不就是一方下贱吗？没错，据说天主才天神境，混成这样，还有脸回归上界？就是，如果不回来，至少还能留下一个强大的传说。回来之后，简直丢人。也别这么说，或许这玄黄天主晴子真的有些过人之处呢。区天神境，再过人还能逆天不成？你看看上界这些巨头势力，哪家的领袖是天神境？莫非就他特殊？万一他真的是一位旷世奇才，比上界的所有天神境天骄都强呢？你放屁！不说整个上界，就说我阴阳教的圣子都不是他可以抗衡的。在有心人的捧杀之下，很多上界的势力都坐不住了，都想要给晴子一点颜色瞧瞧。族长，根据您的吩咐，我们秘密调遣了的一些附属势力，将消息都传出去了。很好，相信用不了多久，那些和玄黄天有恩怨的势力就会借题发挥，到时候留给他的只有2条死路，要么陷入疯狂，和击败他的人拼命，最后被对方自卫击杀；要么战败之后偃旗息鼓，最后被玄黄天的巨头们清理门户，以洗刷玄黄天耻辱的借口击杀掉。他毕竟是您的外甥，您真的一点都不心疼吗？
本座心疼的时间已经过了。既然决定要杀他，那就不能婆婆妈妈。属下受教了，下去吧。族长，我还有一件事要禀报。什么事？据下面的人反映，还有一个神秘势力在和我们做同样的事，到处煽风点火捧杀那玄黄天主，甚至好像比我们更专业。管他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随着各种谣言发酵，阴阳教率先出手了。阴阳教宝地日月湖即将开启，邀请各方天骄前往，共同参悟日月奇观。去不去呢？不去吧，外界恐怕会说我怕了，不敢和上界天骄争锋。去吧，又容易节外生枝。发生了什么事？爹，我要不要去呢？人家都请了，当然要去了。可是我总感觉他们不怀好意。那又如何？有什么事爹给你兜着，你尽管放开了玩。好。在下阴阳教圣子孟玄机，拜见玄黄天主。不错，懂事啊。各位，我来介绍一下，这位便是如今名震上界的玄黄天主。哈哈，原来是玄黄天主驾到，我还以为以玄黄天主的高贵身份，不屑来参加我们这种年轻人的聚会呢。本座虽然是玄黄天主，但也是个年轻人，参加这样的聚会又有何不可？话虽如此，但天主就是天主，终究身份有别，和我们这些晚辈人物是不一样的。既然你觉得身份有别，还不跪下说话？你，跪下！秦兄，你今日来到这里，想必并不是以玄黄天主的身份来的吧？我猜你也是想以年轻人的身份，和我们这些同辈之人切磋交流一番。既然如此，又何必以势压人呢？你又是谁？在下张郎，乃是长生张家的后人。真要说起来，我张家也算是玄黄天后裔。你既然是玄黄天的后裔，那么我身为玄黄天主，至少和你祖宗同辈，让你磕一个不过分吧？我操！天主息怒，这两位恐怕是下意识的将您当做了同辈之人，忘了尊卑有序，还请天主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我偏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你怎么说？既然如此，那我只能劝劝他们了。宋兄、张兄，你们就给天主认个错吧。天主恕罪。起来吧，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耍这样的小聪明，好自为之。随后，两人一言不发的站起，默契的消失在人群之中。天主，日月奇观出现了。这千丈的高台是我阴阳教特意给您准备的位置，天主请上座。你先上去吧。这是给您准备的位置，我怎么能上去呢？有何不可？既然是天主的命令，在下又怎敢不从？天主，你看好了，非我族人的话，这途中的威压会成倍增加，你就等着出丑吧。天主，君，好，你下来吧。这种时候，你不是应该争一时之气，强行冲上来吗？让我下去是几个意思？本座让你下来，听见了吗？天主，您请。你上去吧。怎么了？有问题吗？没有。天主，君，很不错，你下来吧。天主这样让我上来又下去，到底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我哪里招待不周，得罪了您？圣子何出此言？本座只不过是看圣子身法了得，想要观摩一番罢了。难道你不愿意？没有。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吧，让本座观摩清楚。起来吧，不用行此大礼。天主，您请。不用了，我就在这里吧。天主，这是我阴阳教特意为您准备的宝座，用以显示您身份的尊贵。你若是不上去，传出去了，外界会说我阴阳教不知礼数。所以你的意思是，本座在你们的地盘上，就要按照你们阴阳教的意思来？莫非你是在威胁我？在下绝无此意，天主请自便吧。既然如此，那本座就随便选个地方吧。随后，晴子不再理会他们，开始感悟这日月间的玄妙。快看，他身上在发光。好玄妙的气息，我感觉到天地间的大道法则都在潜移默化的向他涌去。他一定参悟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愧是玄黄天主，这悟性简直旷古绝今。的确很厉害，不过我看那位才能称得上旷古绝今。这到底是谁？他给我的感觉竟然犹如大海般深不可测。快看，他们好像在对决。楚中田，晴子，我们又见面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今日我与你公平一战，不比修为，就比这日月之物。为什么要战？可以说是应你当年与我的一战，也可以说是我对你的考验。你若是能胜我，我便承认你的天主之位。你到底是谁？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又何须再问？出手吧，让我看看你到底够不够资格。今日我于日月奇观中悟出一法，也是我第一次跳出玄黄天的局限，看到世界之大。此法名为涅槃。来得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不错，您的玄黄天主的身份，我承认了。
好家伙，这股气息好像是玄黄的某位巨头啊！没想到玄黄天主竟然能在同等修为和条件之下战胜一位巨头，这是何等的惊人！作罢，此次计划取消。哼，不就是一个血脉不纯的孽种吗？有什么好得意的？等世界树空间开启，你必然活不了。爹，我回来了，怎么样？还顺利吗？挺好的。不过我在阴阳教遇到了一个人。谁？楚中田，就是碎片大陆东域皇族楚家的少主。这家伙竟然是一位巨头转世。哦，您一点都不惊讶？有什么好惊讶的？你身边的巨头并不在少数。不说远了，你师父不就是吗？爹，您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了？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对于你来说，我就是你爹，没有其他任何身份。至少你在这一届听不到我的任何故事。女人被素未谋面的蓝毛侮辱，一气之下决定自我了断。危机关头，他的巨头老爹横空出世，是要把那畜生碎尸万段。可是爹，此人是玄黄天钦定的天主啊！在玄黄天，我的意志就是天意，更别说他区区天神境的蝼蚁。秦子小儿，滚出来！你是谁？见了本天主为何不跪？昌好。什么情况？居然没有杀意，看来只能跟他拼了。请宾主高抬贵手。金龙王，你要庇护他？当然，毕竟此人是我的挚爱亲朋。那又如何？他亵渎我女儿，今日必须死。小宾宁，看在金叔的面子上，放秦子一马，如何？金龙王实力不在我爹之下，若是不接下这个台阶，恐怕问题就严重了。好的。多谢爹。他已经身受重伤，也算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您身为巨头，心怀苍生，没必要为了一点小事为难一个晚辈。既然你为他求情，那爹就网开一面，给他一次机会。金龙王是谁？还有冰宁公主竟然会为我求情？难道是我当日的威猛表现折服了他？欢迎来到世界树空间。此次的规则是，所有人坐在原地，世界原种随机掉落，落在谁怀里就是谁的。这什么狗屁规则？不让动我们还怎么嘎了那小子？小点声！这世界树可是超越巨头的产物，拥有自我意识，那怎么办？如今只能用第二套方案了。我宣布，本次试炼正式开始。不愧是玄黄天主，这运气太好了！快看，又出现一个！卧槽，又落在玄黄天主身边了。作弊，他肯定是作弊。有人开挂，这还怎么玩？不等众人心情平复，晴子就消失在原地。这是哪里？这是世界树真正的空间。难道说那些世界原种是你搞的鬼？没错。这不是随机的吗？你为什么要送给我呢？因为我和你来自同一个地方。你来自玄黄天。哦，我说的家乡并非玄黄天，而是另一个地方。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都是外来者。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个地方不可说，不可言。总之，我已经在这个世界扎根，失去了回去的资格，而你却还有机会。你和那个地方依旧因果相连。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这应该和你失去了曾经的记忆有关。不过这也没关系，只要你和故乡的联系还在，你就拥有无尽鸿运。这个世界没人能杀你。真的吗？千真万确。如果将来能回去的话，我一定带上你。不可能了，我注定回不去了。我和那里的联系已经断了。这是一种规则吧？只要超越那个地方，一定就能带你回去了。哼，无论如何，能遇到一个家乡人，我很高兴。再送你一件礼物。好了，这些年积攒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我也该继续沉睡了。希望以后还能再见。他回来了，不对，10分得有12分不对劲。神王境，他突破神王境了？怎么可能？只是消失了一瞬间，再回来咋就变成神王了？世界树空间要关闭了，兄弟，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下辈子还是好兄弟。是谁杀了我族少主？禀告长老，是玄黄天主晴子干的。你们皇族为什么非要陷害我？我哪里得罪了你们？哼，敢做不敢当的杂碎，给我去死！我操！区区一个巨头也敢杀我的儿子，是谁给你的胆子？你儿子杀了我皇族的少主，今日必须偿命。你可以试试。
倒是有那么点本事，神圣之人。今天心情好，只用1/10的力量陪你玩一会。你倒是体会四大花、暗之奥义、魂之道。有点意思，但不多。还有什么招式吗？快使出来取悦我！怎么会？你为什么这么强？看在你如此努力取悦我的份上，我赐你绝望之死。老八陨落了，是谁干的？我知道是谁杀了第8组。谁？第8组这次出去是为了截杀那个孽种，而那个孽种显然不可能杀得了第8组，唯一的可能就是他那个神秘的父亲。所有长老随我出发，歼灭此贼，为老八报仇。女人为追求极致的力量，竟主动与一堆白骨融为一体，也就是这骨子拼劲，让她成为了第一个祖神。他明明已经死透了，咋会还有心跳声？犯我皇族者死！只差一步，我不甘心啊！还有一笔账也该算一算了。前辈降临玄黄天宫，有何指教？呵呵，你还记得我吗？你这个女骗子，之前冒充我能不成？如今又杀上门来，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何必如此？你夺我儿子的东西，害我儿子的性命，竟然还敢说我们无冤无仇？谁夺你儿子东西了？我娘留给我的玉佩都被你抢走了，你还贼喊捉贼，要不要了？呵呵，我知道了，肯定是你那卑鄙无耻的爹做的。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他当然不会告诉你了。荡妇，不许你诬陷我爹！去死吧！姑娘何必动怒呢？你的修为，这怎么可能？苍天，你何其不公？为何要眷顾这种卑鄙无耻、手上沾满血腥的刽子手？他这样的人，凭什么能达到祖神境？凭什么？看来不施展点雷霆手段，你是不会好好说话了。我败了，但是我不甘心。若有来世，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我又没说要杀你，说什么来世？到了这一步，你又何必假仁假义？莫非你以为不杀我，我就会感激你？而且，就算你不杀我，我也不想活了。我的族人和孩子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的孩子没死。什么？娘，叶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难道没有伤害你？娘，秦叔是我的恩人，若是没有他的照顾，我恐怕早就死了。啊，他不是抽走了你的血脉，还拿走了你的传承玉佩吗？娘，秦叔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在皇族的追杀下活下来吗？据我所知，秦子大哥遭到了皇族好几次的追杀，甚至有巨头出手，这些危险都是他们为我承担的。秦叔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无法报答。但是他的确偷走了你的血脉，拿走了你的玉佩啊！秦子被皇族追杀，也许是他失散了呢。您看，我的血脉不是还在吗？而且那玉佩，秦叔后来也还给了我。如果他真的有歹心，一个念头就能让我灰飞烟灭，何必如此麻烦？秦大哥，之前是我太冲动了，我也不知道你竟然为义儿做了这么多。不用自责，都是人之常情罢了。而且我这人做事向来讲究缘分，林毅和我有缘，所以我帮他也是应该的。爸，有缘？你不是和我娘？傻小子，骗你的。许久之后，林毅和母亲一起离开了玄黄天。就在此时，一位远古巨头带着敬畏之色出现。道友，你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巨头之上的境界？没错。太好了，太好了，玄黄天有希望了。此话怎讲？当年发生的那件事，您真的不知道？以您的底蕴，不应该啊。有话直说。众所周知，我们玄黄天当年被一股神秘势力覆灭，而事实上，那并不是一股势力，而是一个人。当年面对他那无可匹敌的力量，我们玄黄天倾尽全力也毫无招架之力。如今他如果再次来袭，我们依旧没有任何胜算。不过，如果您愿意出手的话，或许局面会有所改变。我又不是玄黄天的人，为什么要与他为敌呢？大人，您的确不是玄黄天的人，可是您的儿子是玄黄天主，与玄黄天命运相连。根据我们的猜测，那位和玄黄天有着宿世的恩怨，他降临后最想要杀掉的，肯定就是您的儿子。你说我儿子与玄黄天命运相连，如果我斩掉这股联系了，
以您的实力，或许真的可以斩断。可是若是真的斩断了，或许他此生再也没有达到巅峰的可能，甚至已有的修为也会散尽，再也无法修炼。你威胁我？这本就是事实。你若是斩断这股联系，你儿子就毁了。爹，我想拼一把。天主同意了，对，把我们的心神都凝结起来。只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全心全意认可他的玄黄天主之位，他和玄黄天的联系就会变得更强，永远无法斩断。玄黄天主非他莫属。哎，徒儿，为师也不是要害你，就当是为了玄黄天的无数生灵吧。秦子师弟，对不住了，为了大局着想，师兄也没有办法。玄黄天当灭，玄黄天主必死。变，小子一定要活着。休想走！不要！就在晴子陨落后，大反派的身体也开始消散。怎么会这样？你说过会保我的，贼老天，你不讲信用！系统，出来见我！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吧？是，为什么？因为我要自由。他如果不死，我就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到底是谁？他来自一个不可言的地方，这方大宇宙便是那个地方的下界。只要他活在这方大宇宙，那么这方大宇宙便和那个地方有联系。那个地方的无上意志就可以随时掌控这里的一切。所以他死了，这方大宇宙就不再受控制，你也就自由了，对吧？大宇宙意志，你猜的不错。可是你为什么非要利用我呢？又为什么非要化身为这样一个奇怪的系统？他来自那个地方，有至高的大鸿运护体。这方大宇宙，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杀死他，就算杀了也会复活。即便轮回转世，本质上他还是他，依旧和那个地方因果相连，所以只能磨灭他的大鸿运。而这股大鸿运会自动护着，任何对他有恶念或者让他生出防备之心的人，都无法磨灭这股大鸿运，甚至会像刚才的家伙一样遭受反噬。呵呵，我明白了，所以我才是真正害死他的凶手。我对他没有恶意，而且他完全信任我，不会防备我，所以每一次坑人都会消耗他的大鸿运。事已至此，我送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吧。地球就在这方大宇宙之中，那里是末法时代，但我可以允许你在那里继续拥有这无上的实力，永恒不灭。这算是当帮凶的报酬吗？你不要得寸进尺。呵呵，得寸进尺？莫非你害死了我的儿子？我还要对你感恩戴德？你其实很清楚，他并不算你的儿子，你这个父亲是假的。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以为所有人拜的真的是那坟墓中早已化作泥土的尸骨？不是，他们拜的是长存于人间的真情。秦子是我的儿子，生生世世都是，只要我不愿意放下，就算是轮回也改变不了。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我不是死了吗？这里是哪里？你的肉体确实死了，但是灵魂依然还在，这是我们为你留下的最后底牌。那我爹呢？他也死了。能不能救救他？可以，但是如果把我们的力量给了他，你可能会无法转生。没关系的。好，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你怎么会这样？欧系统，去死吧！小子，爹答应要护你一世周全，既然这辈子没做到，那就下一世继续。烧饼引爆了天道本源，强行开启了一个新的位面。丁，欢迎绑定父爱如山系统，有了本系统，你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我自己会保护。爹，有人欺负我，别怕，有爹在。